这是怎么回事啊？林云熙记得，飞机在飞行了1个小时之后，便遇到了强大的气流，导致飞机颠簸了一阵，一片混乱中，飞机径直冲向地面。而在这最后的紧要时刻，他立马喊了一声：“科技库救我！”难道是科技库救了我？可是飞机爆炸，上千度的高温下，怎么会有人能活下来？这不科学。科技库正常启动。这科技库竟然还能用！哇，李博士也太牛了吧！研究出来的科技库质量也太好了吧！别让他跑了，中了我们的毒，今天就是他的死期。林云熙急急忙忙躲到了一棵大树后面，看着一批黑衣人正追着一身上中箭的男子。这不是李博士吗？他怎么在这儿啊？在玩剧本杀？但是李博士不应该在迷异国吗？这里是迷异国？你们是谁？为什么追杀我？哼，你快死了！告诉你也无妨。听好了，我们是金银阁的人，有人出黄金万两来买你的命，受死吧！话音刚落，只见那为首的黑衣人飞若蛟龙，拔出长剑便向男子刺了过去。中箭男子一个闪身，避开了黑衣人的一剑，紧接着飞快地用手中的剑划出各种招式。中毒了还这么厉害，兄弟们放箭！是，得令。中箭男子舞剑挽着剑花，打出各种招式来，的确是挡住了不少的箭，可是还是有一支箭射中了他的右胸膛。真杀人，不是在玩剧本杀。林云熙此时一个闪身，便跳到了中箭男子的身前。你们这么多人打一个人，是不是太无耻了？你是什么人？不想死的让开，一会儿让你死的痛快些。把他留下，饶你们一命，不然今天就送你们去剑岩了。你还能撑吗？借你的剑友。拿去。谢了。林云熙说着就一个飞身，拿起那长剑，开始和黑衣人手里开打。开玩笑，我在特工营服役的时候，可是拿了华夏国武术剑法比赛第1名呢。这个渣渣对我来说，还真不算什么对手。林云熙也不恋战，跃到中箭男子的跟前儿。你能跑吗？走。李博士，你这是得罪了什么人？这剑和剑伤上都有毒。不过不用怕，有我在呢，我能救你。李博士，是女人认错人了。再说这么重的伤，腹部的肠子都能肉眼可见，还中了毒。我慕容浩活了25年都没有遇到过，这女人说能救。这俩人就带着满脑子的不解，一直的往前跑，跑着跑着就跑到了一处悬崖边。这是什么剧情啊？我堂堂华夏国高智商特种特工，今天要跳崖？难不成我空难没死，反而要因为救人交代在这儿了？不用跑了，今天就是你们的死期。帅哥，抱紧我，保你不死，要用全身力气抱紧了。我看你们怎么跑，飞下去吗？啊！既然你们不给我们活路，你们也别想活。刚刚的烟雾弹只是开胃菜，现在我就送你们进阎王去。然后便听到爆炸声响起，瞬间就炸飞了10几个杀手和马匹。就在这个时候，林云熙用高科技登山悬索绳将自己和那中箭男子用悬索绳皮带绑在了一块儿，然后悬索绳的一端紧紧地扣在一个石壁上，两人就像是蹦极一样急速地往下坠落。还能坚持吗？那我们找找看，有没有地方落脚。我得先为你处理伤口和解毒。随后便扶着这男人开始寻找能够落脚的地方。有人吗？有人吗？他们就站在门口等了一会儿，见没有人回答，林云熙扶着慕容浩来到了主屋。你的伤和毒不能再等了，马上要进行手术。林云熙话音落下，就用意念从科技库中拿出了外科手术用的所有的医疗器械和药品。等到所有的手术器械和药品都准备好之后，林云熙就直接伸手打算为男子脱去外衣。你干什么？我要为你做手术，但前提是你得先把外衣给脱了，要不然会有细菌的。我慕容浩活了25年，从来没有碰过女人，就算是受伤也是男医官为我医治。这女人竟然脱我衣衫，这……别再拖时间了，你的伤不是太严重，但伤口上有毒，先处理腹部的伤口。大约过了1炷香的时间之后，我现在按着这腹部位置，还疼吗？你用了什么东西？为什么一点都不疼了？麻醉药啊！林云熙有些愣怔，他看了看这和李博士一模一样的脸。你不知道麻醉药？不知。李博士啊，你确定你不知道麻醉药？李博士，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认错人了？怎么可能有长得一模一样的人？或者你是李博士的双胞胎兄弟？可我和他从小一起长大，也没听他说自己有兄弟啊。我有兄弟姐妹，但是没有和我长得一模一样的。不是所有人都应该知道麻醉药这个东西吗？此时，林云熙突然就想到，刚刚碰到的人都是古代人的服饰和头饰，他再也无法淡定了。帅哥，我问你啊，这是什么朝代、什么国家？或者这是公元几年？这女人哪里来的？这问题，这里是东胜国，你说的公元几年我不知，现在是胜利元年2003年。东胜国，我可是12岁上大学，16岁上研究生少年班，18岁毕业，入职国家最好的公立医院，同年入高级救援特工队的精英青年，对历史可是了如指掌的。这东胜国是什么玩意儿？难道穿越到了夹心层空间的历史了？这不科学啊！还有，穿越不都是借尸还魂，穿到某丞相之女、太傅之女身上的吗？林云熙想到这儿，赶紧慌乱地避开了慕容浩的视线。他从科技库中拿出了化妆镜，仔仔细细地打量着自己。脸还是之前的，还能这样穿越？而且穿越这事儿不是小说里才有的吗？竟然发生在我身上！如果能回去，一定要去买张彩票。脸和李博士一模一样，难道他也是穿越来的？哎，帅哥，你有没有听过这首诗？床前明月光，疑似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诗是你写的？好诗，把月亮描写得如此意境，还把思乡之情刻画出了孤寂凄凉之感。大哥，静夜思这么大名鼎鼎的诗没有听过？没有。好吧，他还真是这个年代的人。本以为可以和他一起研究怎么一起回家，算了，放弃吧，还是自己找回家的路吧。算了，先不说这个了，我先为你做手术吧，再拖下去你就没命了。林云熙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只好先戴上了手术手套，检查了一番，发现慕容浩的内脏没有问题之后，他拿起碘伏全面消毒伤口，随后便开始了缝合。我打过大大小小无数的仗，看过无数伤患士兵死在了这样的外伤下无法救治，如果能有这样的大夫，也不会死那么多人了。大约过了半个时辰，腹部呢暂时没有问题了，这几天要好好休养，不能乱动，拉扯到伤口就不好了。现在要为你拔剑，伤口都处理好了，你先躺下，我呢去准备一些抗生素给你，不然你今晚应该会发烧的。抗生素就是防止伤口发炎的药，总之呢是好药。林云熙从科技库里拿出了配了抗生素的吊瓶，又开始给他吊针。这是什么？说了你也不懂，放心，我不会害你的，好好躺着，这可都是为了救你。这些药也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了。哎，说好了，你的枕巾可不能少给我，这药在你们这儿应该是没有的。放心，那就好。你先休息一下，我先去研究一下你的毒，一会儿给你解毒。你放心睡，那些坏人都被我炸死了，现在没有那么快能找来的，找来也不怕。此刻虚弱的慕容浩听到这话，很快便睡着了。林云熙也用意念把之前放进仪器的血液样本拿了出来。七日散，这帅哥究竟是什么人？竟然有人用如此高昂的毒药来毒害他，看来绝不是什么等闲之辈。不过还好我的研究生专业可是生物病毒学，这些对我来说真不是什么难题。你醒了，来喝点水，把解药服下。你的毒是7日散，我研究出了解毒的药了，也不知道你究竟是什么人，对方竟然舍得花那么大价钱杀你。7日散啊，这毒若是7日内不解，你就去禁阳了。你能解？当然，不过呢，这枕巾你要记得加上啊。说能给我解毒，枕巾不会少了你的。嘿嘿，有你这话我可就放心了。那这儿呢是3颗解毒丸，1天1粒，3天后解毒。这杯子哪儿来的？我的，放心吧，我是大夫，而且还是有良心的大夫，不会给你下毒的啦。你都用这样的杯子？你没见过这样的杯子？完了，我又忘了这是古代。哎呀，还没有不锈钢这样的东西啊！不知道他们现在用的是什么杯具？陶杯、瓷杯、玻璃杯？啊，算了啊！等处理了这病人，我要出去看看，这到底是什么文明时代？没有见过，这是什么材质？这说起来呢有点复杂，等你好起来我再告诉你如何。林云熙可不想告诉别人自己是来自未来的人，等把这病人医治好之后，赶紧拍屁股走人。你还累不累？累就再睡一会儿，这样呢有利于伤口快速愈合。今天晚上你很有可能会发热，现在多休息一下是好的。好。林云熙开始到厨房做吃的了。这男人腹部刚刚做了手术，今天只能吃流食，给他做点粥吧。我呢当然要吃点好吃的犒劳一下自己了。不错，干活啦！今天是有点累了，就先这样吧。等明天处理好了所有事情，再给自己来个大餐。小啦，肚子饿了？我刚刚做好饭。又是刚刚杯子的那种材质，不知道这是什么材料做成的，发出金属的光泽，饶是我这个在皇宫里长大的皇子也没有见过。还有前面的2道菜，也不知道是什么食材，看上去很美味的样子。这女人的秘密不是一般的多呀。
今天呀，你腹部刚刚做了小手术，只能吃流食，明天好点了才能吃其他的。这女人知不知道我8指男儿，就吃1碗粥能饱？还饿吗？你说呢？哦，还想吃啊？这男人生气的模样真像个小孩。哎呀，算了算了，不就吃个饭吗？不逗他了。刚刚呢是逗你玩的，你想吃就吃呗，也不是什么大手术，不会要了你的命的。啊，你不吃啊？哦，那好吧，那我自己吃啊。哦，你真不吃啊？那我可就要吃完了，吃完了可就不煮了。慕容浩看着这些没有见过的菜肴，再加上他自己本来就饿得慌，还是乖乖的把头扭了过来，等林云熙投喂。这是什么？番茄炒蛋啊，没吃过？没有啊？你们这里没有鸡蛋？有，不过鸡蛋配的这个红色的是什么食材？而且鸡蛋怎么煮的那么好吃？番茄啊！你们这儿没有番茄？没有。炒鸡蛋不会炒鸡蛋？什么叫炒？发达了！你们这里没有炒菜啊？没有，我们只有烤和煮，没有其他方法啊。这炒嘛，说起来也不难，等你好了我教你啊。这可是赚钱的好方法，等把你治好了，我发家致富去，可不能让你学去。尝了番茄炒蛋，林云熙又给慕容浩夹了香辣土豆丝，这才刚放到嘴里，一股火辣辣的热流就在口中流淌。水！哎，你来，先喝口水。你小心点，别那么大阵仗，万一伤口崩开了呢？按理说你现在刚做了小手术，不应该吃辣的。不过看在你如此好奇的份上，给你尝尝鲜嘛。这又是什么？这个叫香辣土豆丝，土豆是一种粮食，也可以做菜。和它一起炒的是辣椒。这个辣椒刚开始你可能吃不太习惯，但是啊，要是吃习惯之后，就会很过瘾，少一天不吃都感觉没有力气。再来一块。林云熙看他很好奇的表情，又喂了他一筷子香辣土豆丝。这次他有了心理准备，能够很好的感受食物的味道，确实是像这女人所说的，吃上一口就很过瘾，想要一直吃。哎，你少吃点这个辣的，多吃点番茄炒蛋，多吃蛋白啊，对你的伤口复原有好处。慕容浩这顿饭是越吃越香，足足吃了2碗饭之后，还想要第3碗的时候，林云熙无语的看着他。刚刚做过小手术，还是少吃一点好。我洗碗去了，你先休息休息。哦，大哥，我刚刚远远看这屋厨房烟囱冒烟，肯定有人在做饭，要不我们去看看能不能抢到吃的？去看看。哎呦，这深山的崖底竟然藏着恩爱的小两口。帅哥，我来应付，你不要动，保护好伤口。哟，男的还是受伤的，这小娘子这身心，来陪大爷们玩玩。你们打扰到我了，不想死赶紧走。呀，口气不小啊，有本事来陪爷玩玩。小娘子，和我回去做山寨夫人如何？我放你夫君一条生路。也不撒泡尿照着镜子，看看自己什么样子，配得上我？娘的，敬酒不吃吃罚酒，今天就叫你从了我。林云熙一边说这话，早就用意念在科技库里面配好了不会致死剂量的麻醉飞镖。你们确定不走？要知道，破坏本姑娘的好心情，本姑娘可是会很生气的。老大，不要和这娘们废话，你想带她回去做山寨夫人，我们为你绑了她。好，她一个女人，我们一起上，记得不要伤到她。是。说完，山匪同时冲向了林云熙。姑娘，小心！他从口袋里拿出了麻醉飞镖。你放冷箭！有说不能放冷箭吗？蠢货！林云熙拿出绳子，五花大绑把这6个大汉绑在了一块，然后拍了拍手，就来到慕容浩的跟前。他们没死？没死，他们呢应该就是山匪，喜欢抢劫。等醒来先审问审问他们，再决定他们的生死，如何？你决定。等林云熙忙完厨房里的活出来的时候，几个山匪醒了过来。大侠，女侠饶命啊！我们就是山匪，我兄弟看到这边有人生火做饭，就和兄弟们往这边查看，不想在这里见到大侠俩。刚刚多有得罪，冒犯了女侠，女侠饶命啊！我们不敢了，我们没有杀人放火，就是想抢点吃的而已啊，也没抢过女人，就是看女侠貌美，想让你当我的压寨夫人，好好伺候你。如今知道女侠有夫君，小的不敢了，小的知错了，没有下次了。哎，不是我说啊，你们长那么壮还需要抢劫啊？不会找吃的？回女侠的话，我和兄弟们都找了几天吃的了，打了一些野兔，但是我寨里的300多号兄弟不够分啊。300多号兄弟，这什么人呢？竟然还有那么多兄弟！你还有那么多兄弟，你是什么人？我是这青山寨的大当家，我们在这占了3座山，投靠我的兄弟有300多人。近年来各地饥荒，我们也不懂得如何营生，只能靠打猎为生。但是现在猎也不好打呀，兄弟们都饿着肚子呢。你们占了3座山，还不知道如何赚钱？你的脑子是水做的吗？
水做的呢，有点意思。是啊，山上都是树木，不知道如何赚钱。如果要是我占着3座山，不说大富大贵，赚钱赚到手软还是可以的吧？要是在现代能拥有3座大山的人，那可是地主级别啊！这些人也太蠢了吧！女侠的意思是说呢，你蠢。这大当家呀，当得憋屈，怎么会有人投靠你呢？女侠说的是，不过我够义气，有吃的都和大家分着吃。弟兄们有难处，我也都会为他们解决。给口吃的就算老大了，你给你的弟兄们娶媳妇了吗？说的倒是挺好听。这娶媳妇真是难，男人都吃不饱了，如何娶媳妇？说你笨，你还不信？如果我是当家的，保你们2年内娶上媳妇儿。此话当真？女侠真有办法为我300多号兄弟娶媳妇？大哥，你可是占了3座大山，地主啊！你真是脑子进水了，和你说话也太费劲了吧？那么好的资源在你手里，却当个垃圾。如果在我手里，我能日进斗金。这女人大言不惭吧？发家致富她应该可以做到，这身医术到哪里都能赚真金。但这2年内为300多号人娶媳妇儿，这牛是不是吹得有点过了？要知道现在很多平民百姓都娶不上媳妇儿。不过看她振振有词的样子，还是挺可爱的。你叫什么名字？王大山。人如其名，和你真配。你可想吃饱饭？可想娶媳妇儿，好好过日子？可想吃香的喝辣的？我和我的兄弟做梦都想，可惜不会。那我和你合作，你可愿意？女侠真能带大家发家致富？我像是骗人吗？和你说话可真累，我要休息一下，你自己好好想想吧。想的怎么样了？合作吗？如果合作，可给你们松绑一起谈谈；如果要是不合作，把你们扔出去自生自灭，别再扰了本姑娘的清静。女侠给我们松绑吧，我们可以谈谈。黎云熙拿出小刀，一下就给这6人松绑了。女侠，我是青龙寨的寨主，弟兄们一直追随我，一直没有好日子过，我一直也过意不去。现在女侠说能带领我们兄弟们过上好日子，今天我当着5个兄弟的面，把寨主大当家职位让出，希望女侠带我们青龙寨的兄弟们过上好日子。没想到这山匪手上还有这样的东西啊！这是何物？回大当家，这是我们青山寨寨主才有的信物，这是上一任寨主临死前交给我的。今日我将信物献给大当家，我主动退位，让你成为我们青山寨的寨主，请大当家不要推辞。我就想利用一下这人，现在竟然把大当家给了我，这是不是太好骗了？不过仔细想想，他们连饭都吃不饱，还带那么多人，这压力还真不小啊。要不这大当家你来当？人家是给你的，你说给人家娶媳妇的，你当之无愧。我有我的人，忙不过来。好吧，这大当家我当了，不过呢，你们要听我差遣，我会带你们过上好日子的。拜见大当家，我们誓死为大当家效力。不用死，没有那么严重，就是发家致富，带大家过好日子。你们都起来吧，在我这里不用行礼，大家都是兄弟。好，听大当家的。王大山，山寨里有没有桌子、凳子和床？回大当家，桌子和凳子有，床就没有了。我们很多兄弟都在地下睡草席呢。王大山，你确定你是山寨寨主，而不是丐帮帮主？你兄弟还睡草席啊？回大当家的话，我们现在都吃不饱了，哪有银钱买床？很多弟兄是从附近的镇上过来投靠我的。这满山的大树，现场的木材，你们自己不会做？回大当家，我们真不会。睡草席也方便，大夏天的也凉快。这山寨就是一个乞丐收容所呢，任务任重而道远的。好了，你先去寨子里拿1张桌子和2张凳子。我这儿啊没有桌子，在屋里吃饭。还有，你们有手推车吗？回大当家，这些都有，我马上派人回去带过来。哦，对了，你们相互之间远距离是如何联系的？比如信号弹或者什么声音之类的，我也好和你们联系啊。大当家试试这个。这口哨不错啊，你们自己做的？啊，是老寨主教我们做的，可惜他不在了，不然我们寨也不会变得如此落寞。行吧，你们回去拿东西吧。王大山，你留2个人在我院子里帮忙看我的病人，我要出去找食物，有急事儿吹口哨联系。好的，大当家，我和你去找吃的吧，留2个兄弟在院子里，其余人回寨里拿大当家要的东西，如何？可以，你是2当家，小事情你做主。现在你没有发热，我呢出去找吃的，你就好好睡一下，有2个兄弟看着你呢，我马上就回来。慕容浩看着这满头大汗的女人，还真是为难她了，救了自己，还能那么细心的照顾她，他心中掠过一丝感动。去吧，自己小心。大当家真关心自己的夫君，就走一会儿也要交代那么仔细，大当家的夫君真有福。乱说什么呀？我是大夫，他是我病人，不知道的事情不要乱说，听到了吗？好的，大当家你说啥就是啥，手下听你的。不是夫妻还你侬我侬的，
的，还一个屋一张床睡觉，大当家这是骗谁呢？我王大山可不傻。他用意念在科技库里开启了红外线扫描仪，有了这红外线扫描仪的帮助，林云熙马上就找到了一窝兔子。大当家，你这猎兔的方法太神奇了，一窝20只的兔子都被你给端了，嘿嘿，不愧是大当家。我答应过你们，让你们都能吃上饭，放心吧，这才刚开始。我相信大当家。走吧，别墨迹了，还要找更多的食物才行。前方有大型危险性生物，请注意避开。王大山，你不是说这山找不到吃的吗？这么多野猪你都找不到？大当家，这林那么大那么深，我们确实找了很多天也没找到。大当家这样一路走来就找到了，确实很奇怪。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应该是运气好，加上红外线扫描仪的功劳吧。废话不多说，先猎个10几头再说。算了，我们先猎10几头吧。今天呢，先解决大伙的吃肉问题。大当家要怎么做？没有剑，不过我有刀，我上。你傻呀？你是上百头野猪的对手？一边待着去，我来就行，别出声。林云熙避开王大山的视线，从科技库里用意念配置出了麻醉剂。来，把这些苹果都一分为4，然后扔到我们前面的灌木前，把10几头引过来就行了。过来了，我动手。是，大当家。不一会儿，放在灌木前的苹果便引来了10多头野猪。林云熙小心翼翼地观察着那猪群，发现猪群没有注意到这边，这是最好的时机了。10多支麻醉针准确地射入那些野猪的脖梗处，不到几分钟，10多只野猪就纷纷倒下了。快，悄悄地把它们拖出来，不能让野猪群那边发现啊！好，快联系弟兄们，拿推车过来拉野猪回去。王大山笑呵呵地吹响了自己的小口哨。不一会儿的功夫，5个人高马大的兄弟拉着5辆拖车来到他们俩面前。那些兄弟看着地上的一堆野猪，下巴都快要惊掉了。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把野猪抬上车，先拉到我院子里吧。我和王大山回去再分配，咱们还得再去找一些蔬菜之类的食物。吩咐好了这边，林云熙又带着王大山朝另一个方向走去。他们一路捡野菜、采蘑菇，不一会儿功夫，2个人的麻袋都装得满满当当。要不咱们再叫几个兄弟带推车过来吧，这有点太重了。大当家，我来吧，这辆麻袋我还是可以扛的。哇，果然是大力士，这么重都能扛得动。嘿嘿，大当家，我虽然没有大当家会找吃的，可我力气可大了，以后这些重活就找我吧。好啊，不过呀，咱以后有车还是用车，自己省点力气啊。听大当家的。好，咱往回走吧，今天就先到这儿吧，应该够吃了。好嘞。2人今儿找到了不少的吃食，开心地聊着往回走。在路上，林云熙看到前面有一只野鸡在跑，他一支麻醉针飞过去，野鸡扑腾2下便不动了。这鸡就给我的病人吧，他刚刚做完手术，给他好好补补。大当家的夫君真幸福，有你这夫人那么关心他。都说不是了，是我的病人。好，是大当家的病人。王大山，你和大当家去打劫了？什么打劫？别乱说，这些都是大当家猎到的。哎，你们不知啊，大当家有多厉害。这一高兴，王大山就把刚刚怎么和这个神一样的大当家怎么找食物的过程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我们大当家真是仙女下凡，我们找了几个月的食物，大当家不到半个时辰就能找到啊。这女人说能带大家吃上饭，还真就做到了。在这短短不到半天的时间内，就是之前在皇家猎场比赛时，也没人能猎杀到那么多，真是有本事的。好了，都别夸我了。现在呢，咱们就开始分配食物吧。我这儿呢留1头野猪，5只兔子，蔬菜我要半包。这只野鸡呢，我要留给我的病人，其他的你们就都拿拖车拖回寨里分着吃吧。我也不太知道兄弟们的食量，如果今日能吃完，就全吃了；如果吃不完呢，就留几头养着。我这还有病人，今日就先不去寨里见其他兄弟了。王大山，今日呢，你就回寨里安排好。大当家，你才分自己1头猪，太少了。我们就2个人，这种天气吃不完会坏掉的。现在啊，咱们知道哪里有吃的了，以后也就不怕了。你明天呢，多带几个人过来，我带你们去赚钱。好，听大当家的，感谢大当家，你的大恩大德，我们没齿难忘。哎呀，不用跪，不用跪，快走吧，寨里的兄弟们都还饿着肚子呢。好，不打扰大当家和当家夫君了，不过还是要谢谢。不一会儿的功夫，一盘盘热气腾腾的菜就做好了。辛苦了啊，没事，是我自己想吃好吃的，顺便就带着你了。哦，对了，你刚刚做完手术，要多吃鸡肉和鸡汤，对伤口恢复有好处。你自己可以吃吗？不行的话，我喂你。慕容浩试着把手抬了抬，结果这一不小心就拉扯到了胸前的伤口，一时间疼得冷汗都冒了出来。还是我来吧，你想吃什么呢？就告诉我，我来喂你。多谢。等慕容浩吃完，林云熙抽了一张早就放在一边的抽纸，给他擦了擦嘴巴。白如玉，柔如丝，这女人竟然用如此上好的纸擦嘴，还用完就扔在一旁的垃圾桶里。这样的纸在东胜国甚至在其他4国都是没有看到过的。她到底是哪里人？
林云熙可不知道他的想法，他大口地吃着饭，这温暖而又美味的饭菜，此时能够让他忘记穿越过来的不适。这女人吃饭的样子哪里有女人小家碧玉的样子？人家都是一粒一粒的吃，她一下就2碗饭下肚，面前的菜全都一扫而光了。不过还挺可爱的。吃完饭，林云熙也不磨叽，3下5除2就把桌子和厨房都给收拾好了。回到主屋，林云熙可是热惨了，看了看慕容浩，哎呀，这也太热了吧！帅哥，你穿长袖不热吗？还好，可以接受。好吧好吧，你赢了，我都快热死了。哦，还有啊，我们都相处1天了，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我先介绍自己啊，我呢叫林云熙，请问你尊姓大名？慕容浩看着他，什么都没有说。这男人不是皇亲贵胄，就是江湖恶霸。算了，不知道他的名字，我应该不会那么危险。算了，成年人都有秘密，要不就叫你帅哥吧。你叫了我1天帅哥了，这帅是什么意思？帅嘛，就是英俊潇洒，面如冠玉，相貌堂堂。说人话呢，就是长得很好看的意思。哦，可以，就叫帅哥吧。好吧，还真是会顺杆往上爬。不过他那张和李博士一模一样的脸，确实是很帅。李博士在现代可招桃花了，美女一个个都往上冲，却也不见得喜欢谁。好吧，就叫你帅哥吧，我去沐浴去了，热死人了。现在才发现，空调才是这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没过多久，只见她穿着一个水蓝色真丝睡裙，犹如出水芙蓉，修长如玉的4肢全都露在裙子外头。慕容浩看着她，目瞪口呆，一瞬间便红了脸，然后赶紧把头转了过去。对不住啊，这太热了，我忙了1天，需要凉快凉快。我也没有你们这里的服装，你不看就行了。我去院子里擦头，你先睡吧。林云熙颇为无奈的走到院子里的石桌旁坐了下来。李博士，你和我说说，我为什么没有死？为什么会到这个地方？我还能不能回家？你能不能帮帮我？我想家了，也想奶奶和弟弟了。我知道你应该是无法回答我的问题，但是能不能帮帮我？你说过的，我有任何困难你都能帮我的，答应我，送我回家好吗？慕容浩此时其实并没有睡着，多年的习武练就了他过人的耳力。林云熙的自言自语，他全都听到了，也听到了他轻微的哽咽声。原来在他强大的外表下，也有一颗脆弱的心。慕容浩今儿也很累，他就这么想着想着，渐渐就睡了过去。收拾好了一切的林云熙也累了，睡之前还不忘摸了一下慕容浩的额头，果然慕容浩发烧了。他今天才吃了解毒药，不能用退烧药，只能物理降温了。只能是无奈放弃睡觉的想法。林云熙去厨房端来一盆温水，此时慕容浩全身出汗，衣服全都被打湿。看来你这身衣服是穿不了了，要换掉了。林云熙从科技库里拿出之前备好的病号符，遇到我真是你的幸运。给你退烧吧。他拿出银针，在慕容浩头部扎了几针。我可不想帮你换衣物和物理降温的时候你醒过来。说完，林云熙把慕容浩扶起来，背靠着床沿脱去他身上的中衣。当看到慕容浩背上和身上无数大大小小的刀疤之后，他心中一震，这男人到底经历了什么？这么多伤疤，有些看起来还是很多年前留下的。也是一个可怜人，这一身伤不痛吗？应该活得很累吧。全身都擦了一遍，林云熙帮慕容浩把衣服都换好。这么折腾了1天下来，林云熙真是累惨了，没有来得及多收拾什么，沾着枕头立马就睡着了。怎么样，慕容浩死了吗？我们派出的杀手这次全都被反杀了，现在不清楚是什么人干的。还真是可笑，你们金银阁还有失手的时候。放心，根据属下来报，慕容浩中了我们7日散的毒，他再有能耐也不可能解毒，此毒没有解药，7日内便会毒发身亡。我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不然你们那1万两黄金也不会到手。我们现在在大范围的搜寻慕容浩，这几日应该会有结果给你。蓝景一看了看面具男子，似乎有话要说。还有事？为什么一定要杀慕容浩？他可是东胜国赫赫有名的战神八皇子，你是谁？你和他何时结的缘？这不是你能问的，做好你该做的事。他可不想让这些人知道，就在2个月前的东胜国边境和西域国对战的那一仗，慕容浩以7万大军，用暗度陈仓的方法打败了他18万大军。在和慕容浩单挑的时候，慕容浩竟然断了他左手的小拇指，他再想争那个至高无上的位置，也会失去之前的自信了。我倒是要看看慕容浩这次是怎么死的。此时东胜国的皇宫，皇帝慕容渊听人来报说，八皇子慕容浩从军营回城的途中遭遇了伏杀，至今都是下落不明。皇帝看着跪在殿前慕容浩的1等贴身暗卫天一，问道：当时是什么情况？回禀皇上，
当时八殿下带着我们4位天子号暗卫打马往城中赶，路上出现了大约40名黑衣人，黑衣人手里猛地向前撒出一包药粉，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八殿下一时没有注意，吸入了药粉。我们几个一直护着八殿下，但是他们人太多，慌乱中我们就和八殿下走散了。那你们找了吗？回皇上，我们跳出敌军的包围圈后，到处找了八殿下，找了1天1夜都没有找到。你们是朕给八皇子最好的暗卫了，你们都解决不了那些黑衣人，对方什么人？对方身手都很高，武功招式很特别，目前我们也不清楚是哪方的人手。雷侦查，绝地3尺，要找到浩儿的下落。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朕多派点人手给你们去找，找到一定要带回浩儿。还有八殿下失踪的事情要严格保密，如若有半点消息暴露，你们提头来见。是，臣马上去办。天一给皇帝行了礼之后就退下了。希望这次老八能化险为夷啊。梁嬷嬷，前日浩儿说今日来给本宫请安的，今日那么晚了，怎么还没有来呀？回娘娘的话，是不是八殿下今日有事忙，耽搁了吧？浩儿说过的话，从来没有食言过，会不会是出什么事了？昨日本宫整日都心神不宁的。娘娘，您是多虑了。八殿下英明神武，从小就聪慧过人，还有很多暗卫保护着，不会有什么事儿的。兴许是有事情耽搁了。不是本宫多想，浩儿自从进入军营后，常年驻守在边境，成天就打仗，不能常伴本宫身边。叫他回京待在京中，他说什么都不肯，哪里像个皇子啊？难得这次回京，就想多看看他，还想为他定一门亲事。他也不小了，该有个能知他冷暖之人陪伴在他身边，本宫也就没有什么遗憾了。娘娘，看您说的，京中不知多少女子喜欢我们八殿下呢。娘娘不要着急，等殿下回来了，您可以好好给他把亲事给办了。他前日明明和本宫说好的，今日来请安，不行，本宫要去问问他父皇，看看浩儿在忙什么。臣妾拜见皇上。爱妃不必多礼。给朕带来了午膳，来一起用膳吧。荣贵妃和皇帝一起用了午膳过后，皇上，前日浩儿和臣妾说今日来给臣妾请安的，但他今日没有来，皇上可知浩儿有何事要忙的吗？昨日朕有急事，派他出城去办了，他应该忘记你们之前的约定了吧？他回来了，朕便叫他给你请安去。多谢皇上，知道皇上要忙国事，臣妾先行告退了。走出养清殿，荣贵妃就看出了端倪。如果皇帝派浩儿去办事，浩儿一定会派人提前通知我，不能请安了。这次应该是出什么事了。千城，出来，给我去查八殿下的下落，不能让任何人知晓，有消息第一时间来报。是。次日清晨，阳光明媚，这一觉醒来，慕容浩感觉一身轻松，昨日伤口的剧痛也是减缓了不少。微微转头，看到床内侧的林云熙。东胜国不知多少女子都想爬我的床，今天这女人算是成功了。想到这儿，慕容浩的唇角微微上扬，他心情莫名的舒畅起来。就在这个时候，林云熙睁开了双眼。你为什么这样看着我？你不要误会啊，不是你想的那样的，不是什么爬床。放心，我不会对病人爬床的，我只是没有地方睡，昨晚暂时睡在你旁边了。而且昨晚你还发热了，我是在照顾你。不过当他抬手看到自己一身奇特的衣服时，开始不淡定了。昨晚你对我做了什么？我昨晚帮你屋里降温和换衣服了。慕容浩此时看到自己身下的裤子也被换了，他脸色阴沉下来。还说不是爬床，全身都被他看光了。什么是物理降温？就是用温水在你身上擦了一遍，全身擦了一遍，我怎么没有醒？小呀，我可是大夫，我要叫病人不醒过来，还不是小意思的事儿啊！你应该是发热后意识模糊了。你我可是救你，放心，我可没有那么不要脸。如果要爬床，也得在你意识清醒的时候才爽，不是吗？不知廉耻。好了，就是帮忙换个衣服而已，放心吧，我们什么都没有发生。我还是女人呢，要吃亏的也应该是我啊，不是吗？慕容浩看着林云熙，这女人不说话还好，一说话能把他气得半死。饿了吧？我去做早餐。把早餐端到俩人的房间，就看到慕容浩还在研究自己身上的衣服呢。林云熙好笑地说道：来，不生气了，吃早餐了。哎呀，这病人还是要好好照顾的，谁叫我是个尊敬病人的好大夫呢？慕容浩看他端来的早餐都是自己从来没有见过的，慕容浩的眼眸瞬间亮起来，看来是个吃货，一下子就不生气了。这些是黑色的是芝麻糊，白色的是肉包，快来尝尝。林云熙给慕容浩喂了一口肉包子，又拿着勺子喂了他一口芝麻糊。果然美味，这女人竟然有这些乱七八糟的美食。喂完慕容浩之后，他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林云熙刚吃好了早餐，换上一身长裤长袖的时候，王大山就带着几个兄弟过来了。大当家，
早啊！我今日又带了几个兄弟过来了。大当家可不知道，昨日我们带着吃食回到山寨里，大伙儿可高兴了，都说要见见大当家呢。我最近还有病人要照顾，你回去呢告诉大家，等我病人好了，我就会去看他们的。说完，他又走到慕容浩的床前，拿出准备好的吊针，认真的叮嘱：今天再打1针消炎针，应该就不容易发热了。我今日还要出去一趟，你还是要好好歇息，保护好伤口。中午我回来给你上药和胃解毒丹。这慕容浩看林云熙如此关心自己，他心里暖暖的。这些野猪、兔子、野鸡不能全部都杀了，要留下一半来养着，以后就不需要每天打猎了。我就要2只野鸡就行了，其他的你们都带回去给寨里吃了吧。大当家，这些都是你猎杀的，怎么才有2只啊？我们就2个人，野鸡呢也是给我的病人吃的，昨日那1头猪还没有吃完呢。对了，这附近有没有村镇？王大山，我要交给你一个任务。大当家，有的，离这里不远处有一个丰京镇，这镇靠近国都上京城，还很热闹呢。大当家有什么吩咐？我想叫你杀1到2头野猪到镇上卖了，获得的银钱呢，你去买点粮食回来。我也不知道寨上有没有粮食，我这里确实是没有多少了。还有，我和我的病人要换2身衣服，你先看着帮我们买2身，不用太好的，能穿就可以了。大当家，杀猪卖肉买粮食我还可以，这买衣服我哪里知道大当家喜欢什么样子的？我还没媳妇，不知道姑娘家的喜好呢。你就问掌柜最近流行什么颜色什么样式就行，不需要多好看的。我现在有病人，不能离开他太久，你就随便买回来啊，不好看也不怪罪你。行，有大当家这话就行，我们马上去办，晌午应该可以办好。那你们快去忙吧。这女人作为大夫，真是尽心尽职，半点不马虎，时刻都为我着想。大当家，我们回来了！好消息，我们杀了2头野猪，到镇上一下子就卖完了。好像镇上的很多百姓都喜欢吃野猪肉呢。我们一共卖了15两银子，买了一些大米，还有你要的衣服，最后还剩下大约5两银子，都在这里了。王大山办事不错呀，够利索。这5两银子你先拿去吧，看看寨里缺什么就买什么。如果没有什么买的，那就先存起来。以后啊，这寨里的银钱你就先代管。我现在呢要忙一些其他事情，后面再和你算。你会记账吧？大当家放心，这记账很简单，包在我身上，不会弄乱的。现在银钱不多，就先简单的记就好，后期多了我再教你借贷记账法。现在4国的记账方法不都是4柱账法吗？他说的借贷记账法又是什么？你的借贷记账法是什么方法？能否传授一二？这方法比较适合大型的商业活动，现在没多少银钱的情况下用不着啊。后期我整理一下写下来教给大家。现在呢，我们首要的任务就是挣银子，银子多了那个方法才有用啊。大当家说的是，现在就是先挣银子。那什么借贷记账法以后再学也不迟。林云熙赞同的点了点头，看了看王大山给他带来的衣服。大热天还穿3层的衣服，这不会热死吗？现在还不得有个35度啊？难道是我夏天太贪凉了，天天吹空调，结果导致底子变差了？王大山，你现在觉得热吗？热，这大夏天最难熬了，动一下就出汗。大当家是不是太热了？那你们穿3层衣裳不觉得难受吗？没办法，都这样穿。不过大当家你不说，我都没发现你这2天穿的衣服都和我们这儿不一样，是哪里的服装啊？这说了你也不懂。那我问问你啊，你们夏天可有什么降温的方法？当然有了，可以用扇扇子。男人们太热了，可以下河浮水。达官贵人们可以逛逛高档茶馆酒楼，那里有冰块啊。说的我都想下河了。不知你们这冰块是哪来的？当然是冬天存在冰窖里，夏天拿出来用。也只有达官贵人们才能享用了，我们这些老百姓可是用不起冰的。我知道了，我们制冰怎么样？卖冰应该比卖猪肉来钱快吧？制冰，大当家，你说的是真的。我虽然是乡野村夫，但是我也是混过江湖的。我知道自古以来的冰都是保存下来的，没有人能制出来吧？这女人怎么敢想？在东胜国，冰块可是皇室和贵族们才会享受的待遇，且每年的数量极少，都是在最热的3伏天才会使用。一遇到大热天，皇帝也才能享受几日而已。你们不相信？现在是晌午了，你们是想先吃饭，还是想先制冰？大当家，当然是制冰了，饭可以晚点吃。要不大当家现在教我？现在也没有原料啊，要不我带你出去找原料吧。大当家，走吧，我们去找原料。好，带上几个兄弟，拿上工具跟我走，留下2个兄弟照看我的病人。来到山林前，林云熙用意念开启了地质测试镜，他设置了硝酸钾成分设定，开始在林中和山壁上扫描。他们一直走了半个多时辰，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然后就听到一声声的巨响，响遍了整个山谷。慕容浩也听到了声音，他想起那日女人救他时所使用的武器，也是这样的震耳欲聋，他就知道应该是林云熙出手了。也不知道他有没有事，就几个人出去，会不会被野兽盯上，或者会不会引来要找我的仇家？几个人高高兴兴地往回走，刚刚回到院子门口，就听到了山寨里通用的口哨声，然后便看到10多个黑衣人把院子团团围住。王大山，抄家伙，他们
们是要来杀我们的。林云熙顾不上其他的，立马就跑到了慕容浩的床边。有没有事？哪里受伤没有？没有，他们刚要进来就被你解决了。还好来得及时。答应我不要死，可以吗？不是有你吗？放心。那就好，你拿好这个毒针盒子，红色按键出来的针剧毒无比，敌人必死无疑，而蓝色的只是晕厥，记住了吗？里面有200支毒针，够你用了。对了，这些人要留活口吗？他们是杀手，应该问不出什么，都杀了吧。好，等着，保护好自己。说完，林云熙匆忙地跑了出去，保护好里面的人，回来有赏。是，大当家放心。说完，林云熙就立马加入了王大山几人的对决中。王大山，这些人一个不留，全部杀了，不要放走一个。是，听大当家的。为了避免兄弟们受伤，林云熙还是决定速战速决。林云熙看着最后一个黑衣人倒地，松了一口气儿，就急匆匆地跑到了慕容浩的床前。没事吧？快让我看看。你不是给我毒针盒了吗？能有什么事？这个地方应该不安全了，我们要不要换其他地方？我问问王大山，这个地方现在不安全了，寨里能收留我们吗？大当家，你这话就见外了。你是我们青山寨的大当家，住寨里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刚好这地方不安全了，你们就和我们回寨里吧。我们寨里很安全，大当家可以放心。而且我现在住的院子是老寨主当年留下的，里面什么都有。那院子里有床铺，可以给你们夫妻俩好好歇息。我和弟兄们挤一挤就行。行吧，我也就不和你客气了。等等，我再重复一遍，他不是我的夫君，是我病人。哎呀，大当家就不要害羞了。你刚才那么紧张，你这病人即使不是夫妻，应该也快了。不会说话你就别说话，快出去干活。好嘞，听大当家的。他这人说话有些不过脑子，你听听就行，别和他计较。他说的话有点道理。你这人给点阳光就灿烂，真是无语。我先去厨房收拾我的东西了，一会儿一起带走。我从前很讨厌女人接近的，怎么到这女人这里就不一样了？林云熙看着这又是只有一张床榻的主屋，立马就不淡定了。王大山，还有没有其他空着的屋子或者床？我不和他一张床。回大当家，山寨这几年都没有银两进入，一直有人投靠我，空出来的房子和床都没有了。大当家，你都和你夫君睡那么久了，就不要闹别扭了，先住下如何？我听你说话就来气，你先下去吧，就先这样吧。好。这大当家的怎么了？怎么忽然就生气了？来，我扶你到床上躺着。不用，想坐一下。好，那就叫王大山给我们送饭吧。今日折腾了一上午，确实有点累了，我也不想做饭了。你安排就好。王大山，王大山，王大山！大当家有何吩咐？我就住在你们隔壁的屋子里，以后不用那么大声呼叫属下，属下耳力很好的。就你皮，我们有些饿了，今日呢不想自己做饭了，你就随便拿些饭菜来吧。真是又饿又累的，想休息一下。好，马上为大当家办。林云熙回到主屋，看到慕容浩还坐在那儿。今日为何不想我死？哟，你平时冷冰冰的样子，不说话还好，一说话就问别人的八卦。好吧，难得你开口问，我告诉你也无妨。原因就是呢，我现在身无分文，就等着你的枕巾呢。你若是死了，我找谁要枕巾去啊？你这种人不会缺钱，是不是因为我像你口中说的李博士？那可不是像，脸是一模一样的，不过身材不一样，你比他壮实些，他没有你那么壮。你们是什么关系？我们？你这是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其实呢也没有什么关系，我们俩呀是好哥们儿，从小一起长大。就是青梅竹马。青梅竹马，在你们这儿这个词是不是两情相悦的意思啊？我们那可不是啊，是哥们儿就是哥们儿。他呢很照顾我，倒是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的关系。再说了，你问这个干什么？想不到你还挺八卦啊。什么是八卦？八卦呢就是爱探寻别人的隐私。你都告诉我了，不算隐私。还能这样回答？这脑回路也是没谁了，又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你说不算就不算呗。林云熙如此坦荡地回答这个问题，反倒是叫慕容浩心里莫名的开心，他自己都奇怪自己为什么会问出这样的问题来。王大山把一盘盘的菜放在了桌子上。王大山，你也饿了吧？你吃过午饭了吗？如果没有，要不坐下来和我们一起吃？大当家，你折煞我了，我怎么能和你一起坐下吃饭呢？这有什么问题啊？大家是兄弟不是吗？哦，你们这儿吃饭也要分等级的，不用那么认真，就吃个饭，我又不介意这个。快坐下来一起吃吧，你今天也是辛苦了。我的饭在我的房中了，为了不浪费，我还是回房吃吧。喂，我这话还没有说完呢，你跑那么快干什么？下午休息过后，我教你们制冰啊。知道了，大当家，你们俩好好吃饭吧。行吧，来，他不吃，咱们自己吃。你今天手能动了吗？能自己吃了吗？还很痛，有劳你了。行，算在枕巾里。放心，都说了，枕巾不会少你的。当他喂第一口菜到慕容浩嘴巴里的时候，慕容浩的表情就变得精彩无比。这什么主子，菜这么难吃？能有多难吃啊？这个菜确实不太行。那你尝尝这烤的，你看这鸡烤的焦黄的，一看就好吃。我先试试。
这烤鸡还不错，你伤口还在愈合期，吃鸡好，来尝尝。慕容浩怀疑地看着他夹着的烤鸡肉，张开嘴试了试，这叫好吃，你自己吃吧，我累了，不吃了，歇息一下。现在都快下午了，你不饿啊？都没有你做的好吃，不吃了，你晚上做饭了我再吃。抽风，这绝对是在抽风啊！这男人在被刺杀之前还是很正常的，现在是什么情况啊？他不是吃了20多年这样的饭菜了吗？现在倒是挑剔起来了。再说了，这鸡确实不算难吃啊。起来吃了，不能睡，你得先吃饭。我等一下还要给你喂解毒丹的，那药得饭后吃才行。哎呀，你要怎样才肯起来吃饭？除非是你煮的，不然不吃。你不是被鬼附身了吧？哎，过来我看看，是不是又发热了？没有啊，我煮你就吃。原来你是上天派来整我的。说完就无语地走到厨房去，留着慕容浩在床上偷偷微笑。来，起来吃饭，都是我煮的哦。有劳了。看着这和李博士一模一样的脸，林云熙是怎么都气不起来，还是老老实实的一口一口的喂着他吃。我煮的真有那么好吃？这面也是水煮的？好吃。那些肉我都改良过了，要不你尝尝？当然。好，多吃点，那么大块头，不吃饱可没有力气。林云熙无奈的喂了他很多菜，不一会儿功夫，一碗面就喂完了。饱了吗？还要加饭吗？多谢，不需要了。来，把解毒丹吃了吧，明天再吃一次，你的毒就能解了。多谢。吃完药之后，林云熙这才吃起饭来。慕容浩一直就看着他，眼神很是温柔。我脸上有花啊，你这样看着我干嘛？你生气的样子很有趣。这男人有毒吧？又开始抽风。没事的话，你就先休息一下，等你起来我再帮你换药。我也是累惨了，我也需要休息一下。你就在床的里侧吧，我要经常下床做事情，在里侧不方便。还有，现在这条件咱们就先将就一下吧，等条件好了我再找地方睡。毕竟晚上我还是要看看你会不会发热的。你决定就行。林云熙不再理会他，3下5除2就吃完了饭，扶着慕容浩往里边挪了挪，自己回椅躺下了。大约过了半个时辰，大当家，你醒了吗？兄弟们都在外边等着学治兵呢。林云熙被叫醒的时候，满头大汗，全身就像是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这鬼天气，再不治兵真对不住我这一身知识。既然大家是王大山选出来的兄弟，那我这个治兵的方法就教给大家。但是呢，大家要和我签署一个保密协议，如果你们不能保守秘密的话，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我们会对这种事情做出处置。王大山，我房里有纸笔，帮我拿过来。王大山很狗腿的跑过去拿来了纸笔，林云熙就在院子里的石桌上写了起来。协议大致写了，如果有人没有履行保密义务，将罚款1200白银，上则100，还被踢出青山寨。协议的字不多时，林云熙就抄好了所有人的份数，递给王大山，叫他分发下去。你们之中若是谁有异议，现在可以站出来，可以不参加我们的治兵小组。我们这个小组是专门治兵的，后期的利益分配我会做出来给大家。其他没有治兵的兄弟，我也会分配好他们的工作，让每个人都有饭吃。当然，后期还会有很多赚钱的项目等着其他的兄弟，大家也不需要为他们担心，我会一视同仁，谁做得好，我都会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以后他的好处和机会也就会越来越多。听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听明白了。很好，那现在我们就开始吧。王大山，你叫人去打几桶水，再叫2个兄弟去厨房拿我准备好的盆。不一会儿功夫，一大块冰块形成。大当家，你真是神仙啊！这样也能行？就这么简单，你们自己也试试。弄好的冰块呢，就先放进我们的主屋，晚上我们就可以用了。你们如果觉得热，晚上你们几个也可以试试，真的很凉快。我先来。林云熙于是走到屋里，他要想一下这个治兵项目的分成问题。他刚到屋内，就看到慕容浩用崇拜的眼神看着他。怎么样，我是不是很厉害？开始崇拜我了？你那些石头叫什么？为什么可以治兵啊？它叫硝石，这东西可以治兵，也可以做药，它能吸收水中的热量。像林云熙这么聪明的人，可不会告诉这男人，硝石也是火药的配方原料之一。我今日早上听到震耳欲聋的声音，就是你弄的，就为了这硝石。是我弄的。这座山真是座神山，不仅有吃的，还有很多硝石。我炸平了一座小山，这个夏天的兵可算是不用愁了。你为什么不让我也签一份协议？你不怕我把治兵的方法泄露了？我觉得你应该不会看上我们这些小老百姓的钱吧？看你的样子，不是世家公子就是皇亲贵胄，应该不会抢我们老百姓的饭吃，对吧？这女人真够聪明的，哪只眼睛看出我是皇亲贵胄了？这治兵的方法，我想着最多能保密这个夏天，毕竟方法太简单了，有人要抢也是很容易抢到的。想要赚钱，这个方法长久不了。现在呢，只是写我们的燃眉之急。那么信任我？看你帅嘛，信任你。看在你信任的份上，我替你保密。那就好，今晚多给你做2个好菜。
这个制冰项目的收入3-7分成，7成中的6成作为全债的日常开支，另外1成作为之后运输冰块到城镇售卖人员的劳务费，另外的3成我拿1成，毕竟这个算是技术入股，另外的2成利润平均分给签署了保密协议的兄弟们，毕竟他们工作量最大，吃饭和日常开销还是在那6成的开销里。分成日期就定在每月首日吧。制冰小组组成一个3人管账轮换监督队，每天由3个不同的兄弟监督售出了多少冰块，并且记录下来，而我有权经常检查账本的流水情况。就先这么多吧。写完这些，林云熙把方案推到了慕容浩的面前。慕容浩看了看他的分配方案，不由得感叹：这女人真聪慧，分配细致且公平，确实是一个当家好手。不过分配方案很不错，很到位。不过你想过如何售卖冰块吗？叫王大山派几个兄弟到镇上或者城里找买主，不行就去大街上卖，就不信那么热的天卖不掉。你有所不知，你这个方法目前在我们4国都没有人能够做得出来。你认为就这青山寨保得住吗？是啊，这可是弱肉强食的古代，可不像现代那样能自由贸易。确实是我想的不够周到，你们这里确实不行。怎么这就想放弃了？怎么可能？就是突然不知道如何下手了。看在你救了我的份上，这个项目我帮你处理。真的？快说来听听。距离这里不远有一个枫京镇，就是王大山为我们买衣服的地方。镇上的5味楼的掌柜姓张，是我的人，他能找到你们要的买家。你们不需要一块块的去卖冰块，而是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大批量和冰块商进行交易，这样避免你们暴露。你们该怎么定价就怎么定价，赚你们该赚的。那些互助秘方和货源的事情，冰块商他们自己来负责，这样你们就可以少一些危险。这次真是救对了人了，看来这男人不简单啊，以后要抱住这根金大腿才行。我写一封信，将王大山送到镇上就可以了。如果这次制冰买卖交易成功，我把我的那1成利润分一半给你，也不能让你白干活啊。说好帮你的，你自己的分成就自己拿着，算还你的救命之恩了。真的啊？那好吧，这次的诊金就不用付了，就当做是合作。诊金算诊金，一码归一码，都给你。谢谢你啊，想不到你这么大方。丫头，不知廉耻，上来就抱。李博士也是从小到大就是丫头丫头的叫他，这称呼林云熙一直都很喜欢，可是他却没想到这男人也会这么叫他，他忽然就觉得心里暖暖的。就是高兴嘛，没有别的意思，不用在意。我说错什么了吗？没什么，就是你叫我丫头，我很开心。喜欢我这样唤你？那以后就叫你丫头吧。真的？那以后都这样叫。不说这些了，你还是赶快写信给王大山送到镇上去吧。不过我们刚刚认识他们，你就信任他们给你带信？放心，我写好你就知道了。慕容浩很快就分别写了2封信，他也不避着林云熙，把信给林云熙看了之后，这2首诗看着像是赞叹某处风景之美。对，只有我亲近的人才能看懂。哇，你果然聪明，这样即使这信被人截到，最多也以为是诗句。你叫王大山去找5味楼的张掌柜，1封给他，另外1封他看到字就知道了。王大山，这2封信你看看今天能不能送到镇上5味楼去，给张掌柜就可以了。好，这个呢是制冰项目的利润分配方案，你现在和这10个弟兄说一下，看看有没有异议。如果没有呢，就执行下去。还有，明天带另外一批信得过的兄弟过来学习养野猪，野猪也赚钱。野猪去打回来不就行了？养他们多麻烦。你这2当家的还是要多学一些东西才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好的，那小的现在就出去送信，并安排他们制冰。这2天你就多辛苦一下，分好制冰和野猪生意的人都到我这里来几趟。大当家说啥话？能挣钱，这些事都不算什么，吃不上饭才叫辛苦呢。知道就好，先回去吧。还有啊，记得找点猪草喂寨里的野猪。送走了王大山一行人，林云熙就来到厨房准备晚饭去了。此时的枫京镇5味楼，王大山带着2个兄弟一起来了。小二，你们张掌柜在吗？瞧我们掌柜何事？要吃饭直接坐下，今日有很多好酒好菜。不是，我是来送信的，此信很重要，要当面见你们张掌柜。在2楼的张掌柜听到有人送信，他不一会儿就下了楼。在下正是张掌柜，请问何人让你们送信？我们一位朋友，具体是谁，你看信就知道了。张掌柜的接过了王大山的信，他一看到字，马上就激动起来。真是你的朋友？天知道，这几天他们找八殿下可是都找疯了。现在看到八殿下的信，一直稳重的张掌柜也是激动的说不出话来。他打开了送给自己的信，看完之后，他长长的松了口气儿。这几位大侠，感谢你们送信，今晚就在我们酒楼留下来用膳吧。我们备好酒菜，请上我们的2楼雅间。好的，麻烦。信上说大侠有冰块要卖，你们现在手上冰块有多少？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提货？价格可有定好？冰块我们还在想办法弄到手，具体价格大当家还没有定好，明日应该可以定好。明日我可以再过来一趟。好的，信上说找地方交易，明日我们找好了交易地址，我们再详谈。今晚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办，大侠们先好好用膳。我们明日什么时间见面合适啊？明日申时如何？我上午还有事情要办。好，就这么定了。明日还在我5味楼见。此时皇宫的暗卫阁，什么事？那么我还过来？这信给你的，八殿下送来的。
什么？八殿下的信？看到了王爷写给自己的信，这心里的那块巨石终于可以落地了。太好了，王爷没事，多谢！我现在马上就向皇上禀告此事。一阵风，天一就消失在了张掌柜的面前。而此时的御书房，皇上正在批阅奏章呢。李公公来报：启禀皇上，暗卫天一求见。这么晚了，不会是有浩儿的消息了吧？快请上殿来。不一会儿，天一进入了御书房。启禀皇上，臣刚刚收到八殿下的信，请陛下过目。快呈上来。李公公把信呈给了皇上，皇上看了一下，确定这是慕容浩的字迹，高兴地说道：太好了，浩儿没事，他一切安好，还说不要去找他，说1个月后会回来。八殿下洪福齐天，老奴就说八殿下不会有事的，皇上这下不用担心了。是啊，老八从小武功了得，朕就知道他这次也能化险为夷的。不过他叫朕不要去找他，这是为何？皇上，兴许八殿下有重要的事情要做呢。既然信都送回来了，皇上就不用担心了。皇子们都大了，都有自己的想法，这些儿子个个不让朕省心的，由他吧，没事就行。李公公，把这消息传给荣贵妃吧，她这几天为了浩儿是吃不好也睡不好，今就让她睡个安稳觉吧。是，奴才这就去。既然八殿下现在不让朕去找他，你现在去查这次刺杀是何人所为，查到定不轻饶。遵命。退下吧。一阵风，天一就又消失在了房中。此时长春宫好几日过去了，他派出去的暗卫一直都没有消息传回来。忽而他听到一阵匆忙又细碎的脚步声。回禀娘娘，皇上身边的李公公求见。快传。很快，李公公就拿着慕容浩的信来到了荣贵妃的面前。老奴见过娘娘。不必多礼，是不是有浩儿的消息了？回禀娘娘，是的，这是八殿下送回的信。荣贵妃接过信，认真的看了起来。浩儿没事，没事就好，担心死为娘了。他说不要去找他，这是何意啊？回娘娘，皇上也和娘娘一样的担心，不过皇上说，既然八殿下没有事，就由着他吧。是啊，浩儿总是有自己的主意，没事就好，都由着他吧。今晚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此刻的金银阁都几天了，慕容浩的尸首还没有找到，你们是怎么办事的？回阁主的话，确实找了整座山都没有找到慕容浩的身影。不过我们在一处林子里发现我们10几个兄弟的尸首，后面第2次派出去的12名杀手现在信息全无。尸首？第2批消息全无？不是说慕容浩中了7日撒的毒吗？他能杀死我们金银阁那么多顶级杀手，这次派出去的都是金银阁最顶级的杀手，全都死了。属下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那些弟兄们的尸首都不是全尸，都是4分5裂的。4分5裂？怎么会？属下也不知是什么兵器所伤，看起来惨烈无比。难道有人救了慕容浩？可是据得到的消息来看，慕容浩擅长的是长剑，如果要杀敌，不可能4分5裂。那到底是什么人救走了他？你们去查，他中了7日散，应该活不了多久。还是那句话，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再查不到，你们也不用活了。是，慕容浩，我要拿你的命为我的顶尖杀手殉丧。怎么了？看这些衣服发呆那么久？你说这些衣服3层怎么穿啊？不热吗？不是有冰块了吗？你一个姑娘家那么怕热？你身上的病号服穿着如何？只有1层，确实凉快不少。那就是了，大夏天的穿3层真是要热疯的。算了，入乡随俗吧，不然人家以为我是妖怪。你真是妖怪。喂，帅哥，我发现你经过今天的刺杀之后变了不少，看不出来啊，你是一个闷骚男啊。什么叫闷骚？就是外表冷酷但内心狂热的人。不知所谓。来吧，今晚帮你沐浴更衣，你都2天没有沐浴洗头了，身上都有味道了。你说什么？帮我沐浴更衣？你还有伤呢，你别把我当男人就行了。还有，你胡子都长出来了，都不帅了。你不觉得害臊啊？你废话真多。你要是不洗，今天就睡地上。还有啊，如果伤口感染了，我可不管你。我先帮你洗头吧，这头要是再不洗就长虱子了。我可是大夫，看不惯这个。哇，这男人的头发怎么能如此柔顺啊？果然没有受到化学洗发水的侵害，发质真好。你们真的从来不剪头发？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每个地方有不同的文化，这个我知道，但是我也是真心感叹，你头发发质真好啊。你的家乡可以剪发？可以剪啊，想怎么剪就怎么剪，没有人会说。林云熙把慕容浩的头发打湿，水温可以吗？很合适。林云熙为他按了按头部的穴位，好好的让他放松放松。这男人身上那么多伤疤，生活应该不会太安逸，就算做一次好人吧，为他按摩一下头部，缓解一下他一直紧绷的神经。慕容浩感受到了林云熙的好意，闭着眼睛感受这难得的安宁与舒坦。就在这个时候，王大山手中拿着几根蜡烛，像是一阵风似的跑了进来。
大当家，我是什么都没有看到。怎么没有见过人家洗头啊？怕什么？一个个的，我都不怕，你们怕什么？还是大当家为伍，这么亲密的事情都能让人看，那我就不客气了。你还挺逗，说吧，这么晚了还过来，有何事啊？我今天顺利的把信送到了张掌柜的手里了。张掌柜问冰块定价多少，我们一天能出多少货。最后我怕大当家没有蜡烛，所以送蜡烛给大当家。多谢你的蜡烛，干得不错。关于价格问题，明天早上过来我再给你吧。至于数量，这个你要看看兄弟们一天能出多少量，这个是你决定的事情，我只能说越多越好，但是也别累着咱们兄弟们。好的，那我就先下去了。大当家的夫君真幸福，有那么好的夫人帮忙洗头，羡慕死在下了。黄大山，你可以下去了。都和他说过多少次了，这人是我的病人，还老是巴巴，真是头疼。你受伤不回家，你家人应该很担心你吧？你有没有给他们报个平安？黄大山送信已经送出去了，他们知道了。那他们不来接你？我不想他们担心，我想把伤养好再回去。也对，你受伤了，家人难免担心，养好再回去比较好。你不会已经成亲了吧？万一你夫人知道我和你一张床，那岂不是……他的脑子怎么长的？思维如此跳跃，哪只眼睛看到我成亲了？丫头，你碰我一下我都会脸红，你是怎么觉得我成亲了的？没有就好，我可不想做什么第三者。当然现在也是无奈才和你一张床的，咱们之间什么也没有发生，不是吗？好了，换个话题。你一个姑娘家说这些不会脸红的吗？懒得理你。来吧，那就沐浴吧，反正我是大夫，脸早就不会红了。你都是这样为你的病人治病的？当然不是啦，你是第一个。我是大夫，大夫只需要看诊和做手术，这些事情可是护士或者是病人家属做的，我才不会做这些。林云熙一边回答，一边轻柔地为他擦拭着后背。你不会是杀手吧？怎么背上有这么多伤疤？我经常上战场打仗，有伤很正常。也是一个辛苦的人。不过正因为有了你们，国家才能稳定，百姓才能安宁。你胸前的2处伤，我尽量帮你养好，尽量不要留那么深的疤，不然以后你成亲了会吓到你的夫人的。你不怕我身上的伤吗？我是大夫，这些看多了。不过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有这么多伤疤的人，还好你脸上没有。说完，林云熙就擦拭好了。先穿里衣，再穿中衣。你真的没有穿过这些衣服？还真没有，这看着有点复杂。话音刚落，林云熙动作轻柔地拿起里衣为慕容浩套上，他靠得很近，慕容浩闻到了他身上有淡淡的兰花香和体香，一阵暖流流淌在全身。丫头，你知不知道你这样靠近一个未婚男子是多么危险的事情？我自己穿中衣和裤子吧，你回避一下。那你自己来吧，小心伤口啊。慕容浩刚刚穿好衣服，看着他又打来了一盆温水，刚刚好不容易才松弛下去的身体又开始紧张起来。不是洗完了吗？还干什么？我看你胡子长了，帮你刮一下。慕容浩真的是一脸懵，女人在认认真真的给他刮着胡须，柔软的指尖触碰到自己的脸上，他就觉得自己全身一阵酥麻，像电光划过自己的身体。慕容浩突然就感觉到身体一僵，定定的看着女人，不敢动弹。怎么碰到什么地方了？疼啊？不是，就是脸上痒痒的。刮胡子都会痒的，忍耐一会儿就好。女人，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真是撩人高手，就不怕我兽性大发？好啦，这样就帅多了嘛。这个就送给你了，等你手可以动了，就自己弄吧。终于弄完了，真是累死我这个大夫了。可算轮到我沐浴了。林云熙松了一口气，回到了浴房。真舒服啊！穿越过来的这2天，每天被各种事情安排的满满的，现在能安心泡个热水澡，真是太爽了。洗完澡，来到主屋，慕容浩抬头看到了林云熙，柔情似水的眼睛看着林云熙的目光中满满的都是深情。我穿这身是不是很奇怪？好看，很适合你。和这女人睡一个屋，真会把自己折磨死。那就好，要慢慢适应才行。刚刚忘了给你上药了，现在咱们来上药吧。上完药你先睡。能不能不上了？我累了。不上药，伤口很容易感染的，晚上会发热的。听话，一会儿就好。好吧，没得商量，只能忍着。这女人是上天派来折磨我的吧？上个药也那么撩人。慕容浩看着一脸淡定的林云熙，藏在心里的野兽就要爆发，他的呼吸越来越凌乱。伤好了吗？我累了。还有腹部的，我很快。腹部我自己来吧，你回避一下。这男人咋了？还抢药，这么突然？晚上睡觉不穿外衣的，只穿中衣就行。好，我刚才只是试试合不合身，一会儿睡觉就退去了。你快撒药吧，累了就先睡。我想到院子里走走消消食，我不习惯睡那么早。林云熙一个人走出了主屋，来到了院子外。慕容浩看着他走远，这才松了一口气。上完了药，慕容浩躺在床上，想着今晚和他的点点滴滴，满脸的笑意，然后就怎么都睡不着了。没过多久，林云熙回来了，他急忙假装闭上了眼睛。还好没发热了，快好起来，好起来就不会那么痛了。
慕容浩听到他这关心自己的话，嘴角微微扬起来。一夜好眠，清晨，慕容浩醒来，看着对面女人睡眼朦胧的脸，他笑了笑。每日早上醒来都能看到她迷人的脸，真是一桩美事。这时，林云熙也慢慢的睁开了眼睛。嗨，早上好啊，来我看看还有没有发热。昨晚没有发热，今早也没有，看来消炎的效果不错。这2日可以慢慢的下来睡着走走了。起来吧，我帮你洗漱一下。你这头发发质也太好了吧，也不知道是用什么东西护理的。来，我帮你束发。这束发也太难了吧，怎么弄得那么整齐不松垮的？就披着吧，我也不出去。啊，那怎么行？披着肯定会热死的，这么热的天。一会儿王大山来了，我叫他教教我，我就不信我学不会。大当家走，我们来了。吃过早饭没有啊？我刚刚做好。吃过才来的。大当家您和您夫君先吃，我们在外面等着。他不是我夫君，是我的病人，不要乱叫。大当家真会说笑，一个屋里睡的人不是夫妻，大当家是害羞了。和你怎么这么难沟通呢？我说不是就不是。好，大当家说不是就不是。来，把这红薯给分了吧，我怕你们没有吃早饭，就做了一些你们的。红薯？你们没有吃过红薯？他们的表情这么茫然，难道这里没有红薯？大当家，这红薯怎么吃啊？我来尝尝。哇，这红薯好甜，味道好极了。林云熙看他没有剥皮，笑了笑，拿出一个做示范。像这样，把红色的皮剥了，里面黄色的部分就可以吃了。原来是这样啊！王大山学得很快，一下就吃完了一个。我再来一个，大伙儿来试试。慕容浩也拿了一个，学着林云熙的样子剥了剥皮，尝了一口。这味道真是绝了！红薯肉质软糯无比，香甜的口感，吃完很有饱腹感。而且这红薯直接蒸就能食用，还能带着走，适合行军打仗使用。如果能在我的军营里广泛推广，真是不错的食材。这红薯还能怎么吃？它的产量如何？这红薯啊，吃的方法可多了，蒸着吃最简单，还可以烤、炸，做各种糕点、制糖、酿酒等等，应用很广。而且啊，这个红薯的产量非常高，大概是稻米亩产的10倍。有了它，能养活很多人。你可知它亩产多少？我得换算一下。你们这里的亩产单位是担是吧？你们家乡亩产不用担不用，让我先算一下。红薯亩产大概是1亩30到60担左右。这个呢，主要是受土质、气候等条件而影响的。而且红薯1年内可以种2季，非常好种植。你有红薯的种子？你们吃的就是它的种子啊。都煮了，还有吗？有，还有半袋。你会种吗？这红薯很好种植的，你想种？现在很多百姓都吃不饱饭，如果有这么高产量的粮食，百姓就能吃饱肚子了。看来他是真的忧国忧民，不错不错。行，种子我帮你存着，可以先在青山寨试种。如果没有问题的话，你可以跟我买粮食，可好？好的，一言为定。这个红薯不能告诉其他人，记得保护好种子。这可是利国利民的好种子呀！为了林云熙不被人盯上，他郑重地提醒林云熙：我做事你放心。王大山，你今日束发很好看。大当家今日怎么关心属下的头发来了？这不是我不太会束发吗？他有伤在身，昨天帮他洗了头，我现在束不回去了。要不你一边帮他束好，一边教教我？大当家你是女人，竟然不会束发，很奇怪吗？会赚钱就行了。一句话，教还是不教？大当家想学，那是必须教啊！看好了，哇，王大山，你可以啊，这么快就弄好了，还那么整齐。大当家，我们这所有男子都会束发的，女人更厉害，能束各种漂漂亮亮的发髻呢。不过大当家，自从认识你，就没看到你梳过什么发髻，就那么绑着头发，也太简单了吧？会不会聊天啊？不会梳头又死不了，我的脸好看就行了。哼，气死老娘了。也对，大当家国色天香的脸，怎么弄头发都很配你的脸。你这话我倒是爱听。和女人说话呢，就要挑好听的说，以后才能找到媳妇儿，知道了吗？不过我除外，别把我当女人，我是你的大当家。好，都听大当家的。大当家，要不要我帮你梳个发髻？我以前看我娘和我姐梳过的，也很简单。滚！王大山也不知道这句话哪里冒犯了二位，一阵风似的就跑出了主屋，两人彼此看了看，微微笑了起来。好啦，我今天上午呢再带些兄弟去打一次野猪，你呢就好好的在屋里休息，中午我回来给你上药和喂解毒丹，给你做饭。我能不能一起去？你的伤口不痛了吗？只是一点点，我想出去走走。那也行，我扶着你多走走也好，对伤口恢复有帮助的。
快看，大当家又给大伙打来了好多野猪，我们又有肉吃了。自从大当家来了我们山寨之后，我们就没有饿肚子。昨日的肉特好吃。是啊，大当家给我们带来了好日子，我要支持大当家。大家窃窃私语，都是说大当家的好。林云熙自然也是听到了，刚好都没有见过大家，今日就当是第一次正式见面。大家好，我是新一任的当家，我叫林云熙，和很多兄弟呢都是第一次见面，今日就和大家相互了解一下，顺便把我能带给大家的好处和大家通报一下。大家也都看到了，今日呢我们一共打了40头野猪，以后大伙就都会有肉吃了。而咱们今日的40头不能全部吃完，咱们要留下来一些圈养起来，这样呢以后才会有更多的肉吃。我现在先宣布一下我们即将要做的赚钱项目：1制冰，2养猪，3做家具，4烧菜，5做调味料，6烧砖，7种庄稼，8种茶炒茶，9洗涤用品。大家可以看看自己能够做什么，或者喜欢做什么。等我说完之后呢，到王大山这边登记。好了，以上这些呢，就是我给大家的见面礼。我还会做出很多东西，只是现在目前精力有限，就先做这9项成本比较低的，能够快速产出收益的项目。这些项目呢，我希望大家能够保密。如果一旦外泄到外面，我杀无赦。还有，我昨晚呢逛了一下寨里，也听到了很多不服我的声音。那些不服的人，我可以给你2个月的时间，你可以待在寨子里看大家致富。若是2个月后你改变主意了，那可以留下；若是还没有改变主意，还是觉得不服气我的，我会不择手段的赶你出青山寨。最后，就这些呢，我都会分工到个人，我会挑选出9个组长，负责每个项目的执行。每天你干了多少活，我们都会有记录在案。每天的工钱呢，目前是10文，后期做起来了会加工钱。发工钱的日子我定在每个月的首日，比如说呢，这个月的首日发上个月的工钱。好了，我的话呢都说完了，如果有问题的可以找组长问。还有，我不会经常在寨里常驻，王大山还是我们寨里的执行人，他只听命于我，大家有事找他就可以了。林云熙说完，就扶着满是敬佩的慕容浩走了，身后传来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我是多幸运，上天才给了我这样一份缘分，他救了我，还给我如此多的震惊。这女人不是一般人。丫头，你是什么人，懂那么多？我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仙女啊，要不你就叫我仙女吧，是不是很像仙女啊？在外面那么严肃，在我面前就开始没个正形。你又不是我的属下，干嘛要严肃？好了，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呢。说来听听。你们这儿冰块是怎么定价的？可有什么好的建议？我现在连市场都没有去过，自己定价怕不合理。目前市场上1尺见宽的冰块大概在30文钱左右，你可以根据市场价定。我的建议是，你大批量的供货给冰块商，可以比这个价格稍微低一些。当然，你也可以和冰块商们谈，毕竟这冰块没有人织得出来，越往后冰块商们的存货会越来越少，你后期可以随时涨价。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不涨价。我真是捡到宝了，这男人在关键时刻总能助我一臂之力。这制冰的方法还真没有什么成本，原料都是免费的，只需要一些人工成本而已。而且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养活这山寨里的300多号人，开个好头。大当家，你不知道你的那些话把寨里的所有人都惊呆了。现在大家都说你是活神仙，是给他们带来福报的好人。还没开始赚钱就那么说我了，我会得意的哦。那是必须的，大家现在都在那里激动呢，还都在讨论要去哪个组。他们有心就行。现在你要先把冰块的事情和张掌柜交接好，回来后我们再来研究如何寻找组长的人选。好的，我听大当家的。大山，你能测算一下一天能做出几块1尺见方的冰块？回大当家的话，我们昨日试过了，1个时辰大概能做20块，一天如果辛苦一些，做到7、8个时辰的话，一天大概能做140到160块。很好，用心了，值得肯定。那你现在先和张掌柜报1日140块，价格呢就先报20文一块。他们实在要谈价格，那最低的底价是80文。记得回来的时候把交易书契带回来，签书契的时候呢，要每个字都看好。如果能看懂，你签字就可以了；要是看不懂，拿回来我看了再签。这几日要先看看他们能拿多少量，如果量大，你多找兄弟们制冰。找人之前呢，记得签好保密协议，拿给我保存。是，大当家，那我先去镇上了。还有何吩咐的？你去的枫京镇可有卖书的书铺？我想买书。有的，我好像见过有2家呢。帮我找找有没有东胜国律法方面的书啊，还有其他国家的律法也可以。再有就是看看有没有东胜国的舆图买1张，然后呢再买些经商务农的书籍，还有最近流行的画本子。你要什么书吗？找几本兵书吧。黄大山，你手上的那5两银子够不够？如果不够的话，可以少买我的几本，给我的病人带几本兵书，等后期我分红了，我再还给寨里。大当家，够的，5两银子很多了，属下马上去办。多谢，辛苦了，快去快回。大当家哪里话，有活干才不辛苦呢。这么一转眼，王大山就不见了踪影。女人要的书，不是律法就是经商务农的，不像京城里的女子喜欢的琴棋书画和画本子，她的喜好还真是独特。来，我帮你上药，等一下要吃解毒丹了。今日呢，就是最后一次解毒了，明日你体内的毒就算是解完了，开心吗？
多谢。跟我还这么客气，不像你哦。说完，他瞬间就扒开慕容浩的中衣，轻轻的给他上药。你扒人的衣服都这么快的吗？我可没有这爱好，不快点你一下又脸红，好像我做了什么坏事一样。快点结束，快点解脱嘛。林云熙说完后就跑到厨房打水去了，留下慕容浩坐在床上满头黑线。过了一会儿，林云熙一手拿着水杯，一手拿着解毒丹就来到了床边。那快吃吧，早餐才过没多久，现在可以吃了。吃完你就躺着休息一下，我需要把各组的计划整理一下，还有好多事情要做呢。喂完他之后，林云熙开始拿出自己的纸和笔，在桌子上开始写画画起来。慕容浩看着他手中的东西，就知道林云熙不属于这个世界。可是他到底是哪里的人呢？这个疑问一直都在他的心中飘荡着。枫京镇上5味楼，要不这书契我拿回去给我们大当家看看，签好后交货的那日，我再把书契带过来。可以的，这没有问题，一言为定。那现在带你去看看我们交易的地方可好？这样后日辰时我们好交易。好的，那徐掌柜带路。王大山收好了书契，一路随着徐掌柜走出了5味楼。徐掌柜带着王大山3人来到了一间村舍前，看好了地方，双方都很满意。道别后，王大山就又回到了枫京镇。他不知道的是，他的身后多了一个跟踪者。王大山来到枫京镇的一个书铺里头。掌柜，这些书都有吗？掌柜的看了看王大山的小字条，哎，都有。有什么特别的需求吗？没有就帮你打包了。就拿时下卖的最好的吧，我也不会挑，就拿你这最好卖的。哎，好嘞，你买那么多啊，我多送你一本吧，就当是见面礼。那都包好了。多少钱？400文。事情办妥了。哎，回大当家的话办妥了，就是我带回了书契，第一次不太敢签，还需要大当家过目。大当家这次教我一下，下次我就会了，就不劳烦大当家了。孺子可教，这才是2当家该有的样子嘛。来，一起看看。林云熙打开了书契，仔仔细细的看了一遍。这徐掌柜真是明白的生意人，书契写的如此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来，我教你啊，很简单的，你看这空格里呢是交易的时间，这里是地点，这是每天的数量，这是每块的价格，这是每天的应收金额，这个呢是咱们的交易时间段，就先填这个下填吧，后面是补充协议，如果量大的话可以加量。慕容浩感叹，这女人可真是个当家的好手。多谢大当家的再造之恩，我王大山不会忘记大当家的恩情。大山，之前不是说不要跪来跪去的吗？快起来，这都不算什么的。我既然当了大当家，就不会让大家饿死，这只是刚刚开始，好日子还在后头呢。男儿膝下有黄金，以后不要随便跪人，都好好的。帅哥，你帮我劝劝他吧，我最受不了这些礼节了。他是该感谢你的，你为他们做的值得他一拜啊。那就跪这一次啊！快起来，快起来！我要的书买回来了吗？回大当家买回来了，放在院子的石桌上了。多谢，你也累了一天了，回去用晚膳吧。明日我们再讨论选组长的事情。那我先退下了。王大山走了之后，林云熙拿着沉甸甸的一堆书回到了主屋。我先去沐浴，你今日要沐浴吗？听到沐浴这2个字，慕容浩心头一颤，他可不想再被这女人撩拨了。今日有冰块，不热，要不明天再沐浴。行，那我先去沐浴了。这些呢是你的兵书，给你，不然你呆坐着也怪无聊的。多谢。林云熙把书递过去之后，就走到了浴房，没过多久就回来了。既然来到这个世界，先了解这个世界也不错。于是他随手拿起一本《东胜国律法》开始翻阅。慕容浩一边看着自己的兵书，一边不自觉的就观察身边的他。林云熙看书的速度很快，他才看了1页，林云熙几乎就能看到3到4页了。不一会儿的功夫，一本书就看完了。你刚刚看的那本书看完了？看完了，现在看下一本。能看懂？他这是什么问题啊？莫非他以为我是小孩子啊？只是翻书没有读？当然可以啊，我又不是小孩。看着林云熙又拿了一本，是一本画本子。林云熙看这画本子的速度，比起上一本律法要更快一些，刷的一下就又看完了。慕容浩突然觉得这女人不是在看书，她是在翻书吧？于是他就看向了林云熙手中的书。你手上的是什么书？好像是不能让人看的小画本。说来好笑，你们这里这种书不应该是禁书吗？王大山竟然能买到，真不错。这种书你还看？这有什么的？提前了解必要的知识，以后成亲可以用得上啊。你不觉得脸红吗？这有什么？没有这事儿，人类就无法繁衍后代，这很正常啊。你们男人不是最爱看这种书吗？你在男人面前看这种书，不觉得害臊？喂，我可是大夫，什么没看过？这是医学，不要大惊小怪的。再说了，能和自己所爱之人做那样的事情，可是天底下最美好的事情。慕容浩内心有一团火在翻滚，也不知这火是哪儿来的。他继续逼问林云熙：“你做过什么做过？没有，想什么呢？我还是处子呢。”处子，这个词儿也可以这么顺口的说出？不是你问我做没做过吗？我的回答是我没有做过啊，现在只是很好奇，也需要学习，可以了吧？哎呀，不过这画啊，画的不够细致，如果是我来画，这书肯定能大卖。
对啊，这生意也不错啊。这女人知不知道和一个男人一起看这种书有多羞耻？难道你做过啊？我听说你们这里的男人特别像一些皇亲贵胄的男子，才10几岁就有通房丫头了。如果是皇子呢，还会有教习姑姑教这方面的知识，是不是真的？你是不是也？真想把他的脑袋拧开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结构？人家看着小画本都是躲躲藏藏的，他的好看了还跟人讨论一样，脸还一点都不红呢。这真是除责。不知为何，慕容浩很想和林云熙解释他没有碰过女人，于是他就老老实实的说道：我没有做过，你一个姑娘家不要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男人不都是爱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吗？听到他这话，慕容浩再也无法淡定了，一把拉住女人的手，将她抱在了自己的怀里。林云熙，你这些都是在哪儿学的？跟谁学的？你怎么知道男人都喜欢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不老实交代，今晚我要你好看。这不是全世界都知道的真理吗？男人就好这口啊，还用到哪里去实验吗？帅哥啊，你的伤好啊，抱我那么紧，那看来以后可以自己吃饭了，不用我喂了哦。回答我刚刚的问题，不要逃避。喂，我好歹也是学医的，你是什么情况啊？男人都喜欢这一口啊，难道你不喜欢？这可是真理，这都要问，我去跟谁学？我还是处子，能跟谁学？恋爱都没有谈过，想恋爱也没有时间啊，天天看书学习很累的。其实啊，我读书时也很羡慕别的女生有人牵手，有人抱抱，有人亲吻，那多幸福啊！现在真是后悔，当时自己为什么不找一个对象，轰轰烈烈的爱一次，现在直接就来到了这儿，看来是要孤独终老了。原来这女人没有和人相好过，她也期待有人爱她疼她。抱紧她的手放松了力道，林云熙见她双手松开，赶忙就逃出她的怀抱。以后这书不能再看了，怕你学坏，我没收了。莫名其妙，就知道你自己想看，害羞了吧？想偷偷的看？哼，反正里面的内容我全都记在我的脑子里了，想看的时候就梦里看。嘿，你才翻了1遍就记下了，鬼才信。反正也没事干，就让他看看我的本领也不错。不信你就考考我，第几页第几幅图叫什么，我都能背下来。嘿，这慕容浩还不信，拿着书问了几个问题，结果女人都答对了。刚刚的律法书你也可以背。大哥，我可是过目不忘，要不你试试？慕容浩抽取了里面不同页码的不同律法，大概抽了有30多条，林云熙都是对答如流。你真能过目不忘？骗你是小狗，是不是很惊奇啊？不是惊奇，我是被你吓到了。真有过目不忘的人？有啊，就是仙女我啊。要知道我那李博士哥们儿，他最羡慕我有这项本事，他那么厉害，但是呢也没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你说的这个李博士很厉害？那是当然了，我们家乡那里有近200多个国家，他在某个领域是国际顶尖级别的，目前为止没有人能够超越他，特别是运算和逻辑思维方面。200多个国家，你说的是真的？是真的，可惜呢，现在我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就先在这儿发家致富吧，找到路再回家。怎么样？连顶级天才都羡慕我过目不忘的本事，厉害吧？不过其实我倒觉得这没有什么用，就是看书比别人快一些，学的东西多一些而已。这可是过目不忘的本领啊，怎么会说没用呢？这技能我可是第一次见，多少人都想拥有的本事，怎么会没有用？林云熙想了想，似乎想到了什么，他又开心起来。或者在你们这里会有用，比如说呢，你本来要偷什么武功秘籍，那现在就不用偷了，带上我过目不忘，我可以给你默写出来。又或者呢，你要偷人家账本之类的，也可以带上我，也可以全部默写出来。这样的话，又不会打草惊蛇，又能得到你想要的。以后呀，要是有这样的大生意，千万不要忘记告诉我，我出力，你出钱啊！嘿嘿，你真是掉入钱眼里了，脑子里一天什么乱七八糟的。这过目不忘的本事可不能告诉别人，我怕有人会害你。好，我告诉你了，你不会害我吧？他这是在试探我，真是一个机灵鬼，可我怎么会害他呢？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怎么会想害你？就谢你一次，累了吗？你想睡了没？你累了就先睡吧，我还想看看我的兵书。好吧。我今天啊感觉特别累，就先睡了，你也别太晚了。说完，林云熙倒头就睡着了。慕容浩看着睡着的丫头，不知怎么这心里甜滋滋的。这丫头有趣，会照顾人，还一身的本事，和自己还有说不完的话。一直想孤身一人的慕容浩，现在看到身边这人，他突然就有了要成家的想法。慕容浩低下头，偷偷在林云熙光洁的额头上留下了深情的一吻。慕容浩就这么含情脉脉地盯着林云熙的脸，闻着她身上的兰花香，一夜好眠。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上，还是慕容浩先醒过来，看了看身旁的林云熙，他突然发现林云熙的脸色似乎有些苍白，鼻尖袭来一阵鲜血的味道。慕容浩赶紧坐起身，摇了摇沉睡中的林云熙，让不让人好好睡觉啊？滚一边去，我要睡觉。丫头，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哪里受伤了？我闻到了血腥味。你给我睡好觉，我哪儿都舒服了。你起来给我看看。他猛地坐起来，然后就感觉到有一股暖流从双腿中流过。完蛋了，大姨妈来了，难怪这2天这么累啊。我又闻到血腥味了，你让我看看哪里受伤了。
那个我要不你先闭上眼睛，我去一下宫房。闭上了，你去吧，我才不会那么傻，叫我不看就不看。结果慕容浩一睁开眼，就发现林云熙的裤子和床上全都是血。这是他的月事来了。没过多久，林云熙换好了衣服出来了。要不你先下床吧，我把床单换一下。会不会很痛啊？我倒是不痛，就是有点难受，没事，过几天就好了。还要几天？一般5天左右吧。你一个男人别问那么多了，很尴尬的好吗？慕容浩慢慢的下了床，突然双手环抱，紧紧的抱住了他。我这是怎么了？为什么心跳得如此之快？喂，你抱那么紧，我都快呼吸不了了，你快放开我！让我抱抱你，就一下。你这又抽什么风啊？女人来月事很正常啊。我第一次见，我不想你难受。好吧，你要是想抱呢，就抱一下，但是能不能松一点啊？有没有什么方法让她不难受？我月事的时候一般比较怕冷，肚子冷冷的。我们家乡的女子一般来月事会喝红糖姜汤，这样会好受一些。然后就是不要那么劳累就好了。好，我为你煮一碗。你会煮？只需要红糖和姜吗？就是这2样。我的意思是，你会做这些吗？我经常行军打仗，不做这些不饿死吗？也对，果然啊，人不可貌相。肚子觉得冷吗？我帮你揉揉。你又不怕男女授受不亲了？我都被你看光了，就帮你揉肚子，你比我赚。不用，抱着就很舒服了，你很暖，暖和就好。这时候，王大山又一阵风似的跑进了主屋。大当家，我什么都没看到，你们怎么都不关门的？再说了，一个晚上折腾还不够啊，大清早还要抱着，果然是幸福的夫妻，怪让人羡慕的。王大山，你今日怎么那么早？以后来我这先敲门啊，下次记得了。不过你们够亲密的，我都碰到几次了。你要不要那么直白啊？我们都没有吃早饭，要不你半个时辰后再来啊？大当家，我不耽误你们的好事，我就和你汇报一下，我等一下带兄弟们去交货，我们的冰块都装好了，准备运去。晌午过后，我再来找你商量族长的事宜。我来的时候一定敲门。我先走了。看王大山走远，慕容浩又一手拉住林云熙，把他拥入怀中。刚刚还没有暖够，再暖暖。林云熙就这么让他抱着，他突然好喜欢慕容浩的怀抱，就想这么一直抱着，让他给自己暖着肚子。林云熙的心跳越来越快，为了避免对方看出他不安分的心，他强装镇定，找起了话题。你真是第一次见到女子来月事？你没有母亲和姐妹？我很多姐妹，但我又不曾和她们同床共枕过，你是第一人。林云熙这个时候已经知道自己是动情了，可是他想知道慕容浩的想法，于是试探着说道：为什么那么关心我？因为你救了我。原来他是为了报恩啊，就因为这个。拥抱着林云熙，慕容浩这心跳老是漏跳一拍。慕容浩知道自己喜欢上了对方，他想知道林云熙的想法，也试探着说道：你还想因为什么？这天是聊不下去了，我要做早饭去了，饿了。说完他就推开人，走出了主屋，留下慕容浩在原地凌乱。我说错什么了吗？莫名其妙的。不过慕容浩可是记得要给他煮红糖姜汤的承诺，林云熙莫名其妙的生气，他可不敢去厨房惹，于是跑到寨里统一的厨房找厨子要材料去了。难道在等我？怎么站在院门啊？吃过早饭了吗？你跑哪里去了？等你一起吃早饭。这是我到下面的厨房给你熬的红糖姜汤，你趁热喝了。你熬的？怎么跑下面去了？你的伤没事了吧？你刚刚不是生气了吗？不敢惹你，就跑到下面去了，伤口还有点疼，但是已无大碍了。你哪只眼睛看到我生气了？快进屋吃早餐吧。进屋趁热喝，看合不合适。林云熙端起红糖姜汤喝了一口，还别说，这味道还真不错。就是这个味道，喝下去啊，肚子暖暖的，很舒服。谢谢。喜欢就再喝一碗。今日哪儿都不能去，好好在屋里躺着。哪有那么娇气啊？就是肚子流血而已。今日都听我的。怎么办？我好像真的喜欢上他了，一看到他，心跳就会加速。好，我躺着看书。这个可以。阳光透过屋顶的缝隙洒落在屋子里头，这应该就是夫妻间简简单单、平平淡淡的生活吧。真希望这样的生活能一直延续下去。晌午，正值一天最热的时候，林云熙和慕容浩刚躺下不久。大当家睡醒了吗？什么事？我们带回了第一笔寨里的收入，想和大当家一起高兴高兴。你们先下去，今日你们大当家不舒服，让他再睡1个时辰。哦，好的，那我们一会儿再来。林云熙此时已经被吵醒，但是感觉身体却是疲累无比。看你脸色不太好，再睡一会儿吧。肚子有点难受。我给你揉揉。好，得到了林云熙的同意，他缓缓而小心翼翼地从身后抱住了柔软的他。
用温暖的大掌轻柔地为他揉着小腹，感受到他暖暖的大手和身体的靠近，林云熙本就白皙的面颊瞬间就染上了红晕。慕容浩的怀里真的是好暖呀，他此刻只想沉睡其中。困意袭来，不一会儿他就又睡了过去。大概就这么过了1个时辰，王大山带着寨里的9个兄弟过来了。他听到外面的动静，林云熙也醒了过来，感受到慕容浩从后背抱着他，大手还帮着他暖着肚子，这心里暖洋洋的，转过身温柔地看着他。你都没睡啊，累吗？不累，你舒服点了吗？睡了一觉好多了，特别是有你的大手暖着，现在满血复活了，多谢。你这丫头也会客气。在你的印象里，我有那么不要脸吗？很不要脸。大当家醒了吗？刚刚当家夫君叫我1个时辰后过来，现在我带了9个弟兄一起过来了。马上来。回去吧，你坐床上。没有那么夸张，我睡了一觉，现在好多了。慕容浩霸道地按住他，便自己起身去开门。进来吧，不要这样看来看去的。刚刚当家夫君说大当家不舒服，可要找大夫看看。没事儿，我就是大夫。先说说今天冰块交易的事情吧。今天一早我们就把冰块送到了交易地点，徐掌柜当场就结了我们2800文，我都入账了。今天交易很顺利，徐掌柜还问能不能多给他供货。你没有说这冰是制作出来的吧？当然没有，我说我们当家冬天存了很多，量够大。行，会办事儿。那就按照徐掌柜的要求，给他要的量，你安排人手就行。记得把保密协议给我保管。是，大当家。王大山，今日第1次交易完成的不错，也算咱们寨子里第1次有收入了。你今晚呢，可以给弟兄们多杀头猪加菜，他们也挺辛苦的。好，我会去安排的。我要找的9位族长都找来了，都找出来了。我想大当家要的人以后能独当一面，我都找了能认些字和武功好的，而且都是跟了我多年的弟兄，他们的话大当家可以信得过。果然是老当家选出来的人。王大山，你果然是粗中有细，办事效率不错。嘿嘿，难得大当家夸奖，小的以后会更努力。既然是你选的，我就信你。我疑人不用，用人不疑，那就让我见见吧。大家好，我是大家的当家，都见过我的吧？现在呢，你们就从第1组开始排，这样呢我好记住大家。先来个自我介绍。我第1组组长周阳，我是第2组组长赵宇，我是3组组长孔季，我第4组组长朱武，我第5组组长野马，我第6组组长云芳，我第7组组长彭东，我第8组组长王正，我第9组组长王二虎。很不错。今日呢就算是认识了，大家的名字我都已经记住了。明日开始，除了第1组之外，你们其余的组长都要跟着我学习你们应该学的东西。每日就来2组吧，我1日教2个人。王大山，你也得跟着，以后呢你就是总管。是，听大家的。好了。周阳、赵宇、孔季、朱武、野马、云芳、彭东、王正、王二虎，你们都先下去吧，我还有事情找王大山。大当家，他们的名字你都记下了，我还说要拿笔给你写下来呢。这很难吗？我连制冰都会，记这10个人的名字，那还不是小意思的事儿。也是，大当家果然厉害。看着9个兄弟都出了院门，林云熙看着王大山，大山，你一个人管9个组，我怕你忙不过来，要不要给你分出1个人来管？我的意思是，你管5个组，再让1个人管4个组，你就不会那么辛苦了。大当家，我不怕吃苦的，就怕挨饿。我是被饿怕了，我先管着，实在管不过来了，你再分也不迟，可以吗？可以，你也留意一下能独当一面的人。咱们现在刚发展，后期用人的时候多着呢，记得一定要多留意能用之人。好的，多谢大当家的信任。冰块1组的周阳能独当一面吗？我想明天让他带组员去交易冰块，你留下和我学习一些东西，还有各组的人员数量也要你来核对。大当家放心，周阳是这9组里面能力最强的一位，今天我也带他去交易了，他都会的。明天我让他去。行，你说可以就可以，那你也先下去吧。今天再去制冰室看看，把事情交代完，你也歇息一下。这几天真是辛苦你了。多谢大当家关心属下，这是属下应该做的。今天晚上想吃什么？我给你做。今天他来月事，慕容浩不想让他去厨房操劳，于是就反问：丫头，今晚你想吃什么？我呀，我突然很想吃鱼。我们去下面的厨房问问有没有鱼。王大山他们那么忙，这几天都吃野猪肉，没有时间去打鱼的。我知道我们之前住的屋子后面有条小河，那里肯定有鱼，要不我们去那边看看？那我们走吧。还是算了吧，我怕那边不安全，还是吃野猪肉吧，没关系的。走吧，我们带上你的毒针盒。王大山他们不是进进出出山寨吗？没事。说完，慕容浩拉着林云熙的手走出了主屋。2人虽然都没有表明心意，但是似乎都在默认着什么，空气中弥漫着说不出道不明的情愫。2人互相扶着，一路走到了小河边，在河边看了一下风景。出来吧，不用躲了。
于是便看到那黑衣人一个飞身跪在了二人的面前。天一拜见主子。我的信你没有看懂，丫头，你先到那边歇息一下，我和他说说话。他是自己人。那我先过去。看着他走远了，慕容浩这才冷冷地说道：“你怎么找来的？”回主子，属下找了张掌柜，属下实在担心主子的安危。刚刚还看到主子你受伤了，已无大碍。还有人知道本王在这里吗？没有，就属下一人。外面一切可好？一切都好。王府有王管家和苏姑娘打理着，王府一切安好。军营里有荣副将管理着，每日都在练兵。苏姑娘打理王府，哪位苏姑娘？本王怎不知？就是之前已是苏副将的妹妹苏西西姑娘。主子不是为了报答苏副将，答应为他妹妹择一门好亲事吗？目前养在府里。本王倒是忘了还有这回事，回去再说。那父皇和母妃可在找本王？回主子，据属下所查，皇上没有派人来查，但是荣贵妃有派暗卫千城一直在查。叫张掌柜守好他那张嘴，如果再有第二人发现本王在这里，他提头来见。是，属下一会儿马上去找张掌柜。还有你在这里看到的人和事，也不能透露半分，这些都是本王要保的人。主子，那些山匪也是，你只要听命就行。什么时候那么多问题？是，属下知错。本王1个月后会回去，1个月后你带着天字号暗卫来接本王，带上黄金15000两，这个扳指你拿去给王管家，他会给你。15000两黄金？怎么，你家主子不值这么多？属下都是，属下该死。是他救了本王，应该回报。丫头，地上凉，快起来。知道了，你先忙你的吧，我自己打鱼，你不用管我的。这是我之前认识的八殿下吗？主子什么时候那么关心一个女人了？从前别的女人想靠近他身旁都难，和人说话只会是。现在大夏天的，他和那个女人说地上凉。出于好奇，天一又偷偷地瞥了一眼远处的姑娘，这确实是美若天仙。有些人不是你能乱看的，小心自己的眼睛。属下知错，属下只是为主子高兴，还要小心你这张嘴。主子终于在男女之事上开窍了，真替他开心。其他适龄的皇子们都有了自己的王妃，只有主子一直孤身一人。而今他终于有了上心的人，今日挨骂也值了。就是主子也太霸道了吧，我就是看一眼也不行吗？我们暗卫都是下人，又不会干出什么事情。看来主子对那姑娘用情很深啊。是，属下知错了。1个月后来接本王，把府里最好的2匹马送过来，再去荣副将产业下的秀云庄找云姨娘，用上等蚕丝做10套裙衫给那丫头，款式和颜色由云姨娘定。至于珠钗，也不知道她喜欢什么样子的，本王回去再为她选吧。是，属下这就去办。下去吧。再说一遍，不要告诉任何人本王在这儿。是，属下告退，主子保重。天一刚走，慕容浩就来到林云熙的身旁。你还会打鱼？那是当然啊，我从小呢就很喜欢吃鱼，以前要是有机会出去玩，我都喜欢网鱼、钓鱼，有的时候还和我弟弟坐船出海打鱼，可好玩了呢。你有弟弟？算是和他相依为命吧。当然了，还有我奶奶就是你们这里祖母。其实我已经没有父母了，我父母在我10岁的时候，他们一起外出办事，有了意外，双双离开了我和弟弟。后来呢，是爷爷和奶奶抚养我和弟弟长大的。再后来，爷爷生病去世之后，就剩下祖母一个人抚养我和弟弟长大。现在算来，我只有2个亲人了，那就是我祖母和弟弟。这次出来不知道为什么就来到了这儿，现在又找不到回家的路，我有点想他们了。你说找不到路，怎么解释？其实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解释，我得好好想想其中问题的关键所在，才能知道。如果以后时机成熟了，我再告诉你。你为什么不问我刚刚那个黑衣人的事？成年人都有自己的秘密，你想告诉我的话，你自然会说；如果不想告诉我，我问了也得不到答案，不是吗？等了一会儿，林云熙看时间差不多了，拉起了渔网。果然，渔网里网住了很多大大小小的鱼。他把小一些的丢下了河里，只留了些大的。怎么小一些的都不要啊？反正也吃不完，小的呢可以放在河里养大些，到时候会更好吃。咱们吃大的嘛。我来吧，你今天也累了。你的伤无妨，我好的差不多了。那就多谢啦，咱们就吃3条吧，其余的都给王大山他们。你对你的属下倒是很好。当然啦，我可护短了，既然跟了我，我就要守护好他们。再说了，我对你这个病人也不错吧，天天都给你做好吃的。今天晚上呢，给你做全鱼宴。来，今日就多吃菜少吃饭，多吃鱼对你的伤口愈合好，快尝尝我的手艺。慕容浩拿起碗筷尝了尝，他真切地感受到这鱼宴的美味，每一道都有自己独特的味道。这菜如果能在东胜国发扬光大，应该也是一门生意。你是做菜的手艺，在我们东胜国可以说是没有的，这些菜可以赚钱的，是吧？我的第4组烧菜组，我就准备教他们做炒菜。你要开酒楼？才不能，开酒楼要租房子，还要请掌柜的，还有小二，多费钱啊！我只卖我炒菜的配方给当地的酒楼，这样顺便把我第5组的调料也打包卖给酒楼，那这样我可就很省事儿了，天天在家睡觉收钱就行。终于知道他的第4组和第5组的用意了，果然是个经商的好手。我刚刚在厨房看到透明的调料瓶子，那些是琉璃吗？你说的是玻璃瓶吧？不错，它和琉璃呢基本上是同一种材质烧制而成的，不过烧制工艺上有些区别。你们这里没有玻璃？我们这儿叫琉璃，琉璃现在可是价值连城的东西。价值连城？有没有那么夸张？当然，拥有琉璃的都是皇亲贵胄或者4大世家的人，价格极其高啊。
哇，那我不是发达了？这烧制琉璃的材料和方法都很简单。你真会烧制琉璃？哼，你好像知道了我的很多秘密啊！我是不是应该把你给灭了？你舍得？他当然舍不得，和慕容浩在一起有一种莫名的幸福感，他的命先留下。要不咱们合作？这个可是大事，容我先好好想想。琉璃目前只能从南边的南岭国通过商船进口，据说有一个叫波斯国的地方，他们才会烧制琉璃。波斯国在哪里，目前无人知晓。由于每年进口的数量极少，所以价格极高。我们大陆四国都想知道如何烧制琉璃，可惜一直没有人知道其方法。你知晓烧制的方法，也不要声张，会有危险的，知道吗？算了，这个还是以后时机成熟了我再找你合作吧，我可不想掉脑袋。慕容浩点点头，深情款款地看着眼前的林云熙，忽然感到能够遇到他，真的是一件很神奇的事。真的好奇怪啊，好奇怪，我这是怎么了？为什么觉得一肚子的火发不出去啊？平时这个时候他很多话呀，很多问题问我的，今日是怎么了？安静的出奇。你累了吗？怎么不说话？和你没话可说。刚刚吃饭的时候不是聊得挺好的吗？你这怎么了？你没有看到吗？在擦头啊。我问的不是擦头。那你想问什么？听他这语气是真生气了。他怎么了？进去沐浴之后出来就生气了？你生气了？我为何要生气？这不应该问你自己吗？林云熙感觉自己要爆发了，再和他说下去，他马上就要上手打人了。你的消炎药中午忘记给你了，现在吃了吧，吃完你就自由了。什么叫吃完就自由了？丫头是怎么了？这么大火气？刚想着，就见林云熙一手拿着药片，一手拿着水杯给他递了过来。他接过林云熙的水和药，吃完之后深情地看着他。多谢。不用。说完这两个字，林云熙转身又坐到了桌旁。此时屋内一片死寂，两个人都没有发出任何的声音来。林云熙擦干了头发，放下毛巾，便上了床。这条是38线，手、脚、身体都不能越过，越过的话杀无赦。他现在在月事中，难受了。一日下来，我们两个不是相处得很好吗？晚上又怎么了？这是38线是什么意思？字面上的意思。字面，3和8，还让不让人睡觉了？本以为睡下就好了，可是今晚女人在床上翻来覆去，动静大到两个人都无法入眠。你怎么了？要去哪儿？我睡不着，我想出去走走。一只大手一个用力，就将他抱到了自己的怀里。你放开我！你越过了38线，杀无赦！原本背对着慕容浩的他转过身来，和人面对面了。当看到慕容浩的脸，他又定住了，停住了挣扎。你今晚怎么了？你在气什么？让我和你一起分担可好？我不知道，我很难受，我就是想生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想找人打架。我还受伤呢，你舍得打你的病人？刚刚想打来着，看到你的脸就下不去手。为什么下不去手？我不想回答你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答案，可是我现在好乱好烦躁，你不要问我这样的问题了。好，那就不问这个问题。你这38线是何意？我是大夫，大夫不应该和病人走得太近。我知道我违反了医生的职业道德，可是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所以我就不敢和你太接近了。所以你在自责你接受我对你的亲密行为？也许是吧，可我现在很乱，我也不知道乱的是什么，我现在找不到答案。那就先不找，你现在来了月事，我能闻到你身上在大量出血。今日的这个38线，明天再做。今日让我为你暖暖肚子，明日你想怎么弄38线都可以，弄一堵墙在这都行，可好？那我明日只要弄一堵墙过来才行。你想怎么做都依你，只要不生气，怎么都行。那明日再想想这中间放什么好。转过去吧，我给你揉揉肚子，暖和暖和，让它没那么难受。你今日晌午不是睡得很好吗？为什么要转过去啊？面对面也可以暖啊，看着你的脸，我睡得更好。丫头，你知道自己很美吗？知道啊，我在学校的时候可是年级的校花呢，很多男生追的，可惜啊，当时没有理他们，来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知道自己美就好，以后除了我，不能和别的男子一张床，知道吗？这样会很危险。答应你，但是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啊？给我暖肚子，为我煮红糖姜汤。林云熙想再次得到对方的答案，他想知道慕容浩在想什么。你对我也很好啊，你救了我，仔仔细细照顾我的伤，我为你做这些太少了。就只是因为我救了你，没有别的。让我想想，还有什么别的？睡觉，不想聊了。丫头，睡吧，我帮你暖着，不生气了，好吗？就今晚吧，今晚在他的怀里好好的感受他的体温，明天开始不再留恋他的怀抱。
第二天大早，太阳高高升起，林云熙第一个醒来，慢慢的挪开了慕容浩的手臂。今日那么早就醒了，累就多睡会儿。嗨，你醒了，早上好，我睡好了，我去做早饭。我昨晚做错什么了？一大早他就这个语气。看着林云熙逃离似的离开，他便坐起身来。不多时，林云熙端着一桌子的早餐来到了主屋，看着慕容浩还愣在床上看着自己。怎么，我脸上有花，这么好看？别看了，赶紧起床洗漱吃饭。今天我很忙的，要出去教各组组长怎么赚钱，你要不要跟着？如果不跟着，就在屋里也行，我自己去。这就起来，我跟着你吧。他可不想林云熙被一大堆男人围着。好，那我等你吃早饭。你的衣服呢，我帮你准备好了，就放在床尾，你自己穿吧。不一会儿，坐到桌前，一直看着女人吃着早饭。这些早饭味道可还行，日后如果有什么想吃的，尽管吩咐。等你离开的时候，饭钱再一起算。你这是要和我分得那么清楚？我一天3餐做饭很累的，要想菜谱，还要准备食材，这些都不少银子呢。不过看在你是我病人的份上，给你一个打包优惠价。你想怎么算就怎么算吧。两人无语，沉默地吃着早饭。这个时候，王大山带着第2组和第3组的组长过来了。大当家早啊！今日那么早就用早膳了。大山早啊，赵姨早，孔季早，你们用了早膳没有？要不要一起吃？大当家早，我们都吃过了。我快吃好了，你们稍微等等。大山，所有组的名单都出来了吗？出来了就给我看看。出来了，昨日属下就弄好了，怕打扰当家歇息，就没有带过来。你这效率不错呀，果然是我的好副手。林云熙看了看王大山递给他的名单，不错，这几个组呢都分配的蛮均匀的，不会有个别组人太多或者人太少的现象，真好啊！我就不用头疼去想如何分配的问题了。大山做得好，值得表扬。多谢大当家，大当家今日心情不错啊，老是鼓励属下。做得好当然要表扬，难道还要为难你吗？我吃好了，你们稍微等一下，我收拾一下碗筷和厨房，你们也想一想，一会儿有什么问题要问我的，这样也节省大家的时间。说完便急冲冲地收拾碗筷去了厨房了。不一会儿的功夫，他就又出来了。走吧，我们先去2组养猪的地方看看，3组的孔季要不也一起去学学，多学些东西总是好事。是啊，我也想跟着大当家多学学。好吧，咱们走。赵宇过来，这里面有几头猪。这大当家，在下忘记数了，现在马上数。这是最基本的东西，应该第一时间知道，以后呢就不要犯这种错误了。从现在开始，野猪的存量、使用量、售卖出去的量，每天必须要记录下来。大山和我说你识字对吧？来，我呢现在就教你画一个表格，这样就能直观的发现数量的变化。林云熙也顾不上其他，就蹲下身，把纸放在地上画起了表格。其实表格也简单，就是现代办公软件里的统计表格。林云熙费了一番口舌，终于教会了这几个弟兄。然后我再来说一下养猪的注意事项。第一呢，猪圈里要注意通风透气，还要注意卫生，一定要定期清理。第二，每天养猪的食量也要用表格记录下来，这样能够快速发现猪群是否生病。第三就是猪群产崽的情况也要记录。第四，猪群的粪便呢不能随意丢弃，都统一收集起来，交给第7组庄稼组。这些猪粪可是上好的有机肥料。还有，你可以在你的组内分出细致的小分队，比如有打猎组、清理卫生组、杀猪组、售卖组等等。然后呢，杀猪组杀猪后，猪下水一定不可以丢弃，那些能够做出很美味的菜肴，这些猪下水要交给第4组的烧菜组。王大山、赵宇，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问题的话，这边就收工了，咱们去下一组。大当家，我们都清楚了，你说的很简单易懂，我们都能听明白。那就好，咱们去第3组吧。孔季，你有没有做过木工活啊？回大当家，会的。我之前在镇上有做过木工活，后来东家搬离风景镇，店也关了，所以就只能到青山寨投奔王大山。你有一门手艺，怎么不想自己开店铺啊？大当家，你有所不知啊，能自己开店铺的人非富即贵，不是我们这样的百姓说开就开的。也是，这里确实也不是贸易自由之地，那咱们就不开店铺了，我们只卖设计，我负责做图设计，你负责出样品，这样就可以和镇上或者城里的店铺合作。你觉得这样的方式怎么样？大当家真是商业奇才呀，什么都会做，我们跟着大当家，以后一定能过好日子的。我说过要给你们过上好日子的，放心吧。现在咱们先说正事儿。孔季，你会分辨木材吧？啊，一般家具的木材都能分辨。好，现在呢，咱们先选择优质一些的木材，为寨里的兄弟们做床。夏天过去后就要入秋了，咱们要先解决寨里面兄弟们的生活状况。你分出2个大组来，一个大组做寨里的床，一个大组做我设计的样品。制作床的组员也不用担心工钱问题，工钱都是一样的。等到后期有好的设计，优先给他们做。多谢大当家体恤属下们的生活，大当家分配的太好了。这是应该的，有了好的生活，大家才能更好的干活，不是吗？对了，可有工具？回大当家，工具比较少，锯子、刨子、锤子这些都不太够。大山，昨日卖冰的钱可够买工具的。回大当家，够的，工具不需要很多银钱。要不我下午马上去一趟镇上去采买。好，我也想去一趟你说的风京镇，顺便去看看目前现在流行的都是什么款式的家具，回来做设计图呢也会更有灵感一些。不过呢，我现在先得把咱们寨里的床铺设计图先画一张出来。孔季，你今日呢先拿你现有的工具去砍树，做出样品。好的，听大当家的。2炷香的功夫，一张床铺的3维立体图和各部件的尺寸图就展现在了这几个男人的眼前。好了，孔季，按照这个尺寸去做吧。王大山，你去统计一下寨里目前缺几
几张床铺，这个床铺的尺寸呢是双人的尺寸，以后咱们兄弟娶媳妇了，这床也还可以沿用。哈哈哈，大当家真为我们兄弟着想，连以后兄弟媳妇的位置都画好了。哈哈哈，那是当然，为大家娶媳妇也是我的责任，不是吗？大山，你相信我能为你们娶上媳妇吗？我之前不是很相信的，但是现在信了。大当家那么厉害，我们娶媳妇是迟早的事情。都会有的，大家好好干啊！都听大当家的。大山，你是要去镇上买工具对吧？我和你一起去吧。我到你们这这么久了，还没有逛过街呢。现在这样也不太利于我的商业思维的落实，我现在只能靠凭空想象，完全不知道外面到底是什么情况。现在我的病人他也好的差不多了，我也可以出去走走了。大当家，你和我一起去，那当家夫君要去不？他就不去了吧，他伤还没有好全呢，咱们要走着去，我怕他坚持不了。我都好全了，我也要去。我们走着去，你确定能走吗？枫泾镇又不远，我可以走。行吧，那就一起吧。我本以为2个组要很久，想不到1个上午就弄完了。那赵宇和孔季，你们就在组里安排好工作吧。我们3个呢，先去镇上走走。是，大当家你就放心去逛吧，我们会做好的。刚来到镇上，林云熙就像个脱缰的野马，开心极了，这里看看，那里摸摸。这是他来这个世界后的第1次逛街。慕容浩心想，这女人为了照顾他，在那山寨里头怕是憋坏了，一出来就这么高兴。可惜了，他没有带银两，不然今天他要给他买些礼物。大山，咱们先去买工具吧。大当家，你不是想逛街吗？我陪你多逛逛，工具一会儿再买也是可以的。那个，大山，要不咱们先买工具，看看最后剩下多少钱。我可能一会儿呢要先借一点，买2身衣服，再买几本书。但前提是必须得是买工具剩下的。大当家衣服不够穿，先拿钱去买衣服吧，明日再买工具也可以的。那可不行，寨里的事情是第1位的，我明日再买衣服也可以。那行吧，都听当家的，我们先买工具去。林云熙看着铺子里的工具都是手工工具，想着自己科技库里躺着的电动工具，真是可惜了。最后他们一共买了15套工具，1套90文，15套也就才1350文，昨儿卖兵2800文，这还剩了不少钱呢。大山，你看我今天能不能先借用余下的钱，明日我就不过来了，还有事。大当家，这寨里的钱说白了都是你的，你想怎么花就怎么花，我只是代管，你想用就拿去吧，寨里的兄弟都不会说什么的。那可不行，说好了这是寨里的，那就不是我个人的，我只能先借用，等到后期我分红了会还给寨里，亲兄弟也要明算账。好，大当家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来，这是剩下的银钱，你拿去吧，好好买2身好看的衣服。大当家那么美，穿粗布衣委屈你了。多谢，其实我对穿衣不是很挑的，能穿就行。那咱们走吧。小二，那套鹅黄色和翠微绿色的裙衫是什么价格？姑娘眼光真好，这2套是今年最流行的颜色，100文一套。这么贵啊？我买2套给你150文吧。可以呢，就直接拿走，就不用试了。姑娘没有这样还价的，100文最低价格了。小二，要不呢你去问问你们掌柜的，我2套都要，现在店里也没有人，就直接给我吧。要是一会儿人多了，我还在这讲价，你也很难做对吧？而且我又不像其他姑娘在你店里试来试去的，我也节省你的时间啊。给他吧，以后多来买就行。大清早开门就遇到一个难产讲价的，真无语。大当家真厉害呀，一下就省下了50文。还有大当家，你为何不试穿呀？我上次买你那2身衣服时，很多姑娘在里边试来试去的，她们说试了才知道好不好看。大山，我这么好的身段还需要试吗？想他1.68米的身高，才110斤，之前在现代1周3次健身房，如此好的身材，王大山就没有看到吗？大当家不说，我还没有注意。大当家这身段真是1等1的好啊！王大山，你家大当家的身形是你能看的吗？王大山看到冷得像个冰渣子的慕容浩，回过头去，不敢出声。别生气啊，大山只是赞美而已。前面还有首饰铺子，我想去看看，你们要不要一起啊？那就一起去吧。小二，这只珍珠簪子能拿给我看看吗？店小二上下打量了他一眼，这女人穿着粗布衣衫，竟然还想要看他们店里的东珠簪。这位姑娘，这可是名贵的东珠，是我们家的镇店之宝，您应该买不起吧？那你说个价格，我看看我未来能不能买得起。3000文，能买吗？买不起就别看了。好吧，真买不起，走了。大当家，如果喜欢，明日我们再来买。我从来都不带这些东西，簪子而已嘛。我回去叫孔季帮我做个木头的就好。再说了，3000文，我买鱼吃不香吗？馊的钱。可是大当家，我看你看了很久，应该很喜欢吧？为了安抚王大山对他的怜悯之心，大山，你觉得是我这颗珍珠好看，还是店里的那颗好看？当然是大当家的好看。我还是第一次看到金色的珍珠，好神奇啊！还有你那条链子，怎么做工如此精细？怎做的？你的链子是什么材质的？铂金，比黄金价格要高一些的白色金子。你们这里没有？没有。这里什么都没有，真是商机无限啊！多逛逛，多问问，也许就能逛出更多商机。好了，咱们走吧，再逛逛。大当家，你真不想买那簪子吗？明日我来帮你买也可以啊。我问价格只是想了解了解物价，我都说了不喜欢戴这些东西，身上的这个项链还是祖母送给我的。不过呢，我还是挺喜欢珍珠的，珍珠光泽温润，低调内敛。不过
刚刚那只簪子的做工也太差了，真的看不上。以后赚钱了再看看吧。首饰对我来说不是必需品，可有可无。原来这丫头喜欢珍珠。哪里有书铺？带我去看看。到了书店，林云熙就走不动道了，认真在这店里这儿翻翻那儿看看。我选好了，你们有选好的吗？我一起付钱。没有。大山，之前你帮我买书的时候，有一本很多图，我记得当时没有叫你买，怎么会在你买的书里面有？现在我想再找找相关的书籍，找遍了都没有。什么？很多图的书？哦，我记起来了，当时我买了不少书，掌柜说那本是送的，我也没有注意看。难道这女人还想看那特殊的小画本？她不知道这书是禁书吗？警告你啊，那书不能乱看，那是禁书。再让我发现你看的书有你好看的。禁书哦，难怪掌柜会偷偷送，我再叫他送一把。我的话你没听懂？逗你的，我以为你们这儿随便就能买到呢，真可惜。说完，林云熙买单去了。掌柜看着是女人付款，也没有送书。唉，早知道就叫王大山去付款了，万一能送什么图呢？这女人脑子怎么长的？怎么就不知道害臊二字怎么写？逛了该逛的，时间来到了晌午。咱们回去吧，我肚子饿了。我们就在镇上用午膳吧，回去吃太晚了。咱们没剩多少钱了，能省就省一些。跟我走吧，我有朋友在五味楼，你莫忘了。大山，跟上。掌柜的，把你们的招牌菜各上一道，要快。是，我们马上安排。帅哥，各来一份是不是太多了？吃不完会浪费的。掌柜，我刚刚在楼下看到你们家的菜分量挺大的，我们3个人而已，你就来5到6个招牌菜就可以了。这女人竟然反对主子的要求，主子说全都上，她怎么敢？去吧，按照这位姑娘的要求来就行。是。张掌柜战战兢兢地退了下去。昨日天一刚来说封锁瑞王的消息，今日主子怎么就这么明目张胆的来了？而且身边也不带个护卫。还好昨日先行封锁了消息，不然就惨了。昨日晚间，荣贵妃的暗卫千成也询我们及瑞王的下落，还好我没有说出来，还是伺候好了主子再说，不然我这个掌柜就不用当了。不一会儿，5、6个招牌菜和饭都上齐了，是不是可以开吃了？你们怎么不动话啊？掌柜，你们2位出去吧，我们3人自己吃如何？我听到什么了？叫我们出去？主子吃饭都要人布菜的呀。于是他就看了看慕容浩，只见慕容浩一双刀子一样的眼睛看向了他。这张掌柜收到了慕容浩的指示，只能是退了下去。这女人是什么人？竟然敢在主子面前发号施令！大山，你也吃吧，不用这么拘谨。我是把你当我哥哥看的，以后咱们就一起吃饭，不要想那么多。一家人吃饭在一桌上很正常，好吗？对于这件事情呢，我是真的不想再说第3遍了。听到林云熙的一番话，王大山很感动。他一直都信奉主子和属下吃饭不同桌的理念，没想到大当家能和他说这样提己的话，还把他当做大哥哥看待。多谢大当家，以后我都听大当家的。大当家叫我往东，我不敢往西。吃吧吃吧，怎么吃个饭都不能轻松一些啊？我真的都饿扁了。这女人怎么都不会避讳一下？什么叫当大哥哥？什么人都能当大哥哥的吗？知不知道男女有别？林云熙看着慕容浩冷着脸，也没有动筷子，非常的无语。这饭还能不能好好吃了？这男人又抽什么风啊？算，为了不影响吃饭的心情，我忍。来吃点乳鸽，这个呢对你的伤口愈合好。看着女人为他夹菜，这郁闷的心情终于是好了一些，缓缓的拿起了碗筷。怎么回事？之前五味楼的饭菜很是美味，怎么今天吃起来没有那么美味了？难道是吃了几天丫头的饭菜，这天下的饭菜就都不香了？才吃了几口就放下了筷子，怎么不吃了？又怎么了？不好吃，不吃了。我也饱了。你们2个大男人怎么吃饭像姑娘家一样？还有这么多菜呢，多浪费啊！难道吃个饭还要我教你们啊？你们看啊，吃饭呢就要大口大口的吃，实在不行呢就蹲在凳子上吃，这才是男人该有的样子啊！丫头，坐好了，小心从凳子上摔下来。下来可以，除非你们再吃点。2个男人无奈了，只能是顺着他的意，又夹了菜到自己碗里。怎么五味楼的饭菜这么难以下咽了？慕容浩越吃越难受，于是便叫来了张掌柜。掌柜的，五味楼的厨子换了吗？回客官，厨子一直没有换呀。我们五味楼的味道目前在镇上都是数1数2的。那我今日吃着怎么觉得没有之前美味了？掌柜的，我这边呢有一种很新的菜式，我做出来的菜，这位公子很喜欢，他每天都吃很多，你要不要了解一下？如果呢你觉得对你们酒楼有益处，我想和你谈谈合作的事情。姑娘，可以啊，你说说看，你手里的是什么菜系，或者怎么做？你可以到我们后厨去试试，我先尝尝。意外之喜啊！林云熙想不到这么快掌柜的就同意了。宫保鸡丁、酱香鸡翅、红烧豆腐、酱油焖鸡，不一会儿4道菜就端到了慕容浩所在的雅间。慕容浩看了看丫头的菜，再对比了一下五味楼的菜，看来我的这个酒楼要更换菜品了，正好照顾一下丫头的生意。慕容浩也不客气，先拿起筷子尝了尝，满意的点了点头。张掌柜看主子点头，也拿来一副新筷子，每一道菜都尝了一遍。姑娘，你这菜味道实在是太好了，我们酒楼很想和姑娘合作，不知道姑娘想如何合作呀？
掌柜，我是这样想的，我每一道菜谱卖给你200两银子，这道菜就在你的酒楼里独家终生使用，而且这菜品里用到的酱油也由我来提供，以后会以低于市场价2成的价格给你，如何？你可是我的第一个顾客，若是有了新的菜品，我也会优先提供给你们的酒楼，可好？这可是好生意，一道菜谱才200两银子，太划算了，而且后面的条款也是对我们酒楼有益的。这姑娘真是个生意人，能给双方情理的机会。于是就答应了下来。4道菜一下就赚了800两银子，这赚钱速度满分啊！你们俩把我炒的菜吃了，我现在和掌柜去后厨教他的厨子做菜，马上就回来，你们先吃，不用等我。大山，这800两你收好了，这个放入第4组烧菜组的账本里，到下月1日时再拿出来分红。大当家今天也赚了不少钱，你最想买什么呀？到时候我也分钱了，给大当家买一个礼物。哼，你这王大山孺子可教啊！不过呀，我什么都不缺，现在这样就挺好的，谢谢你了，你把你自己的钱留好，以后娶媳妇用。但是我还是想买个礼物送给大当家，以报对我的再造之恩。我说你们这些人怎么老是想着报恩啊？听到报恩2个字就来气。林云熙说完扭头就走，留下2个男人一脸的疑惑。慕容浩一脸茫然地跟着进入了院子。从进主屋开始，林云熙就在桌子上写画画，再也没有理他，一直到晚上他做好了晚饭，吃饭也不说话。明明今天逛街都好好的，他一听到报恩2字后就像变了一个人。人家王大山想报恩也很正常啊。睡觉前，女人又拿出昨儿晚上的毯子，做好了她说的3八线，然后倒头就睡，一句话也不说呀。第2日一大早，林云熙起得很早，他一如既往地做好了早饭，叫慕容浩一起吃，也是一句话也不说。吃完饭，拿着药瓶扒开慕容浩的中医为他上药。你怎么一直不说话？和你没有什么好说的。和我？昨日不是王大山惹你生气的吗？和我有什么关系？是和你没有关系，我要干活去了，你自己在屋里吧。我也要去。你想去就去，把衣服穿好，准备出发。哎，大当家早，今天有何吩咐？孔季早啊，今天呢，我是想请你帮我一个忙。大当家请说，属下能帮的尽量帮。我没有发簪，想请你帮忙，随便弄一只木头的，你会弄吗？孔季看了看林云熙，又看了看他身后的慕容浩。当家夫君头上的小冠和簪可是黄金打造的，大当家的簪子却要用木头做，这大当家的夫君也太那个了吧？慕容浩看着孔季盯着自己的黄金簪子，就知道这小子想了什么。他昨儿也想给林云熙买簪子的，但是那些铺子里的做工真的不是一般的差呀，怎么能送给他呢？他要送，那就要送最好的，那些乱七八糟的工艺不配他的丫头。林云熙等着孔季回答，发现他盯着慕容浩的黄金簪子，就想笑。看来这全山寨的人都认为我们是夫妻俩了，这误会一定要消除，不然以后怎么在寨子里混？你看他做什么？他真的不是我的夫君，他就是我的病人，我为他治病而已。不过2位不是都住一个屋子了吗？这不是咱们寨里没有床榻吗？总之你们不要误会就行。好吧，是我太开放，还是这些人太保守了？算了，是我太开放吧，反正也没发生什么事，清者自清。孔季，你到底能不能做？一个木簪子应该很简单的吧？我会为当家做个美美的簪子，下午给你送过去。好，那就多谢了。哎，大当家太客气了。很快，时间就来到了7月1日，今天是寨里发工钱和组长分红的日子。兄弟们，今天呢是大家的好日子，我们大家通过1个月的努力，终于摆脱了贫困，甚至还开始挣钱了。这个月来呢，大家的努力我都看到了，我们是一家人。在这里，我先以茶代酒，感谢弟兄们为山寨做出的贡献。说完之后，林云熙一口喝下了一杯茶。咱们以后就是一家人了，希望以后不管我在或者不在，大家都能够保持这样的干劲，好好为自己、为家人努力的干。我相信，即使是没有我，大家也能够做得很好。我把方法教给大家，就是希望以后大家能够独立，不需要别人的帮助，也能够在寨里或者外面的世界里闯出一片天。最后，我林云熙保证，只要我林云熙在的一天，我都会和大家共同进退。他想离开，他要去哪里？林云熙和慕容浩回了他们自己的院子。林云熙走到院门，沙哥，谢谢你这个月来一直陪伴着我。丫头，你怎么了？是不是要走？我没说要走啊，回去吧，今天累了，你也早点睡。慕容浩不说话，紧紧地跟在林云熙的身后。今晚科技库升级，升级条件：喝400毫升酒。李博士是不是疯了？这什么设定啊？升级系统和喝酒有什么关系？难道李博士以为我死了，用酒祭奠我？算了，不想。不过科技库可是我在这个世界的保护伞，能升级最好不过了。你先去沐浴吧，我去找王大山拿点东西。我陪你去吧。不用，我很快就回来。好，那你小心点。慕容浩看着他离开的背影，一直都很担心。这段时间以来，他们相敬如宾，他能够感觉到这不是对方真正的面目。林云熙在忍受着什么，他一直都想知道，可是却一直都没有获得答案。这么晚了你要喝酒？刚刚在宴席上你不是说不会喝酒吗？我从来没有喝过酒，想试试。不过还是先沐浴吧，今天确实挺热的。这女人今晚又发什么疯啊？沐浴后喝酒？今天是个好日子，我想喝喝酒，你要不要陪我喝2杯？好，陪你喝2杯。丫头，后日我的家人要来接我回家了，我觉得要告知你一下。那么快，1个月就过去了。时间过得很快，丫头。
多谢你救了我，还那么劳心劳力的照顾我1个月，我现在都好了，恢复的和以前一样。你放心，后日我家人过来会给你带诊金过来。不需要谢，作为大夫，救死扶伤是应该的，诊金带了就好。我刚刚在宴席上听你说的那番话，感觉你要离开是吗？咱们别说这些了，来，咱们喝酒吧。你说你没有喝过酒？我们家乡18岁才成年，成年前是不能喝酒的。我现在20岁，但由于我是大夫，工作特殊，不能喝酒。喝酒多对大脑不好，会影响我们的手术速度，所以我一直都没有喝过酒。那怎么今晚又想着喝了？今晚不是高兴吗？就当庆祝我第1次学喝酒吧。来，我们干！林云熙说完这话，一口气喝了1大口酒。这酒原来是又辣又苦的，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喜欢喝它？也许是见人们用酒来疏解心中的烦闷吧。是啊，谁没事找事喝这种又苦又辣的东西啊？心里没有点故事的人绝对不会碰这种东西。原来酒能买醉，让人忘记这世间的烦恼。哎，丫头，不用你扶着，我还能喝。我要喝酒，我还要唱歌。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你都不嫌多啊！丫头，我们不唱了，一下把王大山唱来了，我们睡觉可好？你干嘛？我要喝酒，我要唱歌，我要喝酒，再喝。哎，好，那我们小点声唱，不喝酒了好吗？不好，要喝。他第1次喝酒就能喝成这样，下次怎么也不能让他再喝酒了。受罪的是我。大侠，你是谁啊？你为什么穿着古代人的衣服？是在玩剧本杀呢？好奇怪啊！你怎么长得这么像我哥们儿啊？大侠，你也想不想听我讲故事啊？我的故事可好听了。好，你说，我听。大侠，你知道吗？我遇到了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啊！我坐飞机飞到其他国家办事情，突然飞机紧急降落，还爆炸了。我以为我死了，结果我从10000米高空摔了下来，发现自己竟然还活着。我还救了一个和我哥们儿长得一模一样的人。那个人头发长长的，黑黑的，可好看了。大侠，你相信一见钟情吗？我原本也是不信的，可是当我在救治他的过程中，我就发现我喜欢上他了。他身上的秘密他有权说出来，他喜欢我，然后呢？你说是不是很奇怪啊？我本来以为我来到这个陌生的世界，又看到了像我哥们儿一样的那张脸，我还觉得是一种安慰。但是我和我哥们儿认识了20年了，我都从来没有过那样的感觉。我从来都没有和男子相恋过，但是当我为他手术，为他上药，为他沐浴，为他洗头的时候，我总是会心跳加速。我很喜欢和他靠近的感觉，真的很喜欢。你知道吗？他全身都布满了伤痕，我看着他我就会很心疼，我好想能够天天都守着他，爱护他，天天能看着他，我就觉得很幸福了。他后来对我也很好，我月事的时候他会抱着我为我取暖，他的怀抱好暖呢，他的体香很香很香，我真的好喜欢。我恋上了他的怀抱，不能自己。对了，他还会为我煮红糖姜水，我喝着他给我煮的红糖姜汤时，我觉得世界上最好的食物就是那碗红糖姜汤了。他晚上的时候还会为我暖肚子，我好喜欢他的这个举动，我认为他也是喜欢我的。然后我问他为什么对我那么好。大侠，你猜他怎么回答的？他说是因为我救了他，他才会对我那么好的，他是在报恩。我问了2次，他都是一样的回答，我的心好痛啊！谁要他报恩啊？救他，他给诊金就好了。月事谁要他暖肚子，用热水袋不就好了？红糖姜汤我自己也会煮啊。我好生气，好生气！我知道我表错情了，我是大夫，大夫是不应该和病人发生什么的，这不道德，所以我只能克制着自己，不去想他，不去爱他。但是这样我好辛苦，我每天看着他陪着我，我就会痛苦，就会很难受。你知道我这个月都是怎么过来的吗？我每天都在爆发的边缘了。
所以我每天都给自己排满事情，不去想这件事情。大侠，我是不是很傻？原来这丫头如此爱慕着我。他悬着的心终于落下了。他何尝不是一样呢？这1个月来，他备受折磨。他不知道丫头是怎么想的，他怕他说出来会吓到林云熙。原来一切都刚刚好。所以，我从现在开始，我要远离他，我不能再让他来干扰我的生活了。我得找到回家的路，离开他也许是最好的选择。我要去赚钱，我要赚很多很多的钱，成为富婆。如果还能回家，就带回家；如果回不了，那就有很多很多的钱，买好多好多的帅哥，就像大侠你这样帅的。所以，我要忘了他，就先从大侠开始。大侠，你要不要帮我忘了他？丫头，你想干嘛？大侠，我想忘记他，你帮帮我。林云熙的唇瓣便亲上了他的唇，林云熙的唇柔软无比，温热中还带着他自带的体香，好甜好甜。慕容浩迎上前，他想沉醉其中，突然慕容浩清醒了过来，他知道女人在用幻想中的一个人来忘记自己，他不能让林云熙得逞，然后便一把把他推开了。大侠，你这是干什么？你的唇好暖啊，本姑娘好喜欢，要不咱们更进一步？丫头，你醒醒，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大侠，我不美吗？你这都不肯帮我。他是多痛才会这样折磨自己啊？丫头，你很美很美，你不要这样对自己，一切让我来解决，好吗？好，大侠，我是真的想忘了他，真的，我好累啊，我想睡觉。丫头，睡吧，今晚我抱着你，好好睡一觉。第2天，阳光明媚，林云熙醒来，发现自己衣衫凌乱地趴在慕容浩的身上。林云熙轻轻地抬起头，看着眼前的男子，这是他心心念念的那张脸。他轻轻地抚摸着慕容浩的眉毛、眼皮、鼻梁，最后看到他性感的唇瓣时，他偷偷地吻了上去。就在这个时候，慕容浩的大手扶着他的头，深情地接住了他的吻。林云熙大惊，猛然惊醒，他用力地想要推开他，慕容浩及时地环抱住他，不让人下来。大清早就有人吻，真好。没有，我刚刚只是在感叹为什么会有那么帅的人。那我刚刚是在和空气接吻。对，是空气，刚刚有阵风吹过。你快放我下来，我衣服都乱了。你昨晚折腾了我一夜，我都没有睡好，现在要抱着你才能睡着，再让我抱抱。帅哥，你发什么疯啊？什么叫我折腾你一夜？我们昨天晚上做什么了？昨天晚上我们做了很多事情，你喝醉不记得了？林云熙想了想，他为什么什么都不记得了？只记得他喝了一大口又苦又辣的酒之后，这后面发生了什么，他是全然未知。我昨天晚上有没有乱说什么话？话倒没有说，事情做了很多。没乱说话就好。那我们做了什么？就是那些男女之事嘛，你知道的。我不知道，我不记得了，你快说啊！你抱我了。现在我们不是也抱着呢吗？还好。你还吻我了，你的吻很甜，我很喜欢。不是吧？我的初吻，我怎么会把初吻给你啊？你强抢的吧？昨晚都是你一个人主动的啊，我可没骗你。反正我不记得了，那也不算初吻，肯定是你骗我的。你这样想也行。那我们还有没有更进一步？有啊，你穿的那套黑色的小衣服很特别，我很喜欢。黑色小衣服，你都看到了？你怎么能看？都是你自己脱的，我可没有下手。我的文胸他都看到了，那我们俩是不是那个了？那我们有没有那个？那个是指？哎呀，就是那个呀，男女之间做的事情。男女之间啊，那男女之间可做的事情很多呀，可以一起喝酒，一起合作赚钱。你指的是哪件事啊？他是故意的，他绝对是故意的，就是那同房。同房，你是很想的，我没有给你。你说过要清醒状态下才爽的，所以你太疯狂了，不够清醒，我怕你日后忘了，所以我没要。那就好，不然就完蛋了。你差点就给我了。你差不多就行了，我都要羞死了。现在你又不怕男女授受不亲了？怕什么？我是男人，我又不吃亏。懒得理你，我要起床了。丫
头，大清早不要在一个正常男人身上蹭来蹭去的，很危险。我要下去，你放开我！不放，我有话要对你说。好，洗耳恭听。接下来的话，你认真听好了。我第一次说这样的话，不要拒绝我，可好？你先说来听听。林云熙，做我的女人，可好？做你的女人？你连名字都不愿意告诉我，你家在哪里？你是谁也不告诉我，你说我怎么相信你啊？你这也太不负责任了吧！好，你想知道的，我现在都告诉你。我叫慕容浩，皓月当空的皓，慕容是国姓，我是当今圣上排行第8的皇子，被封为瑞王。你以后在人前可以叫我瑞王、八殿下、八王爷都可以。他竟然是皇子，高高在上的王爷。你是皇家的人，你叫我做你的女人？他知道我的身份，不应该高兴吗？丫头，怎么了？做你的女人，做正妻，做妾，还是你的通房丫鬟？你想什么？当然是正妻。你是不是在开玩笑？我这样的可以做正妻吗？你们皇家不是要门当户对的吗？只要本王喜欢，没有不可以。是啊，只要你喜欢，你就会有无数的女人。慕容浩，是吧？你走吧，我不想再看到你。你这是怎么了？你不是很喜欢本王的吗？现在你连我都不说了，要自称本王，我配不上你。你走吧，我不接受皇家的人，不喜欢。皇家的人怎么了？你之前不知道我的身份，不是对我很好吗？如果你是平常官家、士兵、将军，刚刚你叫我做你的女人的时候，我会飞奔过去。可你是王爷，是皇家的人，我接受不了。你走吧。丫头，你在无理取闹，你知道吗？我已知你的心意，我对你也生了情，两情相悦的两个人，为什么要彼此折磨对方呢？我不知道，我现在很乱，我想安静一下。你走吧，我现在不想见到你。到头来你是嫌弃我皇子的身份？是啊，嫌弃，特别嫌弃。于西，我慕容浩也是有脾气的。那你就走。丫头，我走出这个门，你不要后悔。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后悔。慕容浩的额头青筋暴起，拿起外衫之后，狠狠地摔门而去。滚，滚得越远越好。我这是怎么了？为什么最近如此歇斯底里，这么像自己？科技库系统升级成功，进入密码520。什么鬼啊？密码520？李博士最近的设置怎么都那么奇怪啊？升级条件是喝酒，密码又是520，不像他的风格啊。用意念输入了密码520，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嗖的一声，他真的就进入了科技库。啊！之前只能在外面看着，今天就能进来了。李博士也太牛了吧！还有什么是他做不出来的？林云熙满脸愁容地走进了书房的书桌前坐下来，舒适的办公椅包裹着他。他内心其实很感谢李博士，能给他设计这样一个科技库，还能有这样的别墅，让他在这个陌生的世界有所依靠。林云熙应该高兴才对啊，怎么想到慕容浩的脸，他竟然高兴不起来了。他半躺在办公椅上，呆呆地看着书房发呆。林云熙今天就想这么坐着。来到这里1个月，他强忍着害怕，试着适应这里，还好能遇上这生第一次想爱的人。结果今天他就把那人给气跑了。林云熙觉得自己好累啊，好想任意的睡一觉，不去想这些事情。想着想着，他便进入了梦乡。等他醒来看到了挂钟上的时间时，他瞬间清醒。我竟然睡了4个小时，该起来了，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我去做呢。林云熙坐起来，突然发现书桌上放着一本书《恋爱心理学》，这又是什么鬼啊？我刚刚进来的时候，好像桌子上没有这本书啊。难道李博士能看到我？丫头，你好。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就知道你进入科技库了。感谢上天，你没有死于那场空难。很高兴你能看到这封信，我能从科技库系统听到你在那边的声音。我知道你一个人在陌生的世界一定很茫然很难，所以我会尽我所能保护好丫头你。丫头，不要害怕，不要难过，没有什么困难是过不去的。我相信你不管在什么地方都能活得精彩，活得洒脱。既然已经到了陌生的世界，为什么不能好好的活一场呢？不要委屈自己，不要压抑自己，这样雨成哥会很心痛你这个妹妹的。以前的你都是那样的乐观向上，你想要什么都会去争取，我想这才是你的性格。丫头，去吧，大胆去爱，不畏前路，大步向前。我一直在后面支持你。你的雨成哥，李博士。雨成哥，谢谢你，谢谢你在我最无助的时刻给我如此多的帮助。你说的对，既然上天没有收我，那我就要在这个世界好好的活下去。雨成哥，你放心，经过你的鼓励，我知道自己要干什么。还要谢谢你给我做的别墅，我很喜欢。顺便帮忙告诉我奶奶和弟弟，我没有死，我活得很好。雨成哥，我在这边爱上了一个人，我真的不想错过他。谢谢你的提醒，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了。最后，再次谢谢你，你一直是我心中暖暖的雨成哥，以后可以多多通信。对了，谢谢你的恋爱心理学。今天就这样，我要去找我的幸福去了，下次聊。你的丫头妹妹。写完信，林云熙关闭电脑，打开了放在桌子上的恋爱心理学。
他没有恋爱经验，他想知道自己最近为什么会如此的歇斯底里，为什么好好的两个人会闹得不愉快呢？他飞快地翻阅着书，一页页的内容他都认真的研究了。最终他得出了结果，原来在爱一个人的状态下会不知所措，会彷徨，会自我贬低，会自卑，这些都是很正常的恋爱心理行为。只要克服了这些心理障碍，大胆的和对方沟通，美好的恋爱才会开始进入正面循环。原来恋爱还有这么多东西要学啊！不纠结了，找慕容浩去。他应该没有走，他是不是去了小屋子了？慕容浩，慕容浩你在吗？慕容浩。林云熙来到小院子里，先进了主屋，没有看到人，又找到了厨房，还是没人，再找到了浴房，依旧是没人。慕容浩，你这个混蛋，你真的就这么走了吗？有你这样的吗？不就是吵架吗？混蛋，你出来啊！你枕巾还没有给我呢。对啊，枕巾，你是皇子，不会真欠我枕巾吧？我现在可知道你是八王爷了，今日就算你走了，我也能找到你。别以为你是王爷我就治不了你了。告诉你，我只要在城门贴上你欠我枕巾的事，就不怕找不到你。你别把我给惹毛了，把我惹生气了，我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你给我出来啊！今早我好像确实有点无理取闹，竟然会嫌弃他皇子的身份，他应该很生气吧？可我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啊！皇子都是三妻四妾的，这么多女人用一个男人，想想都觉得恶心啊！上天啊，为什么让我认识他，还喜欢上他？最近我还不够倒霉吗？原来他嫌弃的是皇子的三妻四妾，他嫌我脏，真是道歉的机会都不给我就走了，太小气了吧！再怎么说，人家也尽心尽责的照顾了你1个月，枕巾都没有给呢，真气人！你这个王八蛋，下次不要让我看到你，看到你一次打你一次。我在这儿，你要打吗？完了完了，我刚刚自己说的话他全部都听到了，这又是什么剧情啊？你别搞我好不好？慕容浩，你怎么在这儿？你下来，我还气着呢。不要，我怎么也不会松手的。你还欠我枕巾呢，我怕你跑了，我答应做你的女人了。他低头看了看环抱着他的林云熙，把他紧紧地抱着，来到了床榻上。做我的女人前，先听我说，可好？我听你说。你刚刚进来说的话，我都听到了。我终于明白你为什么会嫌弃我是皇子了，丫头。我慕容浩25岁了，在认识你之前，我一直都觉得女人很麻烦，我一直想要一个人生活，所以我从不碰女人。我是一个皇子，但我常年驻守边境，经常带兵打仗，每天都过着刀口舔血的生活，我根本就没有想过什么男女之间的事。我父皇和母妃一直想为我选妃，我都拒绝了。我对这事儿真的不上心。可是打破这些的是你的出现，你的出现给我的世界带来了一道光，我被你深深的吸引着，你的一颦一笑我都在意，你烦恼你难受我都会心痛。我只知道我爱上了你，我已从心底里认定你就是我慕容浩这一生唯一想要的女人。我的心很小，也只能装下你。只是我看你这段时日不对劲，我想告诉你我对你的情，我怕吓坏你，也怕你拒绝我，所以我一直陪在你身边，什么都不敢说，你知道吗？你今天早上拒绝我，还说出那样伤人的话的时候，我的心像是被人刺了一刀，我现在还在隐隐作痛。林云熙，不要逃避，我们好好相爱，可好？我知道，我都明白了。林云熙满脸通红，他的双眼不知道是该看向何处。此刻他心里小鹿乱撞，他好想吻她，但是他刚刚看了那个什么恋爱心理学，只教心理，他没有教接吻啊。他之前为我更衣沐浴的勇气哪儿去了？现在和我靠近了，就这点出息？不是说他是大夫不会脸红的吗？慕容浩，我觉得好热，我想出去透透气。这突如其来的热吻像是狂风暴雨一样，让林云熙措手不及，无法呼吸。慕容浩香精浓滑的唇在他的唇瓣间萦绕，他脑海中一片空白。随后他不再思考了，慢慢的闭上了双眼，双手紧扣环绕在慕容浩的颈间，与他唇齿间交汇。林云熙的唇很清甜，吻着她，林云熙身上那独有的兰花香和体香一直都萦绕在慕容浩的鼻尖。一直沉稳多年的慕容浩现在被一点点的瓦解，他感受到自己要失控了。他的大手遵循内心拉开了对方的衣衫带子，雪白的肌肤映入眼帘。慕容浩感觉自己的理智在慢慢的退却，他隐忍多年的盔甲已经褪去，一股股暖流划过他的四肢百骸，他想要他。就在俩人要准备最后的步骤时，慕容浩停了下来。慕容浩，我不介意的。丫头，我介意，我要把他留到我们成亲那天。说完，慕容浩走到浴室，一桶一桶的冷水浇洒着自己。真是个好男人，懂得珍惜人。果然，古代人和现代人的观念不一样。慕容浩一身寒气回来后，他柔情地看着慕容浩：“你会不会觉得很辛苦啊？”“不辛苦，以后不要说不介意了，好吗？女人的清白是最重要的，让我守护好她。”“我答应你。”
成亲之后就把自己全部都交给你。此时慕容浩的肚子咕噜噜的叫了起来。你早上到现在还没有吃饭？没有，都被你气饱了，哪里还想吃饭？那我去给你做饭。让我抱抱你，抱抱就好。我很喜欢你的拥抱。也不会矜持一下呀？爱就要说出来，从今以后我都不会藏着掖着了。我也不会了。丫头，你好美。你是指哪里美啊？你这脑袋里想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就是想些乱七八糟的，怎么样啊？林云熙被一只大手紧紧地抱着，紧得都快要呼吸不了了。丫头，我后日就回王府了，和我回去吧。你自己一个人在寨子里，我不放心。去你王府没有身份，终究是不便。你不是说要守护我的名声吗？现在去不好。可你一个女人和那么多男人住寨里，终究是不方便。我想好了，你走之后呢，我就先住在这院子里，白天去寨里和他们干活，晚上回这边住就可以了。放心，既然答应了你要做你的女人，我会避嫌的。也好，你总是有自己的主意。还没有成为我的王妃之前，给你在外面闹腾一段时日吧。成为王妃就不能出来干活了吗？成为王妃就要管理内宅了，应该没有那么多时间出来了。那我不就是被关在鸟笼子里的小鸟了？你日后要去哪里，我都陪着你。这还差不多。喂，万一你成了皇帝，会不会后宫佳丽3千？他怎能如此大胆地说出这话？被父皇听到真的会被杀头的。丫头，以后这话在外面不能乱说，会被杀头的。我不是只是和你说说吗？我可不敢在外面乱说的。你先回答我的问题。历史上很多帝王也只是和自己的皇后一生一世一双人，我答应你，只要你一人。那我就信你一次。我这个人很骄傲，万一有一天你负了我，不管是在成亲前还是成亲后，我都会离开你的，让你永远都找不到我。这点你记住了？记住了，答应你的事我会做到。好好吃饭吧，今晚咱们就不回寨里了，就在这屋里睡吧。你喜欢就好。丫头，明日你想怎么过？想玩什么吃什么，或者想去哪里玩，我带你去。我对这里还不熟悉呢，也没有什么特别想去的地方。要不咱们明日像平常人家的夫妻一样，好好过一日如何？好，你喜欢就好。真想快点成亲，和你天天在一起。你说我们要是成亲，应该会有很多阻力吧？丫头，会的，我们要成亲应该会有很大的阻力，你会不会害怕？我林云熙也算是死过一次的人了，死都不怕，还怕恋爱的绊脚石吗？在跟你说要做你女人的那一刻起，我就已经准备好了，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一些吧。放心吧，丫头，我会守护好你的，你相信我。我相信我选的男人。那快快睡吧。说完，俩人就一起进入甜蜜的梦乡。第二日，哎呀，今天又没什么事，再睡会儿。让我抱着你。我要去给你做个爱心早膳。让我再抱抱你。明日回去后，想早上抱着你就很难了。好，抱抱，我也喜欢抱抱。慕容浩垂眸看了看林云熙的脸，一只大手抬起她的下巴，吻渐渐深入，让人无法呼吸。林云熙此刻心跳加速，她很喜欢这样的吻，从不想拒绝，便迎了上去。慕容浩的吻很深很霸道，让她醉生梦死。两人缠绵的吻了好一阵儿，直到呼吸已经凌乱，慕容浩这才赶紧停了下来。他知道再吻下去就会出事儿了。慕容浩突然起身走到了院外，拿起之前他带到这里的一把长剑，他现在只有练剑才能够平息身体里的那股冲动了。林云熙悄悄地走到了竹木的门外，坐在台阶上静静地看着。原来他舞剑时那么帅气啊，他真的是好威武。看他舞剑，林云熙觉得就很有安全感。有那么好看啊？想不到我的男人那么帅，把我都看呆了。就你嘴甜，我很久不练剑了，看来以后要多多练习才行。说完，他一手将人从地上拉起来，抱在自己怀里。慕容浩，你这次重伤带了几个护卫啊？你武功那么好，怎么会受那么重的伤？我从军营往宫里赶，带了4个我最好的天子号暗卫，可对方的人太多，他们应该有着不下于40人，还向我用了7日伞。答应我，以后去哪儿都多带些人好吗？对了，还有我给你的那个毒盒子，那个可是能保命的。我再给你一个。那么关心我啊？不想你再受伤了。答应我，你现在有我了，所以你要好好保护自己。是啊，我现在是有爱人的人了，日后不能让他这么担心了。好，以后去哪里我都多带些人，为了不让我的丫头担心。这还差不多，我做饭去了。两人开心的用完了早膳，他们又来到了小河边。慕容浩知道这丫头喜欢吃鱼，建议到河边去打些鱼来，让她解解馋。两人刚到河边，大当家夫君早啊！你们在干嘛？我们在打鱼。今天我们想吃鱼了。今日呢，我休息一日，明日再回寨里和大家干活。大当家说什么话？你想休息就休息好了，有我们在呢。不过我真羡慕大当家你们夫妻俩，日日黏在一起。大山我要好好干，娶个媳妇儿，像大当家一样。行了，知道你想娶媳妇儿了。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我要去镇上谈冰块的事宜，就不打扰大当家和当家夫君谈情说爱了。你们继续啊，我先走了。好，路上小心。其实啊，王大山这人真不错，做事呢仔细又认真，人也很好。王大山我在寨子里也调查过，确实可以托付。寨里很多人不是投靠过来的，而是他救的。想不到你还会调查人，那以后有些重要的事情我可以交给他做了。你男人会的东西可不少，日后你就知道了。走吧，今天不管寨里的事，就我们2人，可好？好，走吧。慕容浩，你身为皇子也会做这些？我经常带兵打仗，虽然很多事情不需要自己做，但在路上也时常看到厨子准备吃食。这些事情很简单，一学就会的。丫头，你心目中的皇子是什么样子的呀？他这是吃苦模式的王爷吧？和我认知中的皇子确实有些区别。你这皇子和我在电视剧里看的可不一样。电视剧？那是什么？就像是你们这里的画本子吧。我还以为你们皇子天天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呢。我还真没见过那样的皇子。我和我的兄长们生活的可不能那样，不然什么时候被父皇嫌弃了都不知。看你那么看不起皇子，今日我为我的丫头做一碗鸡汤如何？为我做羹汤？这么懂事的王爷，当然要奖励。真的，你为我做鸡汤，那我要奖励你一个亲亲。这一亲吻大大的鼓励了慕容浩，他心情大好，不就是鸡汤吗？这有何难呀？2人一人一灶台，开始忙碌起来。他们像是一对平平淡淡的夫妻，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不多时，慕容浩的鸡汤就做好了。他拿着汤勺盛起了一勺，先尝了尝味儿，好喝吗？我尝尝，我尝尝。你猜？我先帮你吹冷了。好了，冷了，我尝尝。过来。他假装把汤勺喂到了林云熙的嘴边，正当他迎上准备喝汤的时候，只见慕容浩突然就把那汤勺取走了，取而代之的是他温热的舌。一时间，厨房内的温度是越升越高，2人忘情地吻着彼此，不舍得离开对方香甜的唇瓣，直到他发现自己有了反应，这才不舍得放开了他。他怎么会如此撩人的？这个男人一定要看好了。慕容浩，你还真是个情场高手啊！你这样，我怎么能放心你一人在上京城？丫头，我只对你一人这样，相信我。事到如今，不相信也不行了，都已经上了你的贼船了。那我们现在可是一条船上的人了。听人说，要抓住男人的心，就要先喂饱他的胃。我现在饿了，吃饭去吧。这话是听谁说的？如实招来。我营里那么多士兵，他们很多都定了亲或者成家了，他们经常有说起这些的。你这是吃空气的醋啊！错你的头！反正以后呢，你给我老实点。刚刚的那套撩人方法，只能用在我一个人身上。我真的很喜欢，听到没有？那要不我们再来一次？看到慕容浩又把脖子伸了过来，林云熙赶忙跑出了厨房。他可不想这些菜反复的热来热去了，多麻烦呀！今日他的情绪有些大起大落了，他需要好好的泡一会儿。林云熙闭上了眼睛，感受着温水包裹自己的舒适感。一炷香的时间，他睁开眼睛准备起身时，猛然看到了浴桶旁有一只蟑螂一直眼睁睁的看着他。慕容浩，救我！慕容浩听到了他的求救，一个飞身就来到了浴房。只见林云熙正泡在浴桶里面，身体僵硬，脸上是一副惊恐的表情，那眼睛更是睁得大大的。他一直盯着他对面的一只拇指大小的蟑螂。慕容浩，把我从这里带走，我害怕这东西。你站起来，我会闭上眼。丫头，你才是高手，你杀人都不怕，还怕一只蟑螂？不等林云熙回答，他一个俯身就将人压在了床上。他一直想压抑心中爆发的欲望，这丫头天天在他眼前撩拨他，他是真的快要崩溃了。对着娇嫩的红唇就是一个深吻，他已经无法抑制心中那疯狂增长的占有欲。慕容浩的呼吸凌乱，在理智与欲望中徘徊，最终他停了下来，深吻变成了浅啄。慕容浩抬起头，柔情的眼神包裹住林云熙。林云熙，有一日我会死在你的石榴裙下。林云熙看着满眼猩红的他，心疼无比。他到底是个怎样的男人？每次都到这最后一步，他都能生生的克制住自己的欲望，来保护自己的清白。慕容浩，谢谢你一直保护我，我以后真的不招惹你了。但是我真的很怕蟑螂。和我说说，为什么怕那小东西？我小的时候被小孩子拿蟑螂吓过，后来就一直做噩梦，连做了好几个月。后来我学医的时候，了解到蟑螂身上有许许多多的细菌和病毒，觉得它特别恶心。还有一次，我去一个山洞救援的时候，当时是晚上，没有看到山洞里的情况。第二天醒来，发现自己躺在蟑螂堆里的时候，我直接吓晕了过去。回家之后还大病了一场，所以自那以后，我就一直很害怕这个东西。我不是要故意撩拨你的。原来这东西和你有过故事。哎呀，
日后没我在身边，你要怎么办呀，丫头？我就只怕蟑螂，其他的都不怕。这可是我的秘密啊，你要替我保密，不然就……哼，他这动作把慕容浩给惹笑了。他把人揽入怀中，越抱越紧。夜色朦胧，两个相爱的人一直相拥，一夜好眠。一大早，阳光透过窗户洒落进来，屋里的两人还在相拥。远处传来的马蹄声由远及近。慕容浩睁开了双眼，他知道他的人来接他了。慕容浩，你帮我把我的衣服拿过来，就在那个椅子上。亲我一口，我帮你拿。你的人都快到了，你快啊！他们不敢进来，亲不亲？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耍赖？那我自己裹着毯子去拿吧，我可不想被人看到我们亲密的样子。天一见过八殿下，今日接八殿下回府，在外面等着，再让我抱抱，一会儿就好。我要记住你的拥抱。天一见过主子，主子要的东西都带来了，请主子查验。今日就你们8个过来接我。回主子，皇上也派了200名护卫过来。上次主子说要保证这一带的安宁，属下叫他们在2里外的山脚下等主子。做得好，我先更衣。丫头，我去更衣了，你去做早膳吧，别饿着了。天一，你和本王进屋更衣。是。林云熙知道这儿没自己什么事儿，便去了厨房。今日所有人看到的人和事，烂在你们肚子里。如有消息传出，杀无赦。是。刚穿好常服，林云熙就端着包子和红薯出了厨房。只见慕容浩一袭黑色流云绣云缎锦衣，说不出的雍容雅致，如此俊逸，他的眼睛都无法移开了。还没有看够啊？是男人怎么又抽风了？那么多人在，能不能留点颜面给我这个弱女子啊？太丢人了。我做了早饭，你还要不要吃？看林云熙有些紧张，他想让林云熙习惯之后有人伺候的日子，况且他也在想和他用一次早膳。当然要吃，过来一起吃。这么多人看着俩人吃饭，林云熙还真是不习惯。要不你先吃，你一会儿就要走了。叫你一起就一起，今天怎么不听话了？他绝对是故意的，故意在下人面前宣示他的主权。好，给他面子，我忍。林云熙第一次在如此尴尬的情况下用完了早膳。这里有15000两黄金，其中1万两是真金，你自己收好，想买什么买什么。这1万两不能用在青山寨里，只能你自己用。我知道你很重视青山寨，剩下的5000两你可以作为青山寨的各种资金。记住，不要让他们知道你有这笔钱，小心招来杀身之祸。日后如果钱不够用，可以找我。记住，你的男人不差钱。这真心是咋惹了我？这金大腿真是抱对了。不过，还是要稍微装一下矜持。这枕巾也太多了，用不着那么多的。本王的命不值1万两黄金吗？我不是那个意思。给你的就收好。那好吧，那就多谢了。这个是汤婆子，以后月事时我不在身边，用它来暖肚子。还有，月事时不要那么劳累，听到了吗？我知道了。还有这个。这是我为你准备的10套夏季的衣衫，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如果不喜欢的话，有机会我带你到上京城定做几套。这个药箱是用上等的紫檀木打造的，以后你为人治病，把药放这里面，不要随便的拿药出来，摆得到处都是了。他知道我的秘密，我每次从科技库拿药出来都避着他的，他竟然会知道，也不问我。慕容浩看到他落泪了，内心就像是被人抽打一般，隐隐作痛。我知道你喜欢珍珠，就差人先打造了一只，以后我找宫里的匠人为你打造更好的。这个就先带着。这话还没说完呢，只见林云熙踮起了脚尖，双手捧住他的脸，吻住了他的唇。林云熙泪如雨下，他知道慕容浩为自己做了许多事，他能够感受到他对自己的依依不舍。慕容浩也深情地回吻着，他不舍，他心痛，他不想把林云熙一个人留在这山寨里头。双唇交织，真想时间就此停住。以后要按时吃饭，不要和你那些兄弟靠得太近，我留2个暗卫给你，有事他们会传话。我有时间会来看你，你先在这里待一段时日，我会尽快接你到上京城。都听你的，你放心回去吧。天2天3听令。只见2名黑衣人一个飞身便跪在了慕容浩和林云熙的面前。以后这位林姑娘就是你们的主子了，她所有吩咐全部照办，誓死保护好她，如有怠慢杀无赦，可听明白了？是，属下誓死守护林姑娘。还有，不能让她喝一滴酒，她要喝酒就立即阻止。她不喜欢蟑螂，你们看到就全部弄死。还有，我每日要收到她的所有消息。所有黑衣人听到主子的吩咐，又是满脸的黑线。要知道，他们的暗卫分了天地普3个等级，天字号暗卫是最高等级的。这姑娘到底有什么本事，能让主子动用最高级别的暗卫来保护她，还吩咐那么细致的事儿？天一，我叫你带的2匹马带来了吗？回主子，带来了。只见天一拉了2匹骏马来到他们面前。骑过马吗？骑过，不过很少骑。你喜欢哪匹？本王送你1匹，以后去哪里也都方便些。你送我很多东西了，这个就不要了吧。听话，选1匹。那就白色的吧，我喜欢白色的。我需要怎么跟他相处啊？慕容浩看了一眼天一，天一很自觉地拿过了一盒糖块递了过来。你喂他吃糖块，他以后就会听你的话。真的吗？这么有趣啊！我试试。
林云熙说着，就手拿糖块，兴致勃勃地往那白色巨马的嘴巴上送。白色巨马闻到糖块的味道，用舌头舔了舔，试了试味道之后，一口就把糖块吃到了嘴巴里。真的吃了。以后你就是它的主人了。下面的黑衣人又被吓到了，这2匹马可是王府中最好的马匹。这匹白色的马是他们王爷在上一次打败西凉军时，皇上亲自在全国最好的马匹里面挑选出来作为礼物送给王爷的。他们王爷就这么送给了这个女人。他们都开始好奇起来，这乡野村妇到底长什么样子呀？虽然都低着头，但是要想观察一个人的脸，暗卫们还是可以做到的。今天所见之人之事，如果外传杀无赦。闻言，侍卫们纷纷又低下了头，但是他们都看到了林云熙那张未施粉黛而又倾国倾城的脸，果真是主子看上的女人，即便是穿着粗布衣衫，也无法遮掩住她的大气和端庄。留下了天2和天3之后，慕容浩骑上了他的黑色骏马。丫头，照顾好自己。深情地望了他最后一眼，慕容浩打马离去。你们都起来吧，以后没事不要嫌贵礼，我不习惯这些。天2和天3互相瞅了瞅，觉得这主子第一句话就这么的与众不同，都是满脸的疑问。你们就叫天2和天3，没有其他的名字？回主子，我们只有这样的名字。好吧，既然没有的话，那就算了。我还以为你们有姓名，以后呢就跟着我吧。哦，对了，你们的月银是多少？我好做准备。回主子，我们的卖身契在八殿下手里，他会给我们发月银的，主子这边就不需要准备了。那么好啊，也好，那我负责你们的1日3餐就好了。如果我累了不想做饭，你们就到寨子里吃，如何？回主子，我们听令就行，只听主子的安排，没有选择的余地。你们也不用这么紧张，好好做事就行了，不用把自己绷得那么紧，弄得像我欺负你们一样。是，一切听从主子安排。走吧，我带你们到青山寨熟悉一下，顺便去把我的行李取过来。是。大当家，你回来了！哎，当家夫君呢？今天怎么没看到他和你一起？之前你们都是天天黏在一起的。这王大山当这俩黑衣人是隐身的吗？大山，你不要乱说，他是我的病人。现在他回家了，以后再乱说的话，仔细你的皮。好吧，以后不说了。大当家也不用伤心，天涯何处无芳草啊。可是王大山，你没看到有人吗？王大山可满眼都是大当家，倒是没有注意到大当家的后头还跟着2个黑衣人。大当家，你哪里找来的这俩人呀？他俩武功了得哦。介绍一下，这2位呢是天2、天3，以后就是我的护卫。这位呢是青山寨2当家王大山，大家以后都是一家人。2名暗卫满脸的惊恐，他们暗卫不应该都是隐藏在幕后的吗？女主子还把他们介绍给别人认识，这是什么操作呀？还有啊，她一个女流之辈，还是山寨的大当家，八殿下是不是忘记告诉他们很多信息了？好的，以后就是一家人了。那我就先不打扰大当家了，我要去忙了。去吧。对了，以后我白天会过来，晚上呢就住在河边的小院子。哎，大当家，你一个人会不会有危险呀？还是住寨子里吧？不了，我就在那院子里住，白天我都在寨里。行，听大当家的，大当家要小心啊。去忙吧。儿臣拜见父皇。起来吧，抬起头来，让朕看看。没怎么变，似乎更壮实了。这1个月去哪儿了？伙食那么好。回父皇，儿臣1月前被金银阁的人追杀，中了2箭，还中了7日散的毒，险些丧命。还好有高人所救，一直在高人那里养伤。受伤了还中毒？玄太医，儿臣现在已经完全康复，已无大碍，不用劳烦太医了。不行，看看总是放心些。没多久，皇帝的御用太医冯太医就到了。太医为慕容浩把了脉，点点头，恭敬地说道：回皇上，八殿下脉象平稳有力，身体康健，并无大碍，身体并无毒素，请皇上和八殿下放心。真没事就好。不过刚刚听八殿下说中了7日散的毒，这毒剧毒无比，而且极其难解，7日内不解，必死无疑。请问是谁为八殿下解的毒？老夫想和他一起探究一二。丫头还真是厉害，冯太医都说极其难解，他给我吃了几颗药丸就把毒给解了，果真是有本事。冯太医是一位医学高人解的，他长期与世隔绝，不问世事，一心潜心钻研医术，不便告知。竟有如此神人，真可惜不问世事，可惜啊。浩儿，高人既救了你，可有报答他的救命之恩？回父皇，儿臣已经回报，请父皇放心。这事既是金银阁干的，朕下旨，你可用城外的御林军把金银阁给端了。杀害皇子是大罪，格杀勿论。是，儿臣领命。行了，能平安回来就好了。你1个月没有消息回来，你母妃也担心坏了。你现在去和她请安吧。是，儿臣告退。浩儿，我的浩儿回来了，你把母妃担心死了。儿臣见过母妃，给母妃请安。快起来，让母妃看看。浩儿，我听闻你又是受伤又是中毒的，怎么看你脸色很好，还壮实了不少啊？丫头把我养壮实了，连父皇和母妃都看出来了。
回母妃，我得一世外高人相救，在他那里养伤，养得很好，母妃就放心吧。奴婢恭迎王爷回府。都散了吧。王管家，跟本王到东院。慕容浩大步朝着自己的院落走去，王管家紧跟其后，来到了东院正厅。最近王府可好？回王爷，府内打理得很好，一切正如王爷所看到的，井然有序。本王听天一说，后院是苏姑娘在打理。回王爷，老奴管理着前院，后院也没有什么女眷，老奴去的少。好像是她在管理。后院的花草树木，还有后院嬷嬷们日常管理，都是苏姑娘在管着。王管事，你是不是不想干了？苏姑娘是客人，你叫一个客人管理后院？本王的后院是留给本王的王妃管的，什么时候轮到一个外人管了？回王爷，老奴知错了，一会儿就去告知苏姑娘，让她不要插手王府的事情。苏姑娘住在什么地方？不会是西院吧？回王爷，不是西院，是客人住的前云院。那就好，西院是留给本王的王妃的，以后不要让人乱动里面的东西。是。退下吧。王管事抖着双腿站起身，慢慢的退下了。王爷这次回来，三两句话不离王妃的，难道是有心仪的姑娘了？回禀王爷，苏姑娘求见。她来做什么？不见。苏姑娘给王爷熬了羹汤过来，说有事求见。慕容浩想了想，还是得要把话说清楚，让他知道自己的位置才好。那就让她进来。只见一个身穿淡蓝色长裙，眼眸含水，朱唇微红，娇俏无骨，入艳三分的女子走了进来。七七见过王爷。有什么事要见本王？回王爷，听闻王爷刚回府，王爷在外操劳，七七送来银耳莲子羹给王爷润润嗓子。苏七七，你只是本王的客人，这些事以后你不用做，你要知道自己的身份，不要逾越了。是，王爷，刚刚王管家和七七说过了，这段时间是七七逾越了，以后七七会好好待在后院的。那就好。本王答应过你哥，为你定一门亲事。你到京城也很久了，可有相看中意的公子？王爷，七七现在才15岁，还小，不想那么早嫁人。七七还是先在王府和嬷嬷们学一些规矩再说吧。这样也好，毕竟京城的官宦人家都会看姑娘家的规矩是否学好了。那你就学规矩吧。七七多谢王爷。下去吧，以后东院你就不要来了，本王需要清静。是，那七七先退下了，王爷记得用这羹汤，对身体好的。下去吧。王爷长期在军营里住，今日难得回府，能见上一面，现在连东院都不让我进了，以后怎么才能经常见到心心念念的王爷？苏七七回到她的浅云院，一股怨气无处发作，便找来了身边的护卫叶言。小姐，你叫手下来是何事？小姐看起来生气了。我怎能不生气？王爷也不知道遇到了什么，回来就把我管理后院的权力收了回去。刚刚我去给他送羹汤，他还说我逾越了，还说我不能再进东院。小姐，我们是客人，王爷这样做是对的。你懂什么？我就一直想在王府住着，天天能见到王爷就好。现在连东院都不能进了，要见到王爷就很难了。小姐，苏副将临死前不是说让你尽快嫁人吗？你这是对王爷……怎么，小姐我不配吗？我如此美貌，虽然身份差了点，但是做王爷的妾也是可以的吧？或者有一日王爷喜欢我，做个正妻也不是不可能。小姐，做妾不好吧？还不如老老实实嫁个好人家当正妻，做当家主母不好吗？你懂什么？王爷那么玉树临风，才貌双全，我见到王爷就会脸红。现在其他男人都看不上了，我一定想办法让王爷对我上心才行。小姐，你这是高攀啊！王爷那身份，你怕是……叶言，我叫你来不是来数落我的，你不是说什么事情都护着我吗？是，小姐，我当年受苏副将的大恩，也受他的嘱托，我会护着小姐的。那就是了，以后都听我的。好，小姐叫属下来有何吩咐？你去查下这1个月来王爷去了哪里，怎么回来就对我如此芥蒂啊？你要查王爷的行踪，这可是大罪啊！什么大罪？就我们2人知道，你不说就行了，我们又不会对王爷做什么危险的事。你去还是不去？行，小姐的吩咐，我去。不过不知从何查起。我听闻王爷回宫，皇上派了200多个护卫送王爷回宫的，你和那200个护卫可有交情？小姐果然聪明，没有交情没关系，我去打探一下。说完，叶言一个飞身便消失不见了。此时书房内，慕容浩批阅了一会儿军务之后，感觉到有些口渴。来人，给本王上茶。不多时，小厮就送了茶过来，轻轻放在了桌上。把这银耳莲子羹拿出去倒了。是。小厮疑惑地带着莲子羹出了门。慕容浩望了望外面的天色，夜幕降临，他离开丫头已经快1日了。此刻他很想念她。之前的1个月，他们俩天天都是一起吃饭，一起干活，一起睡觉。今天他自己一个人，此时他就莫名地感觉到有些烦闷了，于是停下手里的公务，刚走出书房。王爷，晚膳已经准备好了，王爷现在可要传膳。
现在去膳厅吧。他刚吃一口，就满脸嫌弃的表情。王管家，府里的厨子换了吗？回王爷，府里的厨子没有换，一直是他们在做王爷的膳食。那为何今日的饭菜那么难吃？全撤了，重新做。王管事此刻满头大汗，他感觉今日王爷进门之后就莫名的难伺候，现在又挑剔起饭菜来了。没办法，王管事只能叫小厮把菜给撤了。慕容浩在桌边没事儿，走到膳厅外看了看外面的星空。之前他每次吃完饭都会和丫头散散步，看看星空，二人之间有聊不完的话题。可是今日就只能是他一个人看星空，他的心情无比的低落。丫头现在应该也在吃饭吧？她做的饭菜总是很合我的胃口，每每都能吃上2、3碗饭。今日这府里的饭菜和她的相比，真是天壤之别。我真的好想她呀！为何才分开1日，我感觉过了这么久？看了一会儿星空，王管事和小厮们又端了很多和方才不一样的菜品。慕容浩又坐了下来，桌前的10个菜，每一个他只是尝了一小块。王管事，我们府里的厨子是不是该全换掉了？这些菜是用来敷衍本王的是吗？回王爷，厨子们都是按照之前的菜式给王爷做的。老奴刚刚都在厨房盯着，王爷是否有想吃的菜吗？老奴这就叫他们去做。会炒菜吗？炒菜是什么菜？老奴这就去问问厨子们。罢了，说了他们也不会。这些都撤了吧，本王没胃口，退下吧。王爷今晚是怎么了？之前府里的菜他很喜欢的，这出去了1个月，回来胃口就变了。算了，不能随意猜测主子的想法。既然主子不追究，还是赶紧撤下去吧。天一啊，你有没有觉得王爷今日刚回府，脾气不小啊？做好你分内的事，王爷的脾气岂是你我能乱议论的？我就是说说嘛，是不是王爷今日想那位姑娘了？你不想死就把嘴封严实了，小心王爷再把你封到暗卫营里去历练几个月。好，我不说了还不行吗？可别再让我去什么暗卫营了，那里太恐怖了。那就守好你的嘴。好。此时慕容浩回到了卧房，泡在浴桶里面，他想到了丫头给他洗头，帮他用毛巾沐浴，帮他剃胡须，帮他上药，这一幕幕划过他的脑海，他想他了，真的很想。出了浴桶，慕容浩拿起兵书，等头发干了再睡。可是今儿晚上，哪怕是他最爱的兵书，他也是一个字都看不下去。一看到那些字就想到那日丫头和他讨论那本奇怪的小话本时的情形。这丫头有天马行空的想法，什么话都敢乱说。想到他的心总是微微一颤，好生幸福。丫头，你可知你已经占满了本王的心？没有你的日子，本王很不习惯。丫头，你现在在想本王吗？另一边，今天辛苦你们了，我请你们吃一顿好的，欢迎你俩加入我的阵营，来一起吃。天二和天三听到主子叫他们一起上桌吃饭，俩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主子，你吃吧，我们吃点干粮就好。吃干粮这怎么行？我的属下，我怎么可能让你们吃干粮？那主子先吃，吃剩下的我们端外面吃。暗卫们都是这样生活的吗？也太可怜了吧！这是什么话呀？我的话都不听了。之前八殿下说什么了？我的吩咐全部照办。你们这是想抗旨？属下不敢。那就坐下一起吃饭，我这没那么多讲究。是。俩人小心翼翼地坐了下来，等着林云熙先动筷子。林云熙都无语了，古代人吃饭分等级的礼仪，他是真心不习惯。不吓吓他们，他们还真是不长记性。还不快吃，不吃者杀无赦。俩人听命，乖乖地拿起了碗筷，看向了那红彤彤的火锅。天二和天三第一次吃到如此美味的菜肴。主子，你做的菜都那么好吃吗？是啊，我很会做饭的。以后呢，你们也算是我的家人了。你们保护我的安全，我管你们1日3餐，如何？我们暗卫一般都是吃干粮的，很少能吃热乎的饭菜。今日多谢主子了。不客气，以后都要吃热乎的饭菜，大伙儿都要好好的。不得不说，林云熙简单的一席话，给这2位暗卫的心里带来了一束光。他们主子不介意他们是奴神，而且还能和他们在一张桌子上用膳，俩人这心里都是暖暖的。第二天一大早，慕容浩就收到了天二和天三的飞鸽传书，上面详细的写了昨日林云熙的行踪、所做的事情、吃了什么，消息真可谓是巨细无遗。为什么没有记录他晚上是否起夜，起来几次？主子这消息要的也未免太细了吧？姑娘家晚上起夜的消息也要获取。他不知道的是，慕容浩只是想看看丫头晚上有没有和他一样，心中一直都想他想到夜不能寐。主子放心，属下会让天儿他们记录再详细一些的。好，下去吧。时间过去了半个月，王管家，本王回来这半月为何不见冷嬷嬷？之前都是他为本王更衣的。回王爷，
冷嬷嬷在你外出的那个月生病了，我们叫府医看过了，也没看好。后来荣贵妃听闻冷嬷嬷的病，也找了宫中的太医来看，都无法医治。现在她一直躺在后院下人住的清泉院里。冷嬷嬷让老奴不要告诉王爷，怕王爷去看她，把病气传给王爷，所以老奴一直没敢说。放肆！冷嬷嬷是本王的乳娘，待本王如子。她如今病了，你都不报，王管家，你最近是不是活腻歪了？王爷饶命，饶命啊！是冷嬷嬷求着老奴不要告诉王爷的。我暂且饶你一命，本王现在去看看。王爷不能去啊！大夫说冷嬷嬷得的是肺痨，此病会传染的。本王要你管！气冲冲的朝着清泉院走去。冷嬷嬷，本王来看你了，您现在身子可好？王爷，你怎么来了？快出去，老奴会把病气传给您的，快出去啊！冷嬷嬷，本王不怕，你哪里不舒服告诉本王，本王给你请大夫。王爷不用请了，老奴这病不会好了，连太医都来过了，多谢王爷对老奴的关心，王爷还是让老奴自生自灭吧。王爷快走啊！冷嬷嬷，怎么你身边都没有人伺候？他们怕老奴把病气传给他们，都走了。慕容浩来到了院子外，来人，给我来人！王管家这个时候急冲冲地跑了过来。王爷有何吩咐，老奴马上去做。王管家，伺候的下人跑哪儿去了？冷嬷嬷都快死了，你们没看到？王爷饶命，王爷饶命，老奴这就去办。今日派几个丫鬟过来照顾冷嬷嬷，本王去请大夫。王管家，你自己去领30大板。多谢王爷饶命，老奴这就去领罚。清泉院发生了这么大的动静，苏七七自然是听到了。苏七七已经很多日没有看到他心心念念的王爷了，也在往这边赶，刚好就在清泉院的门口和慕容浩碰上了。七七见过王爷，王爷安。你怎么来了？我刚刚听到清泉院有事情，过来看看。没什么事，就不劳姑娘费心了，我已经安排好了。还有你在你的浅云院好好待着，没事不要打扰冷嬷嬷静养。不就是一个嬷嬷吗？我过来看望一下也有错。王爷这是怎么了？那么关心一个嬷嬷，回去让叶言好好查查这冷嬷嬷什么来头。是王爷，那我就不打扰王爷和嬷嬷了，七七先告退。天一，你多派几名暗卫，带一辆马车去青山寨，请林姑娘上京一趟。本王要请她为冷嬷嬷治病，记得路上保护好她，先把她安置在丰克莱客栈，给她最好的上房。到京之后，让她休息一晚，明日带她到府上给冷嬷嬷治病。本王今日要赶往军营一趟，明日才能回城。你和她说，本王明日再见她，把她留下一起用晚膳。是，属下见过林姑娘。请起吧，你一个人过来的？啊，回林姑娘，王爷在京中事务繁多，今日没有过来。不过王爷让属下接姑娘到京城一趟。上京有何事？他出事了。啊，王爷的乳娘冷嬷嬷得了肺痨，宫中太医都束手无策，王爷便托属下来接林姑娘。原来是去给别人治病，不是慕容浩出事。幸好啊。肺痨现在情况怎样？目前情况不是很好，所以王爷催得很急。好，你们等我收拾一下，我马上就和你们去。林云熙知道要治愈肺痨是需要一段时日的，便叫来了王大山，吩咐了一些事宜之后，大当家放心去吧，寨里我守着。你不是喜欢逛街吗？上京城属下去过，那里可繁华了。大当家多逛几日再回来。好，那寨里的事情就先拜托你了。我院子里的马，你带回寨里帮忙养着，回来给你带礼物。那就先谢大当家了，大当家的马我来喂，放心，我会照顾好的。丰克莱客栈，掌柜的，这房这么大，我非常满意。一个晚上需要多少银两？我住的日子应该不短，我先问问价钱。灰姑娘，我们主子自有安排。他说了，你在京城的一天，这房就免费让你住。你们主子？难道这就是慕容浩的产业？好吧，先住下再说，等见了他再问问是什么情况。是的，姑娘就先歇息。有什么事吩咐在下就行，一会儿给姑娘上午膳。好，那就多谢掌柜的。狠狠地吃了大餐，然后在屋子里头转了一圈后，觉得无聊，干脆就去逛街吧。于是林云熙就下了楼，正要出门的时候，天二和天三就出现了。主子，王爷说你今天刚到京城，需要好好休息，不能乱跑。他今日在军营，不能回城，明日再来见你。我就出去逛逛，一会儿就回来，在屋里无聊死了。主子就听王爷安排吧。京城不像其他地方，护住主子是我们的职责。行吧，也不为难你们。那我先上楼吧。林云熙知道慕容浩是在保护自己，勉为其难的往回走。刚到2楼，他就看到一个身穿玄色长袍、面戴半边银质面具的男子正要下楼。面具男子瞥了一眼林云熙，他的眼眸中露出了阴霾之气。林姑娘，主子让我下午送些水果给姑娘尝尝。林云熙把门打开，看到客栈的掌柜的正端着一大盘新鲜的水果在房外等着。多谢掌柜，去放桌上吧。掌柜的给他把水果放好之后便走了。慕容浩还挺关心我的嘛，今晚哪儿也不去，老老实实吃水果、看书、睡觉。
军营里，慕容浩坐在主营的帐篷里，收到天儿的飞鸽传书，知道丫头已经是安全到了京城，还住在了芬克莱客栈的上房时，他心情愉悦。听说丫头老老实实的在客房里没有出去，他嘴角露出好看的弧度来。丫头听自己的话，心里甜滋滋的。我们八殿下莫非是有女人了？看个纸条都能笑出花来。不知道的不要乱说。王爷，你就不要瞒了，我是过来人，刚开始相好都是这样的，甜如蜜的感觉。这都瞒不过你，改日带她来见你。真的有女人了？表哥终于开窍了。快说，是哪家姑娘？不是哪家姑娘，本王上次不是被追杀吗？是她救了我。哦，这里面有故事呀。不要卖关子了，到底是哪家姑娘？本王自己都不知道她是哪里来的，日后知道了再告诉你。反正她很好。哦，表哥看上的女人，不知道哪里来的。凭表哥你的本事，查一个女人不难吧？慕容浩确实不知道林云熙是从哪儿来的，他不想再继续这个话题了。说了你也不懂，本王和他的事情，你先为本王保密。你是我兄弟，我才跟你说的。今日他刚刚到上京城，明日就能再见到他了。表哥看上的姑娘不是上京人，这姑娘还不是京城的，我可是越来越好奇了，到底是何方神圣让表哥你这棵铁树开花了？以后总会见到的。行，那你今晚不回去看她，你能忍得住？今晚不是有任务吗？明日再见也不迟。表哥终于有女人了，看来我以后想和我的相好见面难喽，天天为你干活，我可惨了，少不了你的好处。第二日一早，主子，今日要进瑞王府为府里的冷嬷嬷诊治，主子准备好了吗？都准备好了。冷嬷嬷，这位是王爷为嬷嬷您请来的大夫林姑娘，王爷说了，一切救治全听林姑娘的。王爷为老奴请来了林姑娘，有劳林姑娘了。冷嬷嬷不客气，让我先来给你把把脉。王爷什么时候认识这粗布衫的女人了？姑娘你好，我是林云熙，你是？我是住在王府里的苏七七，之前管理着王府的后宅，现在王爷让我来多照顾冷嬷嬷。慕容浩不是说没有碰过女人吗？他的后院怎么会有一个娇滴滴的女子啊？林云熙疑惑，不过他还是选择相信对方。原来是苏姑娘，幸会。我现在要为冷嬷嬷治疗了，你先出去吧，我在这里看着。王爷叫我守着冷嬷嬷。刚刚王管事也说了，一切诊治都要听我的。我为病人诊治时不习惯有外人在场，您先请吧。你是什么东西？看你就不像会诊治的大夫，年纪轻轻的，你会医术，莫不是骗人的吧？林云熙都无语了，懒得和他浪费口舌，朝着门口问道：王管家，我诊治病人时不喜欢有外人在场，这里有一位叫苏七七的姑娘在这里打扰我诊治，您看看要怎么办呢？七七姑娘，王爷有令，救治冷嬷嬷的病，一切都要听林姑娘的，你就出来吧。如果误了时辰，王爷的脾气你是知道的。苏七七一听这话就气不打一处来，他恨恨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气冲冲地走出了屋子。林云熙看着这小白脸气急败坏地走了，无语地笑了笑。就这段位，慕容浩能看得上才怪呢。林云熙突然就放下心来，随后就坐在床前为冷嬷嬷诊脉了。冷嬷嬷看着眼前的女子，眼神柔和。八殿下是她一手带大的，从不近女色，但是这位姑娘却是王爷亲自点名，想必这姑娘和八殿下是有什么关系。冷嬷嬷，你这肺痨无大碍，好好听我的，配合我打针吃药，大概4至6月左右可以痊愈，但是前1个月的诊治非常重要哦。太医都来看过老奴这肺痨，姑娘说能治，是真的吗？真的，冷嬷嬷，你放心，我从来不欺骗我的病人。来，咱们先打针。冷嬷嬷，扎针的时候有点疼，不过呢，一会儿就好，你先忍一忍。冷嬷嬷看着他专注地为自己治疗，2行清泪就流了下来。他本以为他是将死之人，这辈子也许就看不到八殿下成亲了。现在这姑娘说他还能活，他这是激动的泪呀。冷嬷嬷，我是不是弄疼你了？没有，老奴这是高兴。老奴以为自己活不久了，老奴还想看八殿下成亲呢。现在姑娘说老奴还能活，老奴这是高兴。冷嬷嬷，你放心，好好配合我的治疗，会没事的。林云熙陪着冷嬷嬷聊了一会儿，冷嬷嬷就睡着了。大约过了1个时辰，他看到针里的药掉完，就找来了伺候冷嬷嬷的丫鬟。你叫什么名字？姑娘，奴婢叫春花，姑娘有何吩咐？这些呢是冷嬷嬷1日3餐的药，每次用膳后让冷嬷嬷马上服下，一定要记住了，这药不可以假手于人，一定要看好了。还有，记得让冷嬷嬷多喝温水。是，奴婢记下了。林云熙走出了冷嬷嬷的屋子，慕容浩不在府里，他想着自己留在这儿也不太好，于是就决定回客栈去。可是当他走到一处凉亭，苏七七就拦住了他。林姑娘，这是治好了？今天的诊治算完了，
敢问姑娘，你是如何认识王爷的？小白脸管得真宽，他也配问我这样的问题？这问题不是你能问的吧？就是一个贱婢而已，敢和我这样说话？我可是掌管着府中后院的女人，快如实说来！还敢骂人？当我是软柿子啊？任你捏！掌管府中后院，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是什么货色？你敢侮辱本姑娘？看我不收拾你！你想怎样？我可是王爷请来的贵客。他这话刚说完，就见苏七七抬腿正要踹他的膝盖，他一个侧身，轻轻一跳就躲过了这袭击，一腿反踢苏七七的膝盖骨。苏七七双腿立马跪了下来。七七姑娘，这是何意？跪我？这里也太大了吧！苏七七气急的想要起身，却发现王管家正在往这边赶过来，于是他就戏精上身，两行泪落了下来。我的腿怕是要废掉了。林姑娘，你好狠的心啊，怎么能对我出手呢？王管家看到了一边跪着的苏姑娘，一边站着的林姑娘，他感叹自己最近是不是霉运上身。这两位姑娘可都是王爷的客人，现在这种情况他能怎么处理啊？他急得满头大汗。两位姑娘，这是怎么了？苏姑娘怎么跪着呀？王管家，你可要给我做主啊！这个贱人刚刚动手打我，现在我的脚都无法站起来了。林云熙懒得管他，抬腿就走。完了，王爷还要留林姑娘晚上在府里用膳呢，她怎么能走呢？林姑娘留步，王爷交代老奴带姑娘到东院的偏房歇息，王爷晚上回府和林姑娘用晚膳。还用晚膳？用个王八蛋！我现在都要气炸了。第一次进他的王府就看到讨厌的白莲花，没掐死他就算好的了，还吃个屁的饭！多谢王管家的美意，我还有病人，先走了。这……王管家看着林云熙的背影，无助地站在原地，不知所措。林云熙带着怨气出了瑞王府，他今日要好好的排解一下心中的烦闷。主子，王爷和那苏七七没有任何关系，你不要介意啊。谁介意了？谁介意谁是猪？我今日要逛街，你们一边去，不要打扰本小姐的心情。好吧，主子开心就好。一个闪身，天三就消失在了空中。难得进京，我一直乖乖的。昨日跟我说不能逛街，我就没有逛。他倒是好，府里后院竟然藏着一个娇滴滴的女人。今日我就要买，好好看看这东胜国的京城到底长什么样子。林云熙来到了成衣铺子，他连价格也不问，直接叫小二打包了2套自己喜欢的套装。来到书店，他左看看右挑挑，不多时又买了20多本书。来到了首饰铺子，他给自己买了一只白玉打造的簪子。林云熙今日要通过购物让自己开心。购物果真是能够缓解女人烦恼的良药。回头想想，慕容浩应该也不会看上那样的女人吧？那他的品味也太差了点。想必应该是有什么原因留在府里的。等见到他时再问问他吧。自己说服自己后，收拾好心情，林云熙回到了客栈。此时刚好是晚膳时间，林云熙心满意足的用过晚膳之后，告诉小二今晚要早一点休息，让他不要来打扰自己。小二听了林云熙的话，点了点头就出去了。林云熙把门锁上，他今日逛了一天，又热又累的，他想进科技库去泡个泡泡浴，于是一个意念，他就进入了科技库。林云熙走上2楼的别墅，来到电脑面前，想看看李博士最近有没有给自己写什么邮件。当打开电脑的时候，果真就有一封邮件弹了出来。丫头，看到你最近过得不错，我就放心了。我把你没死的消息告诉了你奶奶和弟弟，他们很高兴。你打开你的衣柜，里面是你奶奶为你准备的古装衣服。我们现在看不到你所在的时代是什么时代，所以奶奶把所有相关朝代的衣服都买了一遍。你看着哪个像就先穿着，奶奶还说让我多帮帮你，以后你有什么需要可以告诉我。还有，你弟弟知道你平时喜欢跳拉丁舞，他给你备了很多拉丁舞服和鞋子，你看看喜欢吗？其他的东西他们后期还会给你准备。我们都希望你在那边能过得好，一直支持你的雨辰哥。雨辰哥，谢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请你帮忙告诉我奶奶和弟弟，我在这边过得很好。以后呢，我们经常通信，我会告诉你我这边的情况。林云熙一直都很喜欢跳拉丁舞，只要有时间，不管是心情好还是心情不好，他都会跳上一会儿，出了一身汗，什么烦恼都没有了。林云熙今日开心，他要跳上一整晚。这边慕容浩打马从军营赶回王府，丫头入京2日了，除了忙公务之外，他其他时间无时无刻都在想念丫头。今日终于可以见到丫头了，慕容浩打马的速度更快了。到了王府大门，
他匆忙下马，风一般的跑进了王府。可是当他回到东院，没有看到丫头等着自己，他叫来了王管家。王管家一看到慕容浩，马上就跪了下来。天一没有告诉你要留下林姑娘吗？她人呢？回王爷，林姑娘说她还有病人先走了，老奴让她留下，她还是坚持要走。她刚来上京城，怎么可能就有病人了？今日府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如实说来。王管家不敢隐瞒，一五一十把今日林云熙从进府到出府的全部细节都说了。王管家，你当差不力，可以回家种地了，换夏管家来管王府吧。王爷开恩呐！本王给过你多次机会，一个人都留不下来。下去吧，天一，随本王去客栈看看。慕容浩到门口敲了敲门，发现里面没有动静，又推了推门，发现门锁着。丫头，你在里面吗？没有人回答，猜想丫头会不会是在沐浴，于是他等了一会儿，又敲了敲门，还是没有人回答。天二天三出来！一瞬间，躲在暗处的两人就跪在了他的面前。你们主子呢？回王爷，主子下午逛街回来，一直在屋里没出来。怎么敲门没有人开门？这是不是主子睡着了？现在是用晚膳的时间，他平日里睡得很晚，今日怎么可能这个时间点睡？这什么时辰就睡了？回王爷，主子说今日逛街很累，他不会在里面出事了吧？给本王把门打开！当房门被打开，慕容浩急冲冲的就进了屋子，可是这屋子里头却是没有任何身影。人怎么没了？房门却锁着，他这是去哪里了？他遇险了，还是不辞而别？天二天三，你们怎么当差的？林姑娘去哪儿了？此时天二和天三才进入了屋子，看了一圈，真没看到林姑娘的踪影。他们俩人明明在屋外的暗处一直监视着，怎么主子就凭空消失不见了呢？给本王找！今晚找不到林姑娘，你们就准备去领军棍。两人瞬间消失在了夜色中。给本王调派府中所有暗卫，今晚就是把上京城翻过来也要找到他。本王就在这里等你们的消息。是。属下这就去办。一个时辰过去之后，天一、天二、天三传回了不少的消息，但是都没有一个是好消息。林云熙，你出来呀！你去哪儿了？他突然就想到，这丫头会不会是生气了，回青山寨了？慕容浩一阵风似的下楼，告知掌柜，如果有林姑娘的消息就传回王府，然后便打马飞奔出城。慕容浩来到他们之前住过的小院子，里面的东西还是那么熟悉，床榻上还残留着丫头自带的气息。慕容浩在屋子里找了几遍之后，还是没有看到人，于是他就去了青山寨。当家夫君，这么晚了，怎么还来寨里啊？你们当家的今晚回来了吗？没有回啊，大当家说此次去上京城要待上半月到1月，怎么会那么快回来？如果他回来也不住寨子里，你走后他就搬到河边的院子里去了。他会不会在寨里的院子里？他今日真没有回来，不信你去找找看。行，那我在寨里到处找找。说完就一阵风似的不见了，留下王大山一脸疑惑。他把寨里所有的地方都找了一遍，确定没有找到丫头，便离开了青山寨。他又一路打马回了城。此时天空露出了鱼肚白，慕容浩一夜未眠，双眼猩红。他1天2夜都没有合眼了，想着昨晚就能够见到心心念念的丫头，再累也值得。不成想丫头就这么消失不见了。慕容浩满脸疲惫地回了王府，坐在东院的正厅主位上等着消息。慕容浩静静地坐在椅子上，正厅安静的落针可闻。刚刚上任的夏管家叫下人端来了一盆温水，恭恭敬敬地说道：王爷，忙了一夜了，你先洗个脸，好好用早膳。用了早膳，我们接着找如何？不用了，你下去吧，本王想静静。那王爷今日可要上早朝，需不需要让人向皇上告假？去吧，本王2日没睡了，很累，去告个假吧。夏管家应下便退下了。客栈里，昨晚林云熙在科技库里跳了1个小时的拉丁舞，音响开到最大。好好出了一身汗之后，他舒舒服服地泡了一个香喷喷的泡泡浴，然后他就美美地享受着空调的冷风，睡了一个好觉。此时看了看外面，已经大早，他赶紧出了科技库，今日还要去为冷嬷嬷打针呢。说来也是奇怪了，今儿掌柜没有送来早膳，当他下楼的时候，林姑娘，昨晚你在客栈？在啊，我在睡觉啊，怎么了？这大白天的没有见鬼啊！昨夜王爷找这姑娘可是要疯啊！没等他说完，林云熙就不见了踪影。林云熙发现今儿早上大家都好奇怪呀，客栈的掌柜不送早膳，就连天二和天三也都没了踪影。前2日的马车没有出现，这到底是怎么了呀？刚到瑞王府门口，看门的小厮看到林云熙出现在了门口，大气都不敢出，就跑到前厅去找夏管家。夏管家也是匆匆忙忙地赶了出来。你好，你是？林姑娘好，老奴是新上任的管家，老奴姓夏，姑娘叫老奴夏管家就好。一个王府竟然有2个管家，昨日的王管家今日休息。回姑娘，王管家回老家种田去了。啊？怎么1天的功夫就回家种田了？这职位换得有点神速啊！我是不是错过了什么有趣的事情？王管家竟然1日内回家种田去了，有点意思。
夏管家满脸黑线，这姑娘知不知道，昨日王管家为了她，不知是受了多少的罪。不过也要感谢她，如果不是她的话，她也当不了这王府的管家。夏管家是个聪明人，一路引着林云熙向东院走。夏管家，这不是去冷嬷嬷清泉院的路吧？你这是带我去哪？灰姑娘，王爷昨夜已回府，他想见你，你先移步他东院吧。啊，让他先好好歇息吧。我今日来晚了，冷嬷嬷这会儿要吃药和打针了，不然诊疗效果会不好。这要不老奴去请示王爷吧？姑娘等等。王爷不是说了吗？诊治冷嬷嬷的病都听我的。我要迟到了，我先走了。我医治完了冷嬷嬷再去见王爷。说完，林云熙提着药箱一溜烟就跑了。夏管家终于知道这王管家是如何被王爷赶回家种田的了。这姑娘也太不按常理出牌了吧！夏管家无奈了，只好是灰溜溜的跑到东院给慕容浩报信了。慕容浩见他进来，冷冷的说道：“不是叫你下去吗？别打扰本王清静。”回王爷，林姑娘刚刚回王府了。听到这话，慕容浩急切的抬眼看了看夏管家的身后，发现没人。他人呢？人在哪里？回王爷，林姑娘现在去冷嬷嬷的清泉院为嬷嬷诊治了。夏管家，你不知道本王在找他吗？不先让他来见本王，让他先去了清泉院。你这管家是不是也要回家种田去啊？王爷息怒，息怒啊！夏管家把刚刚林云熙进门到去清泉院的细节全部都给说了。这丫头长本事了，找了他一夜，他竟先去清泉院。一会儿他诊治出来，务必带他来见本王。如果让他跑了，夏管家你就不是种田那么简单了，知道本王的意思吗？是，老奴这就去清泉院堵着。夏管家退下后，又听到慕容浩道：“天一，收回府中的暗卫，外面的也不必找了，暗中盯着清泉院，再盯不住一个姑娘，你们也不用活了。还有，天二天三各去领50军棍。”是，卑职领命。此时的林云熙还不知道，这一早一晚，整个王府为了他弄的是天翻地覆。1个时辰过去了，他照例找来了春花，交代好了事情之后，就出了屋门。林姑娘，诊治完了，冷嬷嬷的病情如何啊？咳嗽比昨日少了，是好的开始。那老奴就带姑娘去见王爷吧，王爷等急了。好，那就劳烦夏管家带路了。林云熙来之前就听说慕容浩回府了，这会儿能够见到他，林云熙的心脏突然就跳得厉害。林云熙好奇地往东院的主屋走。奇怪，这男人半月不见，不应该是出门相迎上来就抱抱的吗？今日倒是装上清高了。慕容浩，好久不见，最近可好？慕容浩还是没有回头。他这是怎么了？又装什么疯啊？这里就是你住的东院吗？装修大气威严，很不错。他现在还有心情关心东院的装修？喂，你在干嘛呀？我大老远的跑来为了嬷嬷治病，你就这样对待我？慕容浩气急，还是没有回头。慕容浩，你这是什么操作？我们半月不见了，你这是怎么了？玩什么游戏呢？此时慕容浩转过身来，猩红的双眼看着他。他这是发生什么事了？怎么会是这副模样？慕容浩，你这是怎么了？为何会如此憔悴？发生什么事情了？林云熙，昨夜你去哪里了？昨夜他来找我了，我是不是错过了什么？我昨夜都在科技库里，这要怎么解释？昨夜我在客栈睡觉。哪个客栈？就是你安排的风客来客栈啊。我确实在客栈里，只是进了科技库，这也算实话吧。林云熙，你最好说实话，不然本王饶不了你。啊，难道是跳舞的乐曲声太大，没有听到科技库外的声音？我找了一个地方睡觉去了。什么地方？一个安全的地方。你这是不肯说了？完了，这男人生气了，该怎么办啊？慕容浩，你这是生气了？昨夜王府所有暗卫全部出动，把京城都翻了一个遍，都没你的下落。你说我该不该生气？你生什么气啊？你后院里还藏着一个娇俏的姑娘呢，应该是我生气才对吧？你是因为本王后院有女子居住，所以昨晚跑到所谓安全的地方睡觉去了？对啊，就是这样，我很生气，我现在还在生气。他这是在逃避我的问题，他到底想隐瞒什么？林云熙，我再问你一次，你昨晚去哪里了？慕容浩，成年人都有秘密，我是不在风客来客栈睡觉，但是我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情，我也有自由好吗？你这是在逃避本王的问题。逃避什么？你后院有女人，我不应该生气吗？本王和她没有任何关系，本王也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你为何要这样对本王？我怎么对你了？我是不在客栈睡觉，你生那么大的气有意思吗？有意思吗？本王为了赶回来见你，前晚一夜没睡，赶去完成军中的任务，想着昨晚回来陪你，你却消失了。本王找了你一夜，金山寨都去了，竟然说本王没意思。算了，还是老老实实认错吧。慕容浩，你别碰我！林云熙，本王很生气。林云熙不放弃，再次上前，温柔地环抱住他的腰，把头靠在他胸前。慕容浩，这次是我错了，我给你道歉，以后我不会这样了，你不要生气好吗？你知道吗？你生气的样子很可怕，你都吓到我了。错在哪里了？
错在外出没有和你说，也没有和安危告知我的行踪，害你担心了。还有下次，该当如何？任由王爷处置。寥寥几里雨遥遥，你身影窈窕，栖息我梦里。潇潇几度雨悄悄，有情意袅袅，却未见是你。丫头，今日你别想再逃。说完，他低头吻住她的唇。慕容浩要把他这半个月的思念和昨夜的愤怒全都发泄在丫头的身上，他很气，却打不得骂不得气不得，他要用这样的吻把他淹没。片刻，纱帐内温度升高，两人大汗淋漓。就在最后一刻，慕容浩停了下来，他下了床，打横抱起全身通红的林云熙进了浴房，把衣服脱了。沐浴。慕容浩，你转过身去。慕容浩很听话的转过身，然后林云熙就把自己身上的衣服全都脱干净之后，一溜烟进入了浴桶里头。看林云熙进入了浴桶，慕容浩穿着里衣进入了他的浴桶。慕容浩，你不讲武德，叫人家脱，你自己还穿着衣服。本王有说过不能在水里脱吗？慕容浩，那边不是还有一个浴桶吗？你出去。这是本王的王府，本王爱在哪里沐浴就在哪里，你管不着。死男人，今天你生气，我忍你。离本王那么远，怕本王吃了你。过来。这男人不是疯了吧？过去我今日还用活吗？多羞人啊！不过去，我这样泡着就挺好的。这话还没有说完，就见慕容浩一个手臂把自己捞到了他的腿上。慕容浩，这样会出事的。刚刚两个人差点要进入最后一步了，我都没要他，他怕什么？要出事刚刚已经出事了，怕什么？这样有点尴尬。你是本王的女人了，有什么好尴尬的？林云熙知道自己说不过他，只好就依偎在他肩膀上，老老实实的待着。本王累了，好好泡一下，先不折腾你了。说完，慕容浩抱着他闭上了双眼。林云熙知道他2夜没合眼了，不忍打扰他，乖乖的靠在他的肩膀，等他醒来。怎么，你还会害羞啊？你自己说过看过很多病人，很多尸体，今日就这点出息？病人和尸体能和你比吗？你那么帅，会要人命吗？慕容浩，这就是所谓的真气吗？怎么，你没见过真气？我真的是第一次见，真的有真气这种东西啊！太神奇了吧！你头发还湿着，你再试试让我看看。那么好奇？为了满足林云熙的好奇心，他再次运起了真气，把自己头发都弄干了。哇，太神奇了！真气还可以这样用的？那之前在青山寨，你怎么不用真气弄干自己的头发？你可知道我为你擦干头，手都弄酸了。当时用真气，你怎么会在我身边多待啊？好你个慕容浩，心机如此深沉，看我以后如何治你。丫头要怎么治我？先不说这个，我想知道你是不是可以用真气飞檐走壁，然后还可以飞来飞去的？当然会了，有空了本王带你出去玩。哇，太神奇了，真不能用科学解释这个问题。那真气是从哪儿来的？是这吗？真气就藏在这儿？哎呀，真气全身汇集，当然气沉丹田这个地方比较多。太不科学了，改日一定带我去玩玩。慕容浩有些无奈，他现在还累着呢。好，改日带你去玩。你现在先和本王老老实实睡一觉，睡好了真气才多，飞得更远。慕容浩这话都没有说完，他抱着只穿着浴巾的林云熙睡着了。两人就这么一觉睡了2个时辰，午膳时间都过了。当慕容浩醒过来时，就看到怀里的他正在眨巴着眼睛看着他呢。丫头就这么馋到我这张脸啊，看得脸都红了。我可不止馋你这张脸。你还真不怕死？林云熙，以后不能一声不吭的离开本王，知道吗？好，我答应你，除非我遇到危险留不下信息，不然再不会了。你知道吗？昨夜找不到你，我都要发疯了。我很害怕失去你，我不知道你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危险，又或许你回家了。回家？我的家怕是回不去了。那你就在这儿好好待着，本王给你一个家。你能吗？能给我一个家？本王答应你的，自然会做到，只要你不离开本王就好。信你一次。本王也要和你解释一下那苏七七的事情。你说，我听着。苏七七的哥哥叫苏达，一直是我在边境军营里的副将。今年年初，西域国一直骚扰我们东胜国的边境，父王命我率领7万大军，把西域那些狗贼打出去。在一次战役中，我们遭遇敌军的埋伏，本王身陷险境，是苏达用命替本王挡了一箭。他临死前，把他家里仅剩的妹妹苏七七交付给本王，让本王为他择一个好人家嫁人。本王为报他的救命之恩，把他妹妹带到了京城，就安置在我王府的后院里。但本王跟他真的没有什么关系，我到现在都不记得他长什么样子。其实我也相信你和他没什么，我都没有生气。我知道你有你的事情要做，她这样的女人，想来你也应该看不上吧？那刚刚你还说生气来着？那是你先气我的，我才找事情气气你。好你个丫头，
我后院里有女人，你都不吃醋？吃醋？我连云溪有吃醋的时候吗？那么不在乎本王？慕容浩，我没有穿衣服，你在哪我就……本王知道，现在本王睡醒了，你应该很害怕吧？停！我肚子饿了，我要吃饭。来你王府给人治病都不管饭的。今日就先放过你，我们准备用午膳。王爷是叫夏管家准备膳食，还是？府子里的厨子换了好几波，都做的不好吃。本王要吃你做的。好，今日你是老大，厨房在哪儿？我去做几个好菜给我的慕容浩。这甜言蜜语很合慕容浩的胃口，拉着林云熙来到东院的厨房，看到慕容浩东院一个人都没有，他好奇地说道：王爷，你的东院怎么连个下人都没有？本王刚刚很生气，知道要和你吵一架，把他们都平退了。这吵架还能预谋好的？慕容浩心虚，他换了个话题：你肚子还饿不饿？饿死了，赶紧的吧。林云熙看了看厨房，储物柜里有很多新鲜的食材。当他看到一篮子里的牛肉时，两眼放光。哇，慕容浩，你这里有牛肉啊？你喜欢吃牛肉？当然了，我在我家乡几乎天天吃，我经常锻炼肌肉。牛肉呢，含有很高的蛋白质，对身体很好。可惜到这里就没有吃过了。我之前有叫王大山到丰京镇买，他说东胜国一般百姓是不能吃牛肉的，牛是农耕的工具，只有皇宫贵族才能有牛肉吃。想不到你这里就有。他说什么？几乎天天吃牛肉？我这个皇子也不能天天吃啊。丫头，你之前天天吃牛肉啊？对啊，在我们那里，牛已经不是农耕用具了，和猪一样，是作为肉类在市场上售卖的。原来他的家乡那么富足。王府里的牛肉是宫里每月分配下来的，1月也就1到2次。我们这里确实不能天天吃牛肉。那我今日就给你做个牛肉宴吧。看你才半月就有点消瘦了，都没有在青山寨时那么壮实了。才知道本王这半个月里日日茶饭不思的想你，没有你本王都不习惯了。说完，慕容浩从身后把他环抱在自己的胸前。我要做饭了，你让开，一会儿被下人看到了。没有本王的命令，他们谁敢进来？好吧，你是老大，那随你。林云熙不管他，洗菜、切菜、炒菜，这大夏天不一会儿就满头大汗了。哎呀，慕容浩，你不热吗？我都要被你热死了。热，要出了汗，等下一起去沐浴去。沐浴你个头啊！要沐浴你自己去，快让开！我全身都是汗，不臭吗？不臭，你身上的味道让本王着迷。慕容浩，我要热爆了，你快放开我！不要，我就要这样抱着。终于可以吃饭了。慕容浩看着满满一桌好菜，终于是舍不得放开了林云熙。两人坐下，拿起筷子大口大口地吃起来。席间，慕容浩给他夹了很多牛肉，都快要堆满他那小碗了。慕容浩，不用夹那么多给我，我吃不完的，你自己也吃嘛。夹给你就吃，爱吃牛肉就多吃点。下回啊，我找宫里的膳房多分点给本王的瑞王府。丫头，你在京期间就住在王府吧，日日给本王做好吃的。算了，没名没分的，王爷不是要保护我的名声吗？我还是住客栈吧。你想吃好吃的，我给你东院的厨子几道菜谱。也好，听丫头的。两人开开心心的用着牛肉宴，而浅云院这边，小姐，林姑娘去了东院，王爷禀退了所有下人和暗卫，他们2人在东院待了2个多时辰。什么？这个狐狸精贱婢竟敢勾引王爷，看我怎么收拾他！东院两人用完膳之后，林云熙正要收拾碗筷，这些叫下人做就好。现在天色还早，我带你去玩。你不是对真气很感兴趣吗？听到男人这么一说，林云熙开心的像个小孩子，双手环抱他的腰。慕容浩，咱们现在开始吧。见这丫头对真气那么的好奇，一手搂住身前的他，一手一个飞身，便飞到了东院的房顶上。哇，慕容浩，真气真的让人飞起来啊！太神奇了，你就是我的神。这才用了一点点真气呢。走，我带你飞一下。哇，好好玩啊，好神奇！慕容浩加油，那边有片草地，我们去那边看看可好？快到草地的时候，只见林云熙一个手勾住他的脖颈，性感的红唇就吻了上来。丫头，你干嘛呢？不害臊？王爷这是怎么了？害羞了？脸怎么这么红啊？后面暗卫都跟着呢，你不是收敛点儿？哦，原来王爷是闷骚男啊，在屋里和屋外差别那么大。我刚刚就想试试，如果打扰你运行真气会怎么样？王爷是不是想歪啦？好你个丫头，竟敢用本王来做实验！王爷不是说有暗卫跟着吗？本王在谈情说爱，他们不敢跟着。王爷，你看那边，慕
荣浩，有本事来追我啊！看林云熙跑远，慕容浩跟上，能在草地跑跑也是不错的。俩人你追我赶，这跑着跑着就跑进了一个林子里。啊，王爷，咱们不玩了，咱们往回走吧。慕容浩也停住了脚步，缓缓地向他靠近，沿着他的眼神就看到了地上的脚印。慕容浩一把拉住林云熙的手，正要往回走，面前就出现了大批的黑衣人，挡住了二人的去路。慕容浩，你的暗卫可有跟来？应该在不远处，你在我身后，我保护你。我给你的毒针盒子有带着吗？有，一直在身上。慕容浩，那你会用鞭子吗？会。只见林云熙不知道是从哪儿拿出了2支不锈钢打造的长鞭。这鞭子的手柄处有一个红色按钮，你甩鞭子之时可以先按下，按下后整条鞭子和鞭子头部会打开毒针，毒针打到人的身上，那人必死无疑。我们先用毒针盒子，再用长鞭，这些都是远距离的武器，能保护我们。丫头，要保护好自己。慕容浩，答应我，不要再受伤了。啊，放心。只见林云熙向空中发射了一枚信号弹。老大，他们放信号了，我们要速战速决。好，弟兄们，慕容浩的命值10000两黄金，今日我们就杀了他！黑衣人们手提大刀围成一个圈，向两人靠拢。只见慕容浩和林云熙手拿毒针盒，按出无数的飞针，瞬间前排的黑衣人就纷纷倒下了。老大，他们有暗器，后排弓箭手，杀！慕容浩用鞭子，两人挥起手中的鞭子，打在了前排弓箭手的身上。弓箭手还没有来得及拉弓，瞬间便纷纷倒地。老大，再不上，慕容浩的人就来了。好，弓箭手继续，刀手直接上！看到密密麻麻的黑衣人上前，林云熙从袖口中拿出了手榴弹，然后向那弓箭手一方投去。一声巨响，几十个人都被炸飞。林云熙也懒得废话，再扔了一个，又是一声巨响。兄弟们，先把那女人给解决了，再解决慕容浩。只见那带着刀的黑衣人冲上前，慕容浩用长鞭一直挥舞着，保护着身后的林云熙。慕容浩看准时机，抱着林云熙就飞上一棵大树。远处马蹄声渐渐靠近。慕容浩，我们的援军到了。丫头自己都能解决这些人，援军到了也快结束了，好玩吗？好玩，好久没有那么畅快了。为首的黑衣人听到俩人在树上的对话，都是满头黑线。这是在刺杀，他们说是在玩耍。这些人只留2个活口，其余人格杀无论。是。天一领命，带着几十个暗卫开始厮杀，不一会儿就解决了一大批黑衣人，顿时血流成河，浓浓的血腥味布满了这整个林子。慕容浩看了看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打横抱着林云熙跳下了树。就在这个时候，被俘的一名黑衣人脚下一踢，一个飞镖从鞋子底部飞了出来。慕容浩，小心！丫头，丫头，这飞镖有毒，我马上带你回府。天一，让他交出解药。是。来到东院，慕容浩赶紧把他抱到自己的床榻上，正准备出去找府医的时候，慕容浩，此事不宜声张，不能让人知道我和你遇险。我自己是大夫，我自己来，你帮帮我可是你中毒了，伤口还那么深。你帮帮我就行，我能治好自己，你答应我。好，我答应你。你帮我准备一盆干净的热水，还有毛巾就可以，我等你。慕容浩为了不让下人知道此事，到门外吩咐下人送来热水和毛巾之后，丫头，这飞镖有倒钩，一会儿拔弹要受苦了。不用担心，你还记得麻醉针吗？我不会痛的。只见他手里就多出来一支麻醉针。慕容浩一直都知道林云熙身上有秘密，但是当他看到林云熙不知从何处就拿出东西时，眼眸还是深深地探寻了一下。林云熙也不多说什么，直接在伤口的位置不远处为自己打了麻醉药。放下麻醉针，林云熙手上又多了碘伏和棉球。准备好这些之后，林云熙就等着麻醉药起效了。慕容浩，既然你都知道我的秘密了，日后你可要护着我。你就是本王此生的女人，本王会护着你，会为你守住秘密。那就好，你不用担心，这些就是皮外伤，就怕日后会留下疤痕。这疤是为本王留的，本王会爱的。丫头，肯定很痛吧？刚刚很痛，现在麻药已经起效了，已经没有感觉了。这是什么？这是分析毒药的仪器。我想那杀手应该不会给我解药的，但我自己能解。本王让天一严刑拷打黑衣人了，但现在还没有消息。不急，我先把这飞镖拔出来。只见林云熙戴着医用手套的手去取那飞镖。丫头，需要本王帮你吗？不需要。你小心点。慕容浩此时紧张地看着他，生怕会有什么危险。只见林云熙握住飞镖，一个使劲，飞镖便被拔了出来。一切弄完之后，他松了一口气儿。
慕容浩，今后几天可愿意为我上药？为你做什么我都愿意。你说好的哦。当然。毒药分析完成，其毒为7日散。慕容浩，又是7日散，这些人会不会是上次的那些？本王也怀疑。前2日，我带御林军去围攻了金银阁的总阁处，带回来不少人，可惜让他们阁主给跑了。今日这些人应该就是他们的人。等下天一审回来后，就会有结果了。慕容浩，金银阁一日不出，就会一直威胁着你。你是怎么得罪金银阁的？本王现在都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杀本王，现在还在查这次买凶之人。放心，应该很快就会有消息。下次让我遇到金银阁的人，我把他们全杀了。丫头，你就好好休息，这件事本王来解决，以后不要再为本王设限了，本王会很愧疚。你不知道刚刚你中标，本王心有多痛。好，日后我会更加小心，今日是大意了。你7日散的解药还有吗？有，你帮我去倒点水来，我要吃药。慕容浩赶紧起身，走到屋里的桌上打了一杯温水。他扶着林云熙，轻柔地喂他喝水。丫头，今晚就先在府里养伤吧，客栈先不去了，怕不安全。听你的。今晚想吃什么？本王叫下人去做。不怎么饿，喝点白粥，送点清淡的小菜就可以了。好，累了吧？本王陪你躺会儿。不累。慕容浩，你不需要去看看天一他们吗？这些事要是都做不好，本王要他们何用？我陪着你就好。要不你先换一身衣服吧，刚刚我们打架，全身都是灰。本王刚刚太紧张了，现在给你换衣服。只见慕容浩拿出一套女士的衣服走了过来。慕容浩，你卧房里一直都有女人的衣服？绝对没有，这是前2日本王差下人按照你的尺码定制的。不信你问天一，本王房间里从来没有女人的衣衫，就这2天才有的。我相信你了，把衣衫给我，我要更衣。慕容浩拿着衣衫走到床前，他坐在床边，深情款款地看着林云熙。你还不走啊？你不走我如何更衣？这几日本王帮你换。我自己换？你回避一下。你都受伤了怎么换？你什么地方本王没有看过？羞什么？慕容浩这回可没有顺着他，只见他轻柔地把林云熙的裙子褪下，缓缓地为林云熙穿上了里衣和中衣。慕容浩，这样好吗？有什么不好的？本王把你当成自己的妻子，夫君为受伤的妻子更衣，有什么不对的？可我们不是还没有成亲吗？总觉得怪怪的。我们都那样了，除了没有形成婚礼，我们之间的肌肤之亲，不是夫妻才做的吗？林云熙，难道你还有其他想法？我们只差最后一步了，你还没有把本王当成你的夫君。这倒也不是那个意思。什么意思？本王不管，你现在就是我的王妃，只是还没有对外公布而已。过段时日，本王会请父皇给本王赐婚，娶你为妻。这会不会太快了？我什么身份都没有。这些不是你该管的事情，你好好养伤就好。记住，你是我慕容浩的女人，这辈子都是。林云熙听着他振振有词地给自己承诺，他心里暖洋洋的。但是林云熙还是想避开这个话题。其实他心底好像还没有准备好，但是要准备什么，他这自己也搞不清楚。这个话题就此打住。慕容浩，刚刚那么多暗卫去救我们，怎么没有看到天2和天3二人呢？昨夜本王找不到你，本王认为他们失职，就让他们各领了50丈军棍。什么？慕容浩，你竟敢处置我的人？他们俩每日都认真负责为我办事，所以确实是我不对，但也不关他们的事啊。谁叫他们连你都看不住啊？肯定要受罚的。好吧，王爷，那你以后不能再乱处置我的人了，好不好？除非你老老实实的，本王就不会罚他们。慕容浩，你在威胁我？所以是叫你不要再消失了。好，我都答应王爷。他们在什么地方？我去看看他们。你还受着伤呢，不能去。王爷，你让我去吗？行，不过本王和你一起去，怕你跑了。多谢王爷，王爷是世界上最好的王爷。就你护短，为了他们都能如此撒娇。走嘛，带我去看看他们。慕容浩打横抱起他就要出去。你先放我下来，这让府里的人看到不好，我们还没有成亲呢。可是你的伤……都说了是皮外伤，现在麻醉药还在，补痛的。林云熙爱怎么样那就怎么样吧，顺着林云熙就好了。天儿，你说主子现在脱险没有？刚刚看他发出的信号，我好着急啊！可惜我们身上有伤，无法去救主子。现在还没有消息传到我们这里，我想主子吉人自有天相，不会有事的。天一怎么那么久都没送来消息？我快被急死了。天三刚刚说完这话，就听到外面有2个脚步声。天二、天三，你们2人怎么样了？我是大夫，快让我看看。丫头，注意分寸。参见王爷。不必多礼，你们先养着吧，
你们主子受伤了还来看你们，以后要更加好好守护你们主子。再有下次，可就不只是50军棍了。啊，主子受伤了，严重吗？严重吗？我没事，只是皮外伤。我这有很好的伤药，你们1人1瓶，好好养伤，尽快回到我身边当差啊。多谢主子，我们没事了，你和王爷先回去吧。那我就先回去了，好好养着。林云熙说完，走出了暗卫住的院子。刚走出院子不久，就看到苏七七迎面走了过来。七七见过王爷。林姑娘还没走啊？我还以为金仁一早就走了，怎么还留在王府？苏姑娘，林姑娘是本王的贵客，不是你该问的不要多问。这2日本王会找一些京城里家世好的公子，尽快让你嫁出去。你如果有相看好的，也可以和本王说。王爷，七七现在还小，不想嫁人，王爷再留七七几年吧。不想嫁人？你哥托付本王的事情，本王会尽快安排。你退下吧。王爷。苏七七那娇柔的声音响了起来，林云熙就觉得自己满身的鸡皮疙瘩掉了一地，他不自然地咳了2声。退下。苏七七听出了他的不耐，赶忙就退下了。慕容浩和林云熙一路回到了东院，回到主屋，林云熙就学起了苏七七的语调：王爷。林云熙，你好好说话。王爷，喵了个咪的，这个绿茶婊在我面前这样晃悠的男人，我能好好说话才怪。慕容浩，我非常讨厌看到苏七七这个人，看到他我就想杀人，敢在我面前这样晃我男人，你别让我再看到他，最好把他处理了，要不然的话没得谈，真的气死我了。慕容浩看他这吃醋的样子，他特别开心，开心的心里都开出花来了。原来丫头吃起醋来的样子是那么的可爱呀，原来他那么在意自己。慕容浩，我说话你听到没有？听到了。丫头，你知道吗？你吃醋的样子很可爱。好疼啊！麻醉药要效过了。怎么了？让我看看你的伤口。不让！你这招桃花的男人，讨厌！哎，过来让我看看。就是不过去。这2人围着桌子，一个追一个跑，最终还是慕容浩把人抓住抱入怀里。话不多说，他直接就吻上他的香唇，男人的荷尔蒙在他鼻息流淌，男人好让他痴迷呀。林云熙慢慢沉沦，沦陷在他深情的吻中无法自拔。回主子，刺客已全部招供，他们是金银阁的人。这次除了他们的阁主没有出动，几乎整个阁都出动了，全被我们歼灭。他们还招供说，买凶之人他们确实不知是何人，只交代了那人戴着半张银质面具，还有那刺客死活没有交出林姑娘身上所中之毒的解药。知道了，叫画师画出买凶人的画像，没事就下去吧。林云熙躺在他怀里，轻轻叹了一口气。丫头，怎么叹气啊？金银阁阁主和那买凶的人1日没抓到，你就1日不能安宁。不用担心，本王有很多人保护的，本王答应你会好好的。慕容浩，这事告一段落了，我明日就回客栈住吧。我多想每晚都有他陪着，每天早上醒来都能看到他沉睡的脸，他难道不想吗？你就那么不喜欢本王的王府啊？不是，没名没分的，我总觉得不好。待以后成亲了，天天黏着你，可好？王爷，这林云熙可是发现了，只要他用这柔软无比的声音提要求，慕容浩总是能答应，屡试不爽。行，那你要小心，本王多派几个暗卫保护你。不用，我一个大夫用那么多暗卫，真是大材小用了。你身边才需要多一些的暗卫。这你就不用管了，本王来安排。好，王爷安排就好。有点累了，睡吧。明日你不是还要上早朝吗？丫头，睡吧。说完，2人渐渐就进入梦乡，一夜好眠。第2日寅时，慕容浩就已经起床了。林云熙看他起床，他也跟着起来。丫头，你还受伤呢，多睡会儿。一会儿本王让下人驾马车送你回客栈。不了，我一会儿还要给冷嬷嬷打针，打完了我自己回去就好。哦，我都忘了问了，丫头，冷嬷嬷的病情怎么样了？她的病情向好，多出4到6个月就能痊愈。丫头，多谢你救了冷嬷嬷，你这医术真是了得。你可知，在东胜国得了肺痨，基本上是判了死刑的。那我治好了冷嬷嬷的病，你可要多给我诊金。行，本王会为你准备你喜欢的礼物。就等王爷这句话了。那小的来为王爷更衣吧。丫头会更衣？看你每日的头发梳的都乱糟糟的。更衣很简单啊，束发嘛，等日后当了你的王妃再说。都由你来帮本王更衣。他想让林云熙试试，最重要的是林云熙为自己更衣，就能够近距离的靠近他，闻到林云熙身上那独有的女儿香。只见他一件件一层层都被慕容浩穿好，还戴上了玉带。眼前的慕容浩立马就变得端正庄严，英俊帅气。我的男人怎么能长得这么帅？看得我口水都流下来了。让本王尝尝你的口水甜不甜，有没有说谎？慕容浩，你不用上早朝吗？
你晚了。是你撩拨本王的，你害本王情动了还不想负责？慕容浩可不管，凡是能吻他的时候，他都不会放过。这一吻就用了1炷香的时间，香甜而绵长。最后，慕容浩轻轻地松开了他的唇，宠溺地看着怀里的他，不舍得离开。快走吧，我可不想做红颜祸水的女人。俩人依依不舍地分开之后，看好苏七七，不要让她再打扰林姑娘。若她再生事端，我唯你是问。是，老奴会找人看住苏七七姑娘的。林云熙来到清泉院的时候，这冷嬷嬷早就醒了。冷嬷嬷今日感觉到身体很爽利，没有前2日咳得那么难受了，她便坐起身，靠在床榻边上。冷嬷嬷早，今日看上去气色不错，还能坐起来了。林姑娘来了，哎，快来坐下，都是林姑娘妙手回春的医术救了老奴，老奴不知如何谢姑娘呢。嬷嬷不用谢，你能好起来，王爷很高兴。也多亏了王爷，请林姑娘过来为老奴诊治。您和王爷的大恩大德，老奴一辈子也还不了。嬷嬷不要这么说，这是我作为大夫的本分。我们今日继续打针吃药，我想你这病啊，痊愈都用不了4至6月，我看现在效果很不错。好，还是有劳姑娘了。林云熙还是认真的为冷嬷嬷打针配药，等到吊针打完，他收拾好药箱便离开了瑞王府。此时苏七七的浅云院，叶岩来报：小姐，昨夜那林姑娘住在了王爷的东院，今早给冷嬷嬷看诊后才离开的。什么？昨夜她住在东院？这个狐狸精不就是个不起眼的大夫，竟敢勾引王爷？看来要给他找点事情做才行。小姐，王爷很看重她，会不会招惹到王爷？王爷发现就跑了。不会让王爷发现。你过来，我告诉你怎么做。叶岩把耳朵靠近了苏七七，不知道苏七七在叶岩的耳边说了些什么。林云熙回到客栈，他给自己上药之后换了一身新衣裳，他就提着药箱出门了。今日他要到处去看看上京城有没有什么商机，或者青山寨的那些项目有什么东西能够在上京城大卖的。林云熙在大街上到处走着，这一路观看一路想着，林云熙就来到了一家药铺。药铺其实和现代的中医药铺差不多，高大的木质药柜收纳着各种药材，在各种的小抽屉里头，里面还有一个像是大夫一样的人在坐诊。林云熙心想，如果自己能有一间药铺，貌似也不错。可惜啊，理想很丰满，现实很残酷。他现在没有足够的银钱，还是慢慢来吧。大夫，救命！快救救我哥！那大夫走出药铺，看了看那男人流血的腹部。姑娘，回家准备后事吧，我这里无能为力啊。大夫，求求你救救我哥，我可以给你做牛做马。恕老夫束手无策，姑娘请回吧。这就无能为力了。林云熙大步向前走出了药铺，见那伤口像是被利器划过，应该是可以救的。小姑娘，你哥哥是怎么伤的？姑娘，你能救我哥吗？我哥是一个装修工，今日一早出活时不小心从木架上落下，刚好划到了身旁的一根大铁钉。快让你哥躺下，我尽力。只见小姑娘扶着她哥哥在不远处平躺了下来。这个时候围观的群众是越来越多了，把那店铺门口的街道堵得是水泄不通。此时一辆马车上，怎么马车停下来了？回世子，前面好像出事了，百姓们围得水泄不通的，马车过不去。好，长风去看看发生什么事了。是。不一会儿长风就打探回了消息，回世子，前面有人受了重伤，一位姑娘在救治，百姓们围着。姑娘，求求你救救我哥哥，我和哥哥相依为命，我不能没有哥哥。在场的有没有懂医术的？我需要一个人来帮忙，这个人有救，就差一个助手。然后便见一袭白衣人走到他面前，林云熙头也没抬，他打开了药箱。好，就你了，麻烦你帮忙把这病人家属带下去，他吵死了，我不能安心手术。还有，最好把这些百姓全轰走，人太多了，空气不流通，还容易有细菌。最好再弄个帘子把这里挡住了，要快。慕容琦都无语了，他这什么话都没说呀，这姑娘倒是给他派了这么多任务。慕容琦看了眼自己的护卫，护卫就知道他的要求了。很快，病人的妹妹就被带到了阴凉处待着，不能发出声音。百姓们也被护卫们散去了，还找来了屏风，把3个人围在了里面。林云熙看也没看慕容琦，急切道：“你有没有手帕？”有。一个珠圆玉润的声音响了起来。此时的林云熙只看着病人的伤口，准备药箱里的东西，倒还真没注意到如此好听的声音。好，我马上要给他动手术，你在旁边帮我递工具，最重要的是为我擦汗，不能让我的汗滴入他的伤口，听到了吗？我在这里就是一个擦汗的助手。好。只见林云熙双手戴上了医用手套，拿出一支奇怪的针，给那病人打了一针奇怪的药水之后，病人就睡着了。
然后林云熙就把伤口打开翻看，似乎是发现了什么。他自言自语道：“有一根血管破了，难怪出血这么急。帮我拿止血钳过来。”哪一个是止血钳？那个像剪刀又不是剪刀的。是这个吗？林云熙不理他，拿着止血钳就在那破了的血管上段止血。药箱里的针和线给我。这手术需要针和线？慕容琪有些好奇，他这找了找，发现药箱里确实有一些弯曲状的针和线。是这些吗？慕容琪静静地看着他缝针，抬起头想看看这姑娘的脸。方才他没有仔细看，当他看到一张不施粉黛而又貌若天仙的脸时，他的眼光再也无法移开了。快拿你的帕子为我擦汗，绝对不能让汗滴入病人的伤口。我还有几针就缝好血管了。慕容琪这才从他的美貌中缓过神儿来，他拿起自己随身的锦帕，轻轻地为他擦拭。不用那么轻，用力，满脸都要擦干了。我现在停手，赶快。好。慕容琪只能听他的，用锦帕在他额头上、双颊上全部都擦拭了一遍。好，不用擦了，我继续。只见林云熙弄好了血管之后，把那止血钳打开，用棉花蘸取碘伏，给伤口大面积消毒。慕容琪停手，继续看着他。只见这女子的左肩上冒出了红色的血迹。姑娘，你的手背上有伤，会不会很严重啊？还能坚持吗？你怎么那么多话？不用你管，我现在在手术，需要安静。林云熙做手术最讨厌有人在他旁边说话了，语气也不自觉的就严厉起来。慕容琪不敢再开口，一直眉眼柔和的盯着他看。最后一针缝合好之后，林云熙剪掉了尾线，刚刚还蹲着的身子，这会儿才发现腿脚全都麻木，无法站立了。他投来求助的眼神，抬头一看就被惊到了。映入眼帘的是一个白色锦衣华服的男子，他貌若潘安，风度翩翩，文质彬彬，一看上去就是上辈子拯救了宇宙才能得到的上天如此眷顾的面容。哇，这上京城的男子都那么帅的吗？这也太不人道了吧！原来是一位公子啊，不好意思，刚刚手术过于紧张，把你当做了女子，多有得罪，请见谅。无妨，也是为了救人。这病人没有生命危险了，我去叫他的家属过来。不过好像还需要你再帮忙，我现在腿脚麻木，站不起来了。慕容琪伸出手，示意他可以扶着。林云熙想赶紧逃离这狭小的空间，赶忙用力握了握他的手臂，就用力起身了。脚上的麻感传过来，一个不小心，直接就歪倒在了他的怀里。我靠，这脚也太不争气了吧！只见慕容琪双手把他轻轻的一扶，站好之后，两个人都是有些尴尬的低下头去。慕容琪此刻发现自己心跳漏跳了一拍。这屏风可以撤了，我去叫病人的妹妹过来。俩人一前一后出了屏风。你哥哥现在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这个是他1周的药，每天3次，1次1包，饭后用水送服就可以了。多谢姑娘的救命之恩，多谢！你快起来啊，这跪什么呀？起来，以后不要乱对人下跪，女子膝下也有黄金的。慕容琪听到这话，看了看他身边的林云熙，林云熙的话好像很与众不同。姑娘的大恩大德，我定会回报。姑娘，我现在只有这些钱，你看看能不能先欠着，日后我再还你。我现在没有其他银钱了。你拿着这些银钱给你哥哥买点鸡蛋、鱼，还有鸡，这些营养的，对他的伤口有好处。我是大夫，治病救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今日算你我有缘，就不收你的诊金了。小姑娘见状激动不已，又要跪下。只听林云熙冷冷地说道：“你要是再跪下，那我可就要收你的诊金了。这手术的诊金可不少。”多谢姑娘，日后有机会我会报答姑娘的。回去吧，好好照顾你哥哥，他这样的体质，半月到1月就能好。这位公子，要不你好人做到底？我看你有护啊，要不帮忙抬这位病人回家吧？这是小事情。一个眼神互为领命。今日多亏了公子的帮助，你这帕子应该是用不了了，要不我买一块还给你？对了，你们这里应该不能乱送什么手帕的吧？算了，就当做是我毁了你的帕子。要不请你吃一顿饭当道谢如何？好，这样也行。那你想吃哪家的饭菜？我在外面吃的少，不太了解哪家饭菜好吃。那就尹月轩吧，那家饭菜不错。好，姑娘，那边是我的马车，要不要一起乘马车过去？不用了，我走一下就好。我这几天逛过街，尹月轩的位置好像离这里不远，你先过去，我一会儿就来。掌柜，把门开着吧，这样透气吃饭舒服一些。我可不想慕容浩误会什么事情，还是谨慎点好。慕容琪看了看掌柜，掌柜的会议门开着。今日多谢公子出手相助，我才能给我的病人完成手术。今日这餐我来请，你看喜欢吃什么，尽管点就是了。这家酒楼饭菜都不错，还是姑娘来点。好吧，那我就随意了。一下就点了8个菜，而且还是肉菜居多。我们就2个人吃饭，这姑娘点了8个菜，她以为我慕容琪是大胃王。
公子，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我先来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林云熙，请多指教。公子尊姓大名？本公子叫慕容奇。又是一个皇家的，完了，难道我和皇家这么有缘？奇，美玉也，这名字不错。哎，这女子难道不知慕容是国姓？要知道，在京城听到国姓，很多女子都为之疯狂，她反倒喜欢奇字，有点意思。要不咱们开始吃饭吧，我真的是有些饿了。慕容奇端坐着，斯文地夹起面前的菜，轻轻地送到了嘴边。他看了看对面的林云熙，林云熙这吃饭的架势，差点把他的下巴惊了下来。只见林云熙一手拿着鸡腿儿，一手夹着米饭，时不时的还夹着前面的菜。她是真不像京城的那些贵女们，在公共场合吃饭只吃几口就放下筷子了。这女子看上去真的像是一头饿狠了的狼。林姑娘，这真是饿着了。当然饿了，做了一台精细的手术，耗费了太多精力，能量早就消耗完了。她说出来的话总是那么奇奇怪怪的，什么叫做能量消耗完了？林云熙自顾自地吃起来，他可不知道自己被慕容奇一直都盯着。林云熙不小心抬头，慕容奇避开了在他身上的眼神儿，一直都没有动筷子。慕容奇对吧？你怎么不吃啊？难道不饿吗？我吃的不多，你要饿的话多吃一点。你那么高大一个人，就吃这么点儿，算你赢了，小女子佩服。那我可就不客气了。林姑娘，你是哪一家的姑娘？这京城姓林的也不少。我不是哪家姑娘，我是孤儿，无父无母。在下冒犯了，姑娘会不会很辛苦？没关系，没有父母也要好好活着，不是吗？确实。哎，对了，你的医术了得，你医术是和哪一位高人所学？你也喜欢研究医术？我平日里没有什么事情，一直研究医术。原来是同道中人。我师父是一位得道高人，是他传给我的医术。林云熙不想解释太多，瞎编了一个理由。尊师是哪一位呢？我师父云游四海，不问世事，就不说了吧。既然如此，那是在下无礼了。没事。请问林姑娘，你对妇科可有研究啊？妇科？家里内人需要看诊？你先说你会不会诊治妇科？开玩笑，我在现代可是每个科室都轮岗过的，后来各科成绩优异，成为了全科医生。会，当然会，我可是全科医生。要不你帮我一个忙？可以啊，不过妇科诊金可不低。好，只要你能看好我姐的病，给你5000两白银，如何？我去，5000两，送财童子啊！那么多诊金，不会是已经病入膏肓了吧？姑娘可不能乱说，我姐是明星郡主，7年前嫁给了少妇，两人一直无子。我给我姐诊过脉，没看出什么，还烦请姑娘出手相助，定会酬谢。7年都没有孩子，那确实有些棘手。不过听她的阐述，为何只检查她姐姐，不检查她姐夫呢？为什么婚后没有孩子都怪在女人身上？会不会是那个什么少妇的问题呢？这就不知了。行吧，看在诊金的份上，帮你一把。什么时候去？姑娘看明日如何？可以的话，我今日给我姐传信。明日未时吧，我上午有病人要看。行，那就拜托林姑娘了。好，那如果医好了，怎么付诊金？你可以找这家酒楼的掌柜，他会找我过来。这酒楼是你的？正是。行，那就这么定了，记得是5000两白银。一言为定。行，走了，再会。林云熙说完，提着药箱就下了楼。瑞王府，慕容浩下了朝，回到书房处理文书。天一拿着一本折子求见。主子，这是您吩咐的适合苏西西姑娘公子的名单，您过目。要不你看吧，看好了你拿给苏姑娘看就行。我帮苏西西看合适的公子啊，找家世好一点的，后院没那么复杂的就行。这些事还叫本王来。属下不敢，属下马上去办。天一退下。什么风把夏管家吹来了？可是王爷找本姑娘有事。苏姑娘好，王爷叫老奴把这折子给你过目。王爷送来的折子，不会是王爷赏赐的好东西吧？折子里面有10几家公子的画像和简单的介绍。夏管家，王爷这是何意？回苏姑娘，王爷为你寻来合适苏姑娘的公子，让你过目。王爷是想苏姑娘嫁个好人家。什么？我都说了我还小仙不嫁的。这老奴就不知了，老奴只是奉命给姑娘带折子过来的。王爷在哪里？我要见他。王爷在书房，王爷有命，书房重地没有他的允许，不能入内。好，那你先退下吧，我看看这折子。夏管家退下，苏七七的脸开始扭曲。
一定是那个贱女人，不知道吹了什么枕边风，让王爷快点把我嫁出去。贱人，有你好看的！王爷，天色已晚，是否需要上晚膳？厨房都备好了。不必了，今晚不用晚膳。王爷，这下去吧。是。夏管家退下，天赐到了书房。天赐见过王爷，今晚来汇报林姑娘的行踪，把今日林云熙的所有行踪和见了什么人，全部都汇报给了慕容浩。知道了，你先退下吧，保护好林姑娘。天赐退下之后，肚子饿了，找丫头去。走出书房，径直往大门走去。突然，一个娇小的身影从前面的大树旁窜了出来。王爷，七七想和你单独谈谈，可否屏退下人？慕容浩一个眼神，天一消失不见了。说吧，找本王何事？王爷，今日给七七的折子我看过了，我不想嫁。为何不想嫁？那些公子都很适合你。因为我倾慕王爷。王爷要不收了七七吧，做妾又或者做通房丫鬟都可以。我不要嫁什么公子，我仰慕王爷已久。说完，这苏七七把自己的外披敞开，露出只穿了红色肚兜和亵裤的玉体。天一天武，处理了！只见天一天武一个闪身就飞到两人中间。王爷！天武把他扛到肩头就消失了。王爷要如何处置？即刻把他赶出府区，找个地方安置，赶紧把他嫁出去。是。还有，今晚这事绝对不能让林姑娘知道。如果她知道这事儿，你提头来见。是。天一消失在夜色中，慕容浩此时表情冷酷，也不知他在想些什么，径直走出了瑞王府。林云熙舒舒服服地泡了一个澡之后，就听到外面房门急切的敲门声。这慕容浩早不来晚不来，他衣服都还没有穿好就来了。随后把房门打开，就看到了一脸疲惫的慕容浩。慕容浩，你早不来晚不来，我刚刚沐浴你就来了。你穿成这样就开门啊？你敲门敲得那么急，我都怕你把这门给拆了。丫头，你是不是疯了？你受伤了还沐浴，不想活啊？这慕容浩今天火气很大呀，是在关心我？王爷，今日有想我？这话还没有说完，温暖的柔唇就附了上来。他狂热的舌探入他的唇中，他今晚很想他，不知道是哪里来的火气，疯狂的想吻他。慕容浩刚刚看见了那女人的玉体，他感觉自己背叛了眼前的女人，他难受，他要发泄。慕容浩，你停一下，我呼吸不了了。慕容浩把女人抱进了床榻里，他想要她，他不想停。慕容浩，你发什么疯？今日你是怎么了？你好奇怪，是不是弄疼你了？我都快被你吻得窒息了，呼吸不了了。对不起。这对不起一语双关啊。他真有事？慕容浩，今日遇到什么事了？你有事瞒着我？啊，没有。应该不是朝堂的事情吧？不然你不会这样。都说了没有。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如果你现在不说，以后我知道了。你知道我的性格的。我今日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对不起我的事情？你今日不是去上朝了吗？做什么事情对不起我了？慕容浩无奈，就把刚刚在路上遇到苏七七的事情说了。我好想笑好吗？就看了一下女人的身体就算背叛了？还是被迫看的？那现在女人穿比基尼，岂不是都是大逆不道？慕容浩，这不叫背叛，又不是你主动去招惹他的，是他主动找上门的，这都不怪你的，你不要多想，你放心吧，我不介意的。这真不算背叛？丫头，你当真不介意？你就当他是一个发疯的病人，找你看病，你不小心看了一下他的身体而已，这不算什么背叛吧？不要想那么多了，乖，吃饭。好啊好，吃饭，和我的丫头吃饭。慕容浩一直抱着她到了桌前，两人坐在一张椅子上。慕容浩，你放我下来，两个人抱着怎么吃饭啊？今晚就这样吃，你喂本王，本王现在心情好。你还真是无耻，你自己不会吃啊？本王抱着你，双手没空。堂堂王爷，无赖起来还真让人头疼。就喜欢你喂本王。林云熙无语，为了安慰这受伤的小奶狗，他忍了。谁让自己那么喜欢他黏着呢？丫头，这是特意为本王准备的。知道你喜欢琉璃，以后你来吃饭都用琉璃给你装盘如何？丫头，你这么宠本王，本王可离不开你了。知道就好，我也不想你离开我啊。丫头啊，我们这样真好，有什么事情能说出来，不隐瞒对方，说出来什么都好。是啊，爱一个人要多多沟通，这样不会引起误会。以后王爷有什么难事，要记得和丫头说。
不要像今日一样憋着，可以吗？本王答应你。吃饭吧，你也吃，我自己来。今日我想喂王爷，看王爷这么乖，想好好喂你。林云熙不仅要喂饱他的胃，还要喂饱他的灵魂。说完，林云熙低头吻上了他的唇。这餐饭，俩人足足用了半个时辰。缠绵而又美味的晚膳之后，俩人躺在床上，他开始聊起今日自己的所见所闻。慕容浩，今日我在京城赚了第一笔钱，1600两，是不是好厉害？哦，和本王说说，你今日都干了什么？虽然他从天赐那儿都知道了所有的事儿，但是他还是喜欢听他叽叽喳喳的说个不停。我今日很开心，我在路上救了一个病人，他的伤很棘手，但我把他救活了。对了，还有一个叫慕容琦的公子也帮我救治了，算是我的助手吧。哦，他怎么当你助手的？慕容浩很想知道他们两个人是怎么救治那个病人的。这个暗卫没有具体说，天赐说当时俩人在屏风里救治病人，具体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他们无法靠近，不得而知。当时情况很紧急，我需要一名助手帮忙递手术工具，你知道的，我的左手臂有伤，病人的血管破裂出血，没有办法同时快速的做所有事情。刚好那位叫慕容琦的公子路过，他说他会医术，所以他就进入屏风帮忙。当时很热，做手术的时候汗水是不可以滴入病人的伤口的，我当时也没有帕子，就叫他帮忙擦汗。就这样，我们2个人就把病人救活了，是不是很厉害？林云熙，你说什么？慕容琦帮你擦汗，用他的帕子？这男人听故事的重点是不是搞错了？不应该表扬一下我见义勇为救人的光荣事迹吗？怎么重点是擦汗和帕子了？当时情况紧急，这没什么吧？你一个姑娘家没有帕子在身上？这还真没有，我平时都是用纸巾的。只见慕容浩起身走到房门外，冷冷的吩咐：天赐，现在去秀云庄买100条女子用的帕子回来。是。他又走到浴室里，取出一盆水和一条帕子，端到了床前。你起来，我为你洗脸。这男人吃醋了，100条帕子洗脸，有点可爱。林云熙很喜欢，老老实实的坐起身，只见他拿着打湿的帕子在他脸上轻轻的擦拭。慕容浩，你是不是吃醋了？你还笑？我慕容浩的女人只有我慕容浩能碰，别的男人不能碰，你给我记住了。他果真是吃醋了，还气惨了啊！嘿，今日我做手术太专心了嘛，真不知道他是男的，不然我一定会换一个人的。反正今晚要把你的脸擦干净。男人不停地为她擦拭着脸颊。我沐浴过了，而且刚刚我们不是也吻过了吗？听话，叫你洗就洗，我不允许我的女人被人碰，哪怕是擦汗也不行。慕容浩，你知道吗？你这样霸道，我超喜欢。这丫头不知道吗？这句话甜到能杀死人。慕容浩双眼炽热地看着林云熙，久久不能移开。他丢下手中的帕子，一把就把她压在身下。丫头，你听听本王的心跳，你知道吗？和你在一起，本王的心跳一直跳得过快，不知哪一日本王会死在你手上。林云熙静静地听着他的心跳，他心跳急促，呼吸也急促。又一个吻向他袭来，慕容浩低喃道：就那么喜欢本王霸道？那本王今晚就要霸道一次，让你记住你是我慕容浩的女人。最后一步就要跨越，慕容浩还是停了下来，冲向了浴房，拿起冷水从头到脚淋了下来。听到他在浴房里的水声，林云熙的心隐隐作痛。多好的男人呢，他这是有着怎样的自控力，才能在一次又一次缠绵中控制住自己？当慕容浩一身冷气来到床榻时，他心疼地看着他。慕容浩，要不我们先不要这样见面了，我很心疼你。他坐上床，把人抱在怀里。没事儿，本王都忍了25年了，也不在乎这些时日。本王答应过你，要保护你的清白，本王就会做到，你不用多想。可是，不要可是，我慕容浩可以为你做很多事情，我们就不说这些了啊，继续说说你今日的事情吧。本王不吃醋了。王爷，100条帕子已经买好了，放门口吧。是。天赐退下，慕容浩大步走到房门外，取回了100条帕子。丫头，记住，以后去哪里都要带上帕子，放在你的衣袖里或者是药箱里都可以。这是要用一辈子的节奏吧？好，下次我一定记住。你就放那儿吧。来，我们聊天。王爷，我想问问你，那个慕容琦应该是你们皇家的人吧？他和你会不会有什么不对付？他确实也是我们皇家的人，说起来，他算是我的堂弟。他父亲是我父皇的亲弟弟恭王，他是恭王的嫡长子，人称他为恭王世子。他和本王目前是没有竞争关系的，所以也没什么对不对付的。相反，我跟他感情还不错。
他温文尔雅，饱读诗书，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还酷爱钻研医术，武功也还算了得。哦，原来是一个闲散世子。算是吧。本王知道你们今日一起吃饭了。我为了答谢他，请他吃饭。王爷放心，我们都开着门吃的。他还花5000两银子，叫我为他姐姐治妇科病。王爷，你不要误会嘛，我可是坦坦荡荡的，我们什么都没有。我慕容浩有那么小气吗？本王知道，本王没有那么小气。你还不小气啊？100条帕子都买了。那是给你用的。好，王爷不小气。那你和我说说他姐姐吧，我想了解一下我病人的背景。好，我继续说。他姐姐和慕容琪从小一起长大，感情很好。他姐姐叫慕容雪，被皇上亲封为明心郡主。7年前，他相中当年的状元郎即现在的少妇范宁文，他向皇上请旨赐婚，成亲7年一直无子，所以慕容琪才试着让你出手吧。7年都没有孩子，也不知道是郡主的问题还是少妇的问题。本王下午刚刚让人去查了少妇，她当年考取状元前一直有一个青梅竹马的女子，后来由于皇上赐婚，少妇和她的青梅竹马错过了缘分，娶了明心郡主。王爷，你这速度也真够快的，这么快就查到了这么重要的消息。本王的女人要给人看病，肯定要查清楚，怕你遇到阻力。听你这样一说，我严重怀疑他们都没有同过房，那当然生不出孩子啊。哎，又是青梅竹马的剧本，哼！明儿让我去会会。去的时候说话行事要小心点，毕竟她是郡主，本王怕她会为难你。她很难相处。没有出嫁之前，她性格豪朗直爽，待人也和气，也算是一个做生意的好手。在上京城有很多产业，比如酒楼、绸缎庄、胭脂水粉铺子等都不少。但是听闻成亲过后，变得郁郁寡欢，整日只在少妇府，不愿出门。听到这儿，林云熙心中有了成算，他大致知道要怎么做了。他自信道：那明日我就去会会你这堂妹。第二日一大早，林云熙为慕容浩一层层的穿好了蟒袍之后，两人就各自忙去了。林云熙今日事情很多，慕容浩走了之后，他叫来了天四。天四，你拿我这个口哨和青山寨的匕首，到青山寨把王大山和5组调料组的野马带到上京城来，并让他们带上100瓶酱油过来。只要把这个信物交给他们，他们看见就会明白。是，属下这就去。一个闪身，天四就消失不见了。现在哪个暗卫在外面？一个穿着一般百姓衣服的男子出现。林姑娘，我是天六。王爷说天2天3在养伤期间，我保护姑娘。好，天六，你现在去附近看看有没有房子出租的，就是你们说的赁屋，我要做仓库用，放我的调料，价格不能太高，交通方便就可以了。是，属下这就去办。慕容浩的暗卫果真厉害，个个像神仙一样，神出鬼没的。交代完了这些，林云熙用了早膳之后就去了瑞王府。这段时日是冷嬷嬷治疗的关键期，他要认真的治疗冷嬷嬷，不能放松。林云熙来到冷嬷嬷的房门时，就听到冷嬷嬷费力的咳嗽声。冷嬷嬷这是怎么了？林姑娘来了。没事儿，就是咳了一下，不碍事的。冷嬷嬷，我先为你诊诊脉。按理说通过这几日抗生素的治疗，冷嬷嬷的病情应该不会可喜了。今日怎么会这样？林云熙焦急地握住冷嬷嬷的手，诊起脉来。他诊了左手，发现和前2日不一样，又诊了右手，再拿出听诊器，听了冷嬷嬷的胸前，发现今日的浊音比他治疗前还多了很多。这是哪里出错了？为什么病情会恶化了？不行，要验血才行。冷嬷嬷，今日我要用你的几滴血验一下，就是扎一下手指。好，林姑娘，你看着给老奴治吧。冷嬷嬷伸出了左手，林云熙从药箱里拿出了细针和血液分析仪，放在冷嬷嬷房里的桌子上。他扎破了冷嬷嬷的手指，从中取出几滴血，放入了血液分析仪，然后就开始等待结果。冷嬷嬷，昨日我为你打完针之后，是否有什么异常之处？我吩咐春花给你吃的药可有吃？昨日的药，春花都给我服下了，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今天的药我给嬷嬷一份，你自己按时吃。春花给你的药，你假装放到嘴里，不要吃下去，她走了之后吐出来。这是有人要我的命啊！我在府里深居简出，可没有得罪过什么人。姑娘是发现什么了？有人要害老奴？老奴在王府本本分分，可没有得罪过什么人呢。冷嬷嬷先不用着急，我想这人应该是冲我来的。记住了，只吃我给你的药。林云熙还是不放心，看了看冷嬷嬷桌子上茶壶里残留下来的一点水，用小容器装了一些，放入了药箱。通过药箱，他把小容器放到了科技库的毒药分析仪。这个时候，桌子上的血液分析仪滴滴滴地响了起来。
林云熙拿起分析仪的结果，果真冷嬷嬷的血液严重，比起前2天高了不少，血液里还发现了毒，这是有人给冷嬷嬷下毒了。他在等毒药分析仪的结果，看一看是什么毒。不一会儿，毒药分析仪就出了结果，夹竹桃粉毒。什么人这么歹毒，竟然还有如此毒的毒药？他找来了夏管家。夏管家，你现在去药店帮我买土茯苓、防风、生甘草、生姜、当归、生地各10克，这一份是1天的量，拿3天的量回来。好，老奴马上去办。说完，夏管家就急匆匆的下去了。姑娘可是知道了什么？老奴是不是活不了了？嬷嬷放心，有我在，你不会有事的。我会和王爷禀明此事，嬷嬷这段时间好好治疗就行。姑娘费心了。没事，我们现在打针吧。还有，今日其他人给你送水，你也先别喝，喝我给你的，就今日就好。今日内我就会把真凶揪出来，午膳我亲自为嬷嬷下厨。哎呦，这怎么能行啊？老奴受不起呀！您可是王爷请来的贵客。冷嬷嬷，你不要这样说，今日就听我的吧。好，听林姑娘的。林云熙认真的为冷嬷嬷打吊针，还配了药，把药亲自交代冷嬷嬷如何服用后，便出了房门。现在是哪个暗卫当值？一溜烟儿，一个穿着常服的暗卫便飞身下来。好家伙，慕容浩的暗卫不应该都穿黑衣的吗？这一个个暗卫仪表堂堂的。林姑娘，属下天妻有何吩咐？他靠近暗卫，小声的把发现告诉了天妻。你把这个消息告诉王爷，叫他今晚务必回府一趟。我下午要去趟少妇府，叫他在府里等我。是，属下这就去。话音刚落，天妻就不见了。林云熙然后就来到了小厨房，看到春花正在烧水。春花看到他进了厨房，脸色露出紧张的神色来，但是一瞬又平静了下来。林姑娘怎么来厨房了？冷嬷嬷在打吊针，我到处走走看看。对了，这是今日冷嬷嬷的药，你记得到时间给冷嬷嬷服下。好，奴婢记下了。这个时候，夏管家把买好的药带回了清泉院，见到林云熙，直接就交给了他。林云熙来到厨房找了个药罐，他要亲自给冷嬷嬷煎药，可不能再出什么岔子了。见他要自己煎药，春花上前：“林姑娘，这种事还是我来吧。”不用了，我看你还有事情忙，我现在也没有什么事情干。再说了，这药很特别，水的用量还有火候和时间都很讲究，我怕你出错，还是我自己来吧。春花看林云熙说的有道理，也就不再多说什么，他就做自己的事情去了。林云熙在厨房里又是煎药又是做饭，不一会儿功夫就忙完了。他亲自把饭菜和药端到了嬷嬷的房间。此时，林云熙看到春花正在给冷嬷嬷喂水喝。春花，你先出去吧，我来给冷嬷嬷拔针。你看，已经快打完了。春花看到他进来，他不情愿地出去了。冷嬷嬷，来，用午膳了，用了午膳就喝药。多谢林姑娘。劳烦姑娘了。冷嬷嬷，春花给你的水千万不能喝。刚刚老奴正要拒绝，你就进来了。姑娘放心，老奴下次会注意的。那就好，你好好吃，我下午呢还有事情，晚上我再来看你。晚膳等王爷回来，嬷嬷再吃，可好？老奴明白。那我先回去了。交代完了所有事情，林云熙就离开了睡王府。这边慕容浩刚刚下了早朝，在御书房门前等着皇上的召见。天妻就把消息传到他这儿了。听到消息，他瞳孔紧缩，看不出是在想什么。民女见过明心郡主。起来吧，我听我那弟弟说你医术了得，让你来为我看病。民女不敢当，只是尽力而为罢了。说来也奇怪，我那弟弟从不近女色，他怎么会认识你一个女大夫的？他的母妃给他那弟弟不知找了多少贵家女子相看，他都拒绝了。今日竟会认识一位女大夫，他仔细打量了林云熙一番，穿着朴素，但是那脸蛋儿却是惊为天人。纵使他见过无数的皇亲贵胄的贵女，都没有人能够比得上他那张不施粉黛的脸。如果他略施粉黛，不知是会美成什么样子。他就这么一直打量着林云熙，倒是有些喜欢上了。弟弟眼光果真是好，这样的女子当我的弟妹也不错。郡主，这说来话长，我和恭王世子只是昨日在街上偶遇，一起救下了一位垂危的病人，仅此而已。我以为他对男女之事开窍了呢，原来只是偶遇啊。是的。你会看妇科？回郡主，我是全科大夫，所有病症都能看。我这病连太医都治不好，你能治？要不就让民女试试，万一能治好呢？退一万步讲，就算治不好，郡主也不会有什么损失。好，就让你瞧瞧，过来把脉吧。好。林云熙回答之后走上前，林云熙轻轻地把手附在他的脉搏上，仔细的诊脉过后摇了摇头。果然如我所料，
都没有同过房，怎么生孩子啊？无语。郡主，可否禀退下人？我知道病因。就这一诊脉，就知道病因了。慕容雪大惊，她一个眼神儿，所有下人全部都下去了。是什么原因让本郡主无子啊？郡主是想听实话，还是听谎话？本郡主都禀退下人了，你就实话实说吧。好，民女就直说了。不过民女有个条件，郡主答应了，民女才可以说。哼，什么条件？民女一会儿不管说什么，郡主都不能处置民女，毕竟民女说的是实话，不然民女也帮不了郡主。好，本郡主答应你，直接说就是了，都恕你无罪。郡主，你7年无子，原因很简单，你根本没有和太傅同过房。大胆！哎，郡主答应过民女的，如果想要我帮你，郡主最好和我心平气和的说话。我可是来看病的，可不是来伺候他的。你好大胆，敢用我自居。郡主，我是来给你治病的，真不是来闹事的，我真的能帮你。行，算你说中了。少妇是没有和我同过房，我都没有办法，难道你有？那就对了。你爱你的夫君吗？这是什么话？我7年前为了嫁给他，还和母亲闹过一场呢。你问这做什么？若是爱的话，那就有戏。我要怎么做？好，我现在先教会你做2道菜。做菜和治病有联系吗？当然有联系了，一会儿我就会告诉你。我们先去厨房如何？好，看你能玩出什么花样来。他们来到厨房，林云熙演示了2个菜，一个是现代的烧烤，一个是现代的火锅。只见他说道：郡主，不知你学会没有？我看这些下人呢，应该是学会了，如果不会的话，问问他们就好。但这2道菜不是给少妇大人吃的，而是给下人们吃的。你说什么？叫我做菜给下人吃，不是给我夫君的？是的，郡主先不要着急，等一会儿呢，我会把整个过程告诉你。好，看你玩出什么花来。郡主在上京城可有什么产业男人光顾比较多的？我产业不少，绸缎庄、当铺、胭脂水粉铺、酒庄、酒楼，你看哪个合适？我觉得酒楼和酒庄吧，男人消费比较多一些。这姑娘太不按常理出牌了，看她又是做菜又是问我产业的，她到底在玩什么花样？这2个产业怎么做？郡主是否为了获得少妇的关注，可以牺牲一些颜面？这是何意？我的这个计划呢，是需要郡主在我们实施计划的过程中，郡主能去到这2个产业下的店铺，去看看你自己的生意。这倒不难，我刚成亲那会儿，也会经常去我各种铺子去看看的。好，那我现在就把方法教给你。只见他在慕容雪的耳畔轻声低语，说了好一会儿才停下来。慕容雪听后，耳尖微红，表情丰富。这个包袱里面有5套衣服，最后一步的时候才能穿上。慕容雪好奇起来，她走进包袱，打开一看，双眼睁得大大的。林云熙从少妇府出来之后，坐上马车，暗卫来报说是王大山带着100瓶酱油到了上京城，此时正在他住的客栈等着他呢。他一边往客栈赶去，一边找来了天六。天六，我要的房子找到了吗？灰姑娘，找到了，今日就能用。那么快？租金1月多少银子？100文。100文？天六，我是不是听错了？灰姑娘，租赁房屋的主人房子很多，他着急出租，听我们说是作为仓库用，很满意，就租给我们了。林云熙今日的事情有些多，他想赶紧处理完这边，然后好去处理老嬷嬷的事。他赶忙说道：咱们要长租的，那可有签书契？灰姑娘，书契已经带来，姑娘可要看看。天六把租房书契递给了林云熙，林云熙看了看这书契上的条件，可长期租赁，不限期，而且常年月租金是100文，日后不涨租金。这是什么神仙房东被我找到了？这些条件也太让人匪夷所思了吧！在上京城租房子那么便宜的吗？林云熙又看了看书契上房东的名字夏长云，不认识。好吧，他还是认真的看了3遍书契上的条约，没有任何问题。这白捡的便宜不捡，他又不是个傻子。林云熙不知道的是，这房子就是慕容浩府里的夏管家和他签的，那宅子就是慕容浩名下的。签好了书契之后，林云熙便交给了天六。林云熙急匆匆地下了马车，来到客栈大堂，便看着王大山和5组调料组的组长严马在那儿等着他。见过大当家。不用行礼，你们能来可太好了。先说正事啊，我在上京城做了一笔大买卖，现在有酒楼买了我们的菜谱，还能长期订购我们的酱油。等一会儿呢，先把他们需要的40瓶酱油给他们送过去，剩下的我找到了一个地方，咱们先放着。大当家太厉害了，这么几天的功夫就打开了调料的市场。现在数量还很少，我最近几日还要到各大酒楼去推销我们的酱油。严马，我们的酱油产量现在如何？回大当家，酱油现在每日都在做，
还备了大概8大缸。不过现在制作酱油的黄豆和盐快用完了，这次来京城，我想采购一批回去。调料组的银子还够用吗？回大当家，没有多少了。之前酱油只在丰京镇的5味楼销售，他们的量不大，如果要扩大规模，我们组手上的银钱就有些不太够了。行，我这里有1600两白银，是我卖菜谱的银子。大山，这就算是调料组借用炒菜组的钱吧，记得做好账。是，大当家。那野马，你先把40瓶酱油送到尹月轩，剩下的60瓶，你回来后咱们一起去看看咱们的仓库，然后放进去。王大山留下，跟我汇报一下现在青山寨各组的情况。我来了上京城几日，发现我们还有很多发展的空间。是。野马说完就出去做事儿去了。王大山在客栈和他汇报了寨子里的情况，黎云熙也把他大概的想法告诉了王大山。野马回来之后，天六带着一行人拖着60瓶酱油来到了他刚刚租的仓库。来到仓库，林云熙就被惊吓到了，这哪里是什么仓库啊，这分明就是一处豪宅，里面大的惊人不说，还有各种的亭台楼阁、假山池塘，应有尽有。天六，你是不是威胁人家房东了？这样的房子月租近100文？属下不敢，夏房东真是急租。好吧，可这房子哪里是仓库啊？我看我住在这里都可以。啊，房东说了，可以住人。看来以后上京城有自己的根据地了，不需要住客栈了。林云熙想着，今儿晚上他还要去找出给冷嬷嬷下毒之人，他就回了睡王府。此时天色已晚，王府里点着灯笼。林云熙没有什么赏景的心情，在天赐的带领下，他就来到了慕容浩的东院。一看到他进了正厅，快步上前，一把就抱住眼前的人儿。丫头，今日想本王了吗？想了，停下来就想你。你这小骗子，本王可是知道的，你今日都没有停下来的时候。无语，这都被他发现了。哪里呀？我在马车上没事，可想我的王爷了。好，信你一次。饿坏了吧？本王叫下人做了晚膳，先用膳。不行，咱们先去冷嬷嬷那里，等一会儿她用晚膳了，我怕有人害她。本王已经安排好了，就等人上钩。听话，先用膳。好，听自家男人的。传膳。既然他说安排了，那就相信他，喂饱他再去看好戏。夏管家，传晚膳。是。慕容浩，这会不会太多了？你今日中午没有好好用午膳，又忙了大半天，不饿呀？给本王好好用膳。确实很饿，来，我的王爷也吃。林云熙一边用着晚膳，一边想着今日租房子的事儿，他笑道：慕容浩，告诉你一件好玩的事儿，今天我遇到了全天下最傻的房东，他租给我一间豪宅当仓库，1个月才要100文的租金，你说他傻不傻？慕容浩听到全天下最傻的房东之后，嘴角含笑。两人开心的用完晚膳之后，慕容浩牵着他的手走过了长长的一段路后，来到了冷嬷嬷清泉院的后门。我们不进去吗？不用。见林云熙还没有反应过来，只觉得脚下没了重心，一瞬间的功夫，慕容浩就抱着他来到了冷嬷嬷屋子的房顶处。慕容浩，这也太好玩了，一会儿我们忙完了再玩几次如何？好，带你多玩几次。先干正事。只见这慕容浩啊，悄悄地把冷嬷嬷屋顶上的2片瓦片打开，两人望下去，屋子里头烛光微弱，冷嬷嬷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的。春花儿敲了敲冷嬷嬷的房门，进来吧。春花儿端着饭菜放到了桌子上。冷嬷嬷，该用晚膳了。多谢春花姑娘了，我自己吃就好，你先下去吧。好，冷嬷嬷，这里还有水，还有今晚的药，你吃过饭后记得吃药。好，有劳春花姑娘了。春花儿推门出去，故意走了几步，然后就见她悄悄地返回来，蹲在冷嬷嬷的窗沿下。她透过窗沿的缝隙，悄悄地看着里面的情况。春花儿正看得入神，只见后脖梗的衣领被人一把提了起来，一个蒙面黑衣人把她提到冷嬷嬷的院子中央。这个时候，院子里头灯火通明，夏管家带着几名侍卫和府医出现在了院子里。春花一瞧这一阵仗，立马就跪在地上，满脸惊恐地看着眼前的一幕。只见夏管家和护卫冲进了冷嬷嬷的房里，端出了刚刚他送进去的吃食和水。夏管家示意府医上前查看，一炷香的功夫。韦管家，这饭菜和水里都有家猪桃的毒粉，今晚这用量不大，如果大的话，冷嬷嬷吃了会即刻毙命。夏管家焦急地看向屋子，只见那冷嬷嬷慢慢地走了出来，缓缓地说道：夏管家放心，林姑娘今日已发现这下作的丫头对我下毒，我没有吃下这些饭菜。春花姑娘，你老实交代吧，这么多人都看到了，交代了也许还有活路。这就像夏管家饶命，
奴婢也是受人指使才做的。奴婢本不想做，但是他们拿奴婢的母亲威胁奴婢，奴婢也没有办法。是苏七七姑娘，她讨厌林姑娘，她说林姑娘是狐媚子，勾引王爷，她要让林姑娘不得好死，她要毒死冷嬷嬷。冷嬷嬷是王爷敬重的人，如果冷嬷嬷死了，林姑娘就是医治不当，就会和王爷产生嫌隙，好让王爷嫌弃林姑娘。奴婢真的不想做这伤天害理的事情。是苏七七姑娘，她找到奴婢的娘亲住的地方，用奴婢的娘亲威胁奴婢。她说如果不做，奴婢的娘就会没命。奴婢真的不想做的，官家饶命啊！奴婢还有娘要照顾，你能放奴婢一条生路吧？苏七七姑娘都被赶出府了，她怎么联系你的？这毒药又是怎么给你的？回管家，苏七七姑娘身边有一个狐狸叫叶岩，冷嬷嬷的清泉院刚好靠近京城的街道，她把院子里的一块砖敲开后，每2日把药送进来。今晚她还会过来，管家不信的话，可以去抓个现行。她一般是亥时3刻过来的。慕容浩，带我离开这儿吧，我心里不舒服。慕容浩看了看下面，他知道夏管家能管好此事，随后一把将林云熙打横抱了起来，飞身回到了东院卧房。林云熙耷拉着肩膀，他静静地坐在桌边。怎么了，丫头？找到凶手不应该高兴吗？怎么会高兴？为了爱情就能杀人，一条人命啊！这里的人命这么不值钱吗？我好不容易救活了冷嬷嬷，却不想她为了我又掉入深渊。我真的不能理解，爱一个人能如此疯魔吗？慕容浩，我和你在一起是不是错了？以后是不是还会有很多这样的事情？丫头，这不是你我的错，你不要这样想。我很害怕，如果我独享你的宠爱，是不是会害死更多人？你身份尊贵，很多女人会贴上来，我怕我日后承受不住这样的打击，用人命去换爱情，我觉得压力很大。慕容浩听他这么一说，这心里满满的愧疚感油然而生，他的心就像是被针刺了一般，疼得都无法呼吸了。林云熙，你不要自我怀疑，我们相爱是我们2个人的事情，他们起歹心是他们没有良知，错不在我们的爱，而是在他们。你不能用别人的错来惩罚你我，知道吗？你这样说对本王很不公平，本王会很心痛的。你不能这样惩罚本王。是，我是不是又错了？又开始自我怀疑。他说的不错，我们2个相爱错在哪儿了？明明是那些人毒戒心肠。慕容浩，对不起，我刚刚想问题的方向错了，我没有怪你的意思，我只是还没有适应这人与人之间如此残酷斗争的法则。我想，我需要适应一下。我从没有想过有人为我险些丧命，我接受不了这样残酷的事实。慕容浩，我爱你，我已经把你刻在了心上，但是我还需要一点时间去适应眼前的情况。刚刚的话吓到你了，以后我不会再说那样的话了，可不可以原谅我？丫头，本王原谅你，以后你不要胡思乱想了好吗？一切有本王在，这些事情就交给本王去解决就好。我都听王爷的。林云熙在他怀里紧紧地抱着他，只有在他的怀里，林云熙才能够找到这陌生世界里的安全感。王爷，刚刚已抓获叶岩，他手中确实有加州桃毒粉，正在往府里送，被我们截获。王爷，这些人如何处置？春花赶出京城，重新发卖；叶岩废除武功，断他一臂，发卖为奴。苏七七，他哥对我有恩，赶出京城找户人家纳他为妾，没有允许不得进京。是，主子，找哪种人家？你看着办吧。好好的正妻不做，非要自取其辱，给他当个妾就行。是，属下这就去办。处理了府中事务，慕容浩回到卧房。王爷，事情解决了吗？慕容浩把刚刚和天一说的处理结果告诉了林云熙。王爷处置得很公平，希望王府里以后能够太平。本王的王府之前一直很太平的，没想到一时不察，才让后院发生这样的事情。还不是你这个桃花体质，真希望王爷身边的烂桃花能少一些。本王在外面几乎不接触女人，而且一直保持冰冷的状态，也不知道他们看上本王什么。凡尔赛，这绝对是凡尔赛。这男人难道不知道他很帅吗？身份地位也很高，真得看紧点。慕容浩，你不知道你很帅吗？以后给我收敛点。
帅怎么收敛？要不你教教我？王爷，你别闹，今晚就和丫头聊天如何？我可不想人家说我是狐妹子。是狐妹子，本王也喜欢，你不用管别人说什么。慕容浩说完就把她抱上床，两人依偎坐在床榻上。王爷，我不想住在客栈了，客栈里人来人往的，很不方便。我想到我今日租的那宅子里去住，那宅子打理得很好，我看也有很多屋子，住在那里很清静，我也很喜欢那宅子，你看可以吗？丫头喜欢就住进去，我给你找个得力的管家。说好了，我只给你找女管家。承蒙王爷的出现，够我喜欢好几辈子。你说情话的本事见长了，把本王哄得很开心。这是实话，不是情话。情话我还没敢说呢。为什么不敢说？有你不敢说的话。我这不是心疼我家王爷吗？说了怕你受不了。说一句试试看，本王看看能不能受得了。不要，说好的今晚就是聊天。行，你什么时候说了，本王试试能不能受得了。还有正事要跟你说。王爷你说嘛，我在听。前几日我管辖的东域联军要做大型的军事演练，演练的几日我都在军营里不得恢复，要5日左右。你自己在京城要小心行事。王爷也要小心。给丫头打开看看。当他打开袋口，往里边一看，立马就两眼放光了。哇，是珍珠，送给我的，这么多啊！喜欢吗？喜欢。王爷真的是世界上最好的王爷。送你珍珠的才算是最好的王爷，不送就不是了。当然不是啊，王爷送与不送都是最好的。这违心话说的那么自然，脸不红心不跳的。98、99、100，王爷有100颗呢。好了，那么喜欢，日后本王再差人找更好的送你。收起来吧，一个女人像个小财迷一样，别人看了会笑话你。让王爷见笑了。那我这就说好了。和本王说说你今日去少妇府的事情，明心郡主有没有欺负你？王爷不是有安慰吗？他们没有告诉你？你们2个女人在正厅说话太小声，安慰听不到。王爷，在你眼里，我是那么容易被人欺负的吗？此话怎讲？和我猜的一样，明心郡主和少妇7年都没有圆过房，那肯定没办法怀上孩子的呀。7年没有同房的夫妻，他一个大夫瞎掺和什么？一对怨偶，这事儿你就不要掺和了。王爷这是不相信我能搞定那什么状元郎少妇？听他这话是要掺和这事儿，这丫头还真是胆大包天，什么出诊她都接。别人夫妻都不圆房，你能让2个怨偶圆房不可？人家郡主可是很喜欢他夫君的，只是那个状元少妇一根筋死脑筋而已，看我怎么治他。少妇心里可是有人的，你能治？要不我和王爷赌一把，如果我这个女状元治好了那个状元少妇，王爷可有赏？你是女状元？这慕容画听话的重点怎么不是赏赐，而是女状元？好吧，轮到我也凡尔赛一次。是啊，我们家乡男女都能读书，我可是当年的高考状元，几百万同窗里我拿了第1名的呢。那么厉害，几百万人拿了第1。王爷，我们的话题是不是跑偏了？现在是打赌要赏赐，不是我是状元的问题，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事了。本王的女人是状元，本王高兴啊。你想要什么赏赐，本王能办的都准。好吧，你这哪叫打赌啊，你这叫宠溺。不喜欢本王宠你？当然喜欢了，我可不犯贱，我喜欢王爷把我宠到老呢。哎呀，王爷，话题又偏了，不是说怎么治状元郎少妇的吗？好，你继续说。